莫非王爷独自快马先行，只用了2日就找到了老国公和老夫人，但因为老夫人伤势太重，又有追兵，所以只能躲进这山里，暂时将人甩掉。老国公还好，这几天已经陆续能清醒几次，但是老夫人，王爷这2天不停地用内力给老夫人续命，如果王妃再不来，怕是王爷的内力就要枯竭了。王爷的内力他跟我们的不太一样，所以暂时只能替老夫人维持住，但想要治好就只能等您来了。还好赶上了，如果再晚一天，怕真的是要必须治好。赶忙坐到凤千爵刚才的椅子上，开始把脉，一边把脉还一边回头看凤千爵，嘴里不停地啧啧。你信不信，但凡你敢再啧一声，主子绝对会把你的嘴给缝上。多亏了王爷啊，不然别说是我了，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没用。话音刚落，魏巡就看见他拿着金针的手顿在了那里，不可置信地看着司徒依云的脸。怎么了？是不是外祖母不好了？没事儿，老夫人一定能好。凤千爵，谢谢你啊。一家人，这都是本王应该做的，不必说谢。你去歇歇吧，这有我守着。薰儿，你要小心，那些人的功法不太寻常。薰儿，外祖父，您醒了。外祖父，您还不能动，放心，我带了神医来，外祖母已经没事了，但是得好好的休养很长一段时间。都怪我呀，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我，他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他这一辈子的辛苦都是因为我呀。外祖父，您跟外祖母离开京都的时候，身边不是有人保护吗？怎么还会受伤？那些追杀你们的到底是什么人？主子，外面有人，他们隐藏在对面的树林里，虽然不知道具体数量，但总不少于20人。这么快就找来了？也好，这样就不用我一个一个去寻了。外祖父，放心，玄儿给你们报仇，华善会留在这里守着你们。外祖父知道你是好孩子，也知道你是无尘阁的阁主，但你还是要小心些，因为那些人好像不是人。不是人？主子，老国公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放心吧，玄儿心里有数。再说了，王爷还在这儿呢。主子，活着的都不怕，你还怕死了的？放心吧，死了的我收拾，活着的交给你们，这样总行了吧？行了，有主子这句话，属下就放心了。您是不知道啊，我打小什么都不怕，我就怕那些，我怕到都不能听的那种。怕什么呀？等咱们死了以后，也是那些东西，谁也逃不过。若是有一天啊，我死在你前面，我就天天跟着你，你看不见我，但是我能看见你，好不好玩？1个、2个、3个，25。主子，一共25人。怎么了？我数的不对吗？不是25个，是50个。50个？难道我瞎了？没关系，反正看他们那样子，也没打算这会儿就攻过来。我再数一遍。别数了，那25个不是人，你就是数100遍也没用。主子，那个，我突然觉得，还是我进去守着老国公和老夫人，让华善出来比较好。您觉得怎么样？不怎么样，你就给本阁主站在这里，要是敢退后一步，腿给你打折。你这样可不行，等回去之后，我给你找几个活儿玩玩，练练胆子。不用，主子放心，我绝不会往后退的。要是我今日退了一步，不用主子，我自己就把自己的腿打折。你腿要是折了，我保证，我是绝对不会管你的。我都要不要银子吗？我一天天都让你们欺负成什么样了，居然还自己把腿打断，让我医，什么人啊？这都是。不怕什么？我主子在呢。那狗屁魏泽都不怕，你怕什么？
蜜蜂，你要坚强，不救人，不救人一些那什么吗？不怕。那个主子，我想哭。那就哭吧，现在还有时间，你能哭到子时。主子，那个，您说过，我只管人就行，您不会反悔的，对吧？对啊，我是说过。不过话说回来，如果那些魂啊什么的特别喜欢你，偏要找你，那我就没办法了。如果我现在装死，还来得及吗？王爷，王妃，你们在看什么呢？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发现，他最怕的东西正跟自己脸对脸呢。主子，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吧？你放心啊，我一会儿就不怕了。没有啊，谁拿这事儿开玩笑啊？主子，救命啊！他在哪儿？有没有追上我？主子，这会儿不是看热闹的时候。你要是想着看热闹，属下回去就将那个什么贝梦香给杀了。杀安王，杀荣王，杀谁都行。快啊，我腿软啊！哼，你这不行啊，才这么一会儿就腿软了。回头呀，我给你炼点丹药。年纪轻轻的就腿软，这哪行啊？要干什么？蜜蜂，快放我下来！你不是蜜蜂，你他娘的是蜜疯子吧？你自己跑就跑，拎着我干什么呀？小爷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那什么玩意儿吓唬小爷，小爷就吓唬你。怕高是不是？来，小爷带你飞一个。随后抬手向米蜂的后背一指，一道别人看不见的金色光球冲着他就砸了过去。怎么了？我刚才好像看见了一条金色的线，但是很浅，几乎透明的那种，从你手上飞出去了。主子，别喊了，已经没有了，下来吧。要不是怕你们两个声音太大，吵着我外祖父和外祖母，我非让你俩跑到天亮不可。这真的没有了？真没了，打死了。还好，差一点我就要被吓死了。没了一个，还有49个，其中你怕的那个还有24个。华山可不喜欢话多的啊。好了，现在不用等到子时了，他们已经马上就要过来了。应该是我刚才杀了一个魂儿，把他们给激怒了。王妃，那个，您不是能跟他们说话吗？可不可以跟那些看不见的打个商量啊？正常的可以啊，他们是不正常的。这些黑影我暂时还没弄明白，但是那些魂魄却是已经被人控制了。能控制住魂魄的人，我还真是好奇的很呢。你们只管你们能看见的，剩下的交给我好了。主子，这是想要用笑声吓死他们？你还是好好干活吧，不然王妃一定会剩几个给你玩玩的。太可怕了，他们都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是什么？难道你能看见那些东西了？看见什么看见？要是能看见，我现在就不是站着，而是躺着了。我说的不是人，是那些黑影。他们身上穿着特制的铠甲，刀枪不入就算了，离近了还有一股臭味儿。我好像也闻见了，还真是挺臭的呀。记住，砍头，打别的地方没有用。狠狠地砍他们的头，他们早就已经死了，那臭味呀，是尸体才会有的。没关系，能动的死人而已，我不害怕，这好歹是能看见的呢。还好王爷他们找的这个村子的人都搬走了，不然这会儿呀，指不定得吓死多少个呢。风千觉一边对着黑影，一边分神地看向贝寻，就怕他遇到什么危险。不过他多心了，在贝寻知道那边有环儿的时候，就用神识找了附近所有的鬼差。这会儿他正在半空中看着鬼差们将环儿穿串呢。小祖宗，
您回去后能不能跟大人说说，这真不是我们失职，我们只是普通的鬼差，这些魂魄不知道让谁给封印住了，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还是小祖宗您帮忙我们才能看见。我不是那么多嘴的人，你们做好自己的差事就行，我不会跟大师兄说的。至于背后的人，你们也不用在意，我会找出来亲自送他下去的。这些人里有好多都是从来没有做过坏事的，怕是受了无妄之灾。回去好好看看，能投胎的就送去投胎吧。就在这时，树林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低沉的声音传来，却是没有一个人能听得懂。我操，这些活死人都是怎么回事？怎么头都没了还能站起来？不是说头没了就不能动了吗？这诈尸了！薰儿，小心些，那个人太过诡异。全身金光大盛，狠狠地向四周扑了过去。一瞬间，那些没了脑袋的黑影又重新趴在了地上，不可置信地看着被寻，随后又开始不死心地继续念着：哼，本事还是有一些的，但还不够让本阁主看在眼里。风千诀，带着他们退到院子里去。魏泽，你和米峰退回去，你们都退回去，这已经不是你们能对付的了。现在我可算是知道你那两个厚脸皮的侍卫随谁了。薰儿说的都对。被寻没工夫理风千诀，站在原地双手结印。风千诀看着被寻的动作，突然感觉特别的熟悉，就好像以前在哪里见过一样。你这里为什么都没有星星啊？我给你变一个吧，可看好了。风千诀努力的想要看清女子的脸，却怎么都看不清，只能从那熟悉的声音听出这个女子就是被寻没错。可是他们明明才认识1年多，没有经历过这些，那这些记忆是怎么在他脑海中出现的？快看，那是什么？魏泽，你快掐我一下，看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王妃是仙女吧？吉祥物，那是我们无尘阁的吉祥物，只要有主子在，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那金色的翅膀是不是闭嘴，记住啊，你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金色翅膀是你看错了。对，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翅膀什么翅膀都没有，是我看花眼了。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呢？咱们赶紧将这几个魂魄抓回去交差，别在这儿耽误小祖宗。站在树林边上的黑衣人在看见被寻那对翅膀的时候，瞬间脸色大变，什么都顾不上，转身就跑。别追了，外祖父和外祖母在这儿，我不放心。他既然能出现一次，就会出现第二次，咱们等着就好。寻儿刚才的翅膀很好看。翅膀？什么翅膀？就是你刚才背后的翅膀，金色的，手掌大小。啊？现在已经没了，就刚才寻儿在那应该是在结印吧，那会儿有的，时间很短。主子，求您揍我一顿吧。那个王妃，能不能也顺便揍我一顿啊？这俩人有毛病吧？大晚上的在这里找揍。学着刚才被寻的样子，双手结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印。魏泽，快帮我看看，长出翅膀没啊？等回去以后，米峰玩魂，你上高。我还就不信治不了你俩这破毛病了，两个大男人一天到晚的怕这怕那的。张子石，进来。那个，你不让我上高，我就进去。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扔到房顶上去啊？进去就进去嘛，那么凶干什么？我外祖母和外祖父什么时候能乘马车啊？最少也得3日。老国公问题不大，主要是老夫人伤得有些重。王爷，咱们的人说，那北海公主果然在半路被人劫走了。咱们的人按照王爷的命令在后面跟着，可是在快要到北海边境的时候，他们突然进入到了一片密林，里面全都是沼泽。咱们的人啊跟进去一半，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怕是凶多吉少了。他们是认识的？应该是认识的。那莫若并没有反抗，甚至还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而且据探子来报，那些人一路上呀对北海公主似乎非常的客气。
北海那边有什么动静？回王爷，没有。北海应该比咱们更早收到消息，可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啊。怎么，没长出翅膀不高兴了？我又不是主子，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长出翅膀？我就是比划比划。那你还不回去休息？在这垮着个脸干嘛呀？主子，这是刚收到的消息，安王派人去百味居找事儿，将百味居给砸了。虽说那些人是乔装过的，但是掌柜的还是认出了其中一人。蜜蜂，传消息回去，将百味居重新装修，再派人去安王府，将安王的另一条腿也给打断，能住人的卧房全部都一把火给本阁主烧了。还得是主子，属下这就传消息回去。还想砸小爷的院子，真是给他脸了。放火的时候把这个撒进去，尤其是身上有伤的人，一定要离远一些。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哼，让他那破腿永远好不了的东西，敢砸本神医的住处，那就让他见识见识本神医的厉害。这东西混在火里，身上有骨伤的人闻了，会让他受伤的骨头更加脆弱。哼，我疼死他！你什么时候研究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我都是平日里防身用的，花不了多少银子。华善看着自家主子的眼神，就知道张子时放丹药的房间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要遭到一场洗劫。这时，司徒依云慢慢的睁开了眼睛。外祖母，您醒了，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寻儿，你外祖父呢？他怎么样了？外祖父在那里，伤势不重，已经醒过几次了。外祖母别担心，等再过几日您身体好一些之后，寻儿就能带您回京都。摄政王，此次多谢您出手相救，不然这次出行，我们这2把老骨头8成就没命回去了。老夫人不必多礼，这都是本王应该做的。本王和寻儿……摄政王，老身已经知道了，这会儿想跟寻儿单独说一会儿话，不知道方不方便。等房间里的人都出去之后，外祖母，不管有什么事儿都不着急，等您身体好些再说。哎，外祖母已经老了，还是现在说吧，不然我怕以后来不及。外祖母，您别乱说，老张头已经说了，您不会有事儿的，只是这件事情过后需要好好的休养一段时间。老张头，就是给你丹药的那个神医吧？姓张对不对呀？没错，是姓张，我半路上捡回来的。那你可知他出自何处啊？我问过，他说他出自西边，我查到的也是这样，再多的他就不肯说了。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路上捡的。这个张家呀，行事还是如此不羁。外祖母，您认识张子时？可是不应该啊，他才20几岁，而且我查过，在我捡到他之前，他从来都没有来过京都。我不认识他，但我认识他的祖父。寻儿，你的无尘阁很好，外祖母为你骄傲。贝寻并不惊讶司徒依云知道自己的身份，毕竟他外祖母的身份也不简单。寻儿，你知道永墨古国吧？知道。张家是永墨古国的国医。其实我已经猜到了，只是没有证据而已。我也知道外祖母的身份，怕不是那么简单。司徒这个姓氏本来就不一般。是，我是永墨古国的女帝，而寻儿你，没有意外的话，则是下一任女帝。至于你口中的张神医，应该是故意接近你的。张家
总是那么神神秘秘。但是寻儿你放心，那神医对你应该没有坏心，他们对古国有着绝对的忠诚，他们甚至知道一些常人不知道的事情。只是有一点不好，张家的人呐，嘴太严。平地起惊雷，别的不说，只这女帝一句就将贝寻炸得外焦里嫩。看着贝寻有一些接受不良的样子，并不是让你现在就去永墨古国，这里面还有一些事情外祖母还没有弄清楚。等弄清楚之后，如果寻儿愿意，外祖母就带你去看看，或许寻儿会喜欢那里也说不定。外祖母，世人都说永墨古国神秘，几乎没有人出来过，也没人能进去，所以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永墨古国啊，永墨古国是什么时候存在的，至今都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永墨古国在等待一个人，确切地说，是等待它的主人。永墨古国就像它的名字一样，王城内的天空永远都是黑色的，没有白天。没有白天，永夜？对，永夜。王城内的天从来都不会亮起，但只要离开王城的范围，便会有白天，但也只是短短的2个时辰而已。外面4国都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永墨古国1万人的军队就能抵抗4国的10万大军。寻儿，这不是传说，是真的。古国里的人呐，就算是个普通的百姓，放在4国都是绝世高手般的存在啊。外祖母，既然您是女帝，怎么可以离开这么长时间？不会有人篡位吗？不会，篡位这种事情在永墨古国啊，是永远都不会发生的。在那里，女帝都是天选，在那里，女帝都是天选，所以绝对不会有血脉篡位的事情发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按照女帝去培养你娘，因为她不是下一任女帝的人选。所以我是那个天选的，怎么选的，什么时候选的，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说来复杂，外祖母也没有弄清楚。本来这次回去啊，就是要弄清楚这件事儿，但是没想到半路遇到了伏击，倒是连累你外祖父了。外祖母，我有件事情想要跟您说。是不是想说你跟摄政王的事情啊？无妨，就算你做了女帝，也是有自由婚配的权利，你想嫁给谁都行。如果寻儿你真心喜欢，外祖母不会反对，但只有一点，他是要真心疼爱你，且只能有你一人。做了女帝不用回去吗？可不可以就像外祖母一样在外面玩啊？哎呀，
你这孩子呀，就喜欢热闹。这一点倒是跟外祖母年轻的时候很像。要不是这性子啊，估计外祖母也不能遇上你外祖父。做了女帝有2种选择，第一种是留在永默古国，安安稳稳的等着下一任女帝的降临。另一种则是像外祖母一样，出来尝试着找找永默古国真正的主人。古国的主人是谁？为什么一定非要找到他？没人知道主人是谁，因为传说中啊，只有找到古国的主人，永默古国的天才能真正的亮起来。外祖母，福接你们的是谁？那些人有些诡异，不像是4国的人。的确不是4国的人，就凭4国的人还没有本事能将外祖母伤成这样。寻儿如果看过地图就知道，永默古国在最西边，看上去是与世隔绝，单独一国，但实际上并不是。永默古国的这边出口连接着4国，另一边却是其他的2个国家和几个海岛。这么多年呐，如果不是永默古国一直屹立不倒，哪里还能有现在的4国？海岛上的人不能上陆地，所以这次伏击我们的人只能是其他2国的人。寻儿，他们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你们是怎么将他们击退的？看着被寻支支吾吾的样子，不说也无妨，只是那些人不好对付，外祖母啊，只是担心你受伤。不过外祖母已经派人回去报信了，用不了几天就会有人来。外祖母，您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情等您好了再说也不迟，左右不差这几天的。终究还是告诉寻儿了。哎呀，这些事儿啊，早晚他都是要知道的。至于剩下的，还是等查清楚了再说吧。被寻出了房间。你都听见了？听见了。从前只是猜测老夫人或许是永默古国的皇族亲眷，但没想到她居然是。寻儿，等我3年。3年后皇上长大些，能独当一面的时候，我就陪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可好？被寻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看着马上就要亮起的天空，感受着片刻的宁静。这玩意儿到底是谁研究出来的？为什么一定要自己绣呢？还有，这俩鸟也不好看呢，为什么要绣它们呀？我画的花花草草不好看吗？主子，是鸳鸯，大婚的时候都要绣鸳鸯的。您呐，还是快绣吧，嫁衣都没让您动手，就让您绣个盖头。这都几日了，您手中盖头拿过来什么样，现在就还什么样。您可真是一针都不往上扎呀。我不会，你帮我绣。那个，我的好主子，我也不会呀。要不问问米风？咱俩都不会，他能会个屁啊！还是让他继续跟魂儿玩吧。去通知牵衣坊，给我准备个盖头，我绣不出来。别说2个月了，就是给我2年我也绣不出来。谁愿意笑话，就让他们笑话去吧。你看，我就说他自己绣不出嫁衣的吗？
还好领主早有准备，不然呢估计领主自己都想不到，自己女儿出嫁连个像样的嫁衣都绣不出来了。不是领主想不到，正是因为想到了，所以才早早就准备了这套嫁衣。织女莫若母呀。大师兄，崔哥哥，你们说的领主是我娘？是，你娘早就给你准备了嫁衣，只可惜她不能亲眼看见你穿上了。啊，这不光是你的，就连那人的也都准备了一套，是按照你们两个的身形特意做的。如果知道你们两个能有今日，想必他会很高兴的。娘不是在我还是气团的时候就不在了吗？怎么会知道身形？可能是预感到了吧。你那什么盖头啊，别绣了，就算绣了，估计也用不了。别出去平白惹人笑话了。话音刚落，旁边的床上青光一闪，2套婚服完完整整地摆在那里。虽说这都是你娘亲手绣的，你爹一直都是在旁边看着。你盖头上那黑色花朵的花蕊，和男子那套麒麟的眼睛，你爹也绣了几针。爹娘，虽然我不曾见过你们，但我会穿着你们为我准备的嫁衣出嫁。如果你们能看见，一定会高兴的吧？虽然大师兄不说，但女儿早晚会知道真相，替你们报仇。傻薰儿，你怎么会没有见过你爹娘啊？只不过你还没有想起来而已。也罢，这样也好，终究不会留下什么遗憾。薰儿，大婚之日穿它。好，薰儿说穿什么，咱们就穿什么。这是我爹娘为我准备的。他娘不是早就不在了吗？至于他爹，那贝承平活着的时候，怎么可能给薰儿准备嫁衣？有些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说，你就当是我这灵魂的爹娘就好。贝寻刚才就在想，这套婚服的来历，他一定得让风千绝知道，这是他爹娘准备的，不能浪费了爹娘的心意。好，本王知道了。大婚之日，定会穿着岳父岳母准备的婚服来迎娶薰儿。跟刚才那套相比，本王这套着实就有些没眼看了。你怎么会准备这个？嫁衣不都是女子自己准备的吗？薰儿就是这么准备的。我这不是不会吗？嫁衣米峰早就准备好了，正经花了很大功夫呢。至于盖头，那个我已经让华善去牵衣坊递消息了。安院的李嬷嬷来了。哎，小小姐，老夫人说只请摄政王一个人前去。您放心，您大婚在即，老夫人只是不放心，叫摄政王过去叮嘱几句罢了，不会有事的。哦，对了，老夫人还有一句话让老奴跟小小姐说。啊，外祖母还有什么话？老夫人说让小小姐不许去偷听。不听就不听嘛，反正风千绝回来也会告诉我的。安院，摄政王，那夜在小村子里的话，想必您已经听到了吧？是，听到了。这不正是老夫人想做的吗？不错，老身确实是有意让你听到的。你要知道，薰儿不是寻常的女子。永墨古国虽说不像南晋四国一样有皇位之争，但却有着更残酷、更难以想象的事情。这些事情有可能会颠覆你现在的一些认知，比如说，某些在人们心中本不该存在的东西，在永墨古国和另一边的国家还有海岛，确实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接受这些东西的能力和魄力，
或者以后会因为这些东西弃寻儿而不顾，老身是绝不会放过你的。如果你现在退缩，我可以让你们的婚事就此作罢。寻儿那边，老身自会去说。老夫人不必如此试探，我对寻儿的心我自己很清楚。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丢下寻儿，今生也仅她一人。而且我们也已经说好了，3年后等南境稳定下来，不管寻儿想去哪儿，我都会陪着。就算要你陪她回到永墨古国做地夫，一个虚名罢了。只要是我跟寻儿2人在一起，地夫又如何？好了，我看这小子挺不错的，你该敲打的也敲打了，还不把东西拿出来给人家呀？明明是好心，可别真叫人给当了坏人去，那可就太冤了。这块令牌能调动驻守在永墨古国界碑处的1万士兵，就算是我送你们的新婚贺礼。不过希望你们永远不会有用到它的一天。谢过老夫人的好意，但是这个我不能要。我娶寻儿不是为了得到永墨古国的任何助力，也不希望寻儿误会什么。我相信自己有能力护住寻儿，还请老夫人放心。哎，也罢，既然你们有信心，那我就不多事了。在寻儿回到古国之前，我希望她能过得舒心。老夫人上次应该是想要回永墨古国去的吧？是，但是路上出了些问题。等你们大婚之后，我会再离开，也会留下人保护寻儿。这一次你就不要拒绝了。那些人你也看到了，不是常人能应付的。他们真正的目标不是我，而是寻儿。我必须要弄清楚，在弄清楚之前，寻儿是不会回去的。所以你们就放心过好你们的小日子就好。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要求。老夫人请讲，只要我能办到，一定不会推辞。好了，还是让我跟这小子说吧，我们都是男人，说话方便些。你还是快回去休息吧，身体还没好全呢，就这么操心。好好好，你们说，我呀就不在这里碍眼了，我去看看寻儿。你别介意，他没有坏心，只不过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才让他有些紧张。他平日里还是很好相处的。本王知道，寻儿对老夫人来说就像命一样的疼爱她，她也是我的命。不管老国公信不信，我跟寻儿就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你们成亲可以，但是你得保证在3年之内不能跟寻儿同房。本王知道了，3年内定不会碰寻儿一下。你就不想问问原因，就这么答应了？事到如今，本王也就不瞒着了。不能同房这件事，国师已经跟本王说过了，而且寻儿也知道，所以还请老国公放心。唉，虽然老夫不知道国师为什么这么说，但是我可以将我知道的告诉你。愿闻其详。唉，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寻儿的外祖母一定要回一趟永墨古国的原因。前段时间古国那边派人来传信，说是天玄女帝已经现世，并且王城世代供奉的神台上已经出现了镜像。从里面拿出了3幅画像，
将其中的一幅递给凤千诀。凤千诀接过画像展开，上面赫然画着一个红衣女子，背上有一对大大的金色翅膀，整个人都沐浴在阳光中，头上的金钗在阳光下异常的耀眼。这是寻儿，就是曾经在他脑海中给他变星星，从雪山上跳下去的女子，他是绝对不会认错的。就在他愣神的时候，老国公又将第二幅画递给了他。画中的红衣女子不知站在何处，身形虚幻，身后的金翅也不知去向，目光坚定地看着前方，眼角还有一滴金色的泪水，这滴泪就好像滴在了凤千诀的心上，烫得他几乎不能呼吸。当凤千诀将第三幅画打开的时候，整个人几乎都坐不稳。这幅画中，那红衣女子由金光组成，已经几乎看不清轮廓。画中的女子是寻儿。永墨古国的神台上出现的画面是会动的，每10日出现一次，每次出现的画面都不一样。他们把画面上重要的部分画了下来，快马送到我们的手上。第3幅，最后寻儿消散在天地间，只剩下一团金光。这也是为什么他外祖母着急一定要回去一趟的原因嘛。寻儿在哪儿，我就在哪儿。若画中的景象真有一天会变为现实，本王绝不独活。很快就到了大婚那日，接亲的队伍就快要到了，新娘子准备出门了。这也太美了吧！寻儿，下辈子我当男子，你嫁我可好？你们几个快口水擦一擦，都要流到地上了。我真的是好羡慕摄政王啊！哪有那么夸张啊？不，寻儿，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美，真的。我觉得自己平日里的学识已经很好了，但就是找不出词儿来形容你此时的美。如果非要形容的话，可能就得骂人了。等你们出嫁的时候，我也给你们好好打扮一下，如何？快将盖头盖上，摄政王已经到门口了。哎呦，熏儿没有兄弟，不然就能。今日让属下来背主子出门，可好？这是摄政王让来的吧？哎，也好也好，还是王爷想得周全。可别把我摔着了。放心，属下绝对不会摔着你，摔着您，您扒我的皮。贝寻是真的将米峰和华山当成自己的家人，但贝寻是个心大的，根本就将出嫁要人背的这件事情给忘了。本来凤千诀是想要自己亲自进来将人背出去的，可米峰特意递了消息去摄政王府，说自己要来背这一趟。凤千诀知道贝寻跟几个人的关系，也就欣然同意了，坚定自己这一辈子都是跟着贝寻，绝不背叛，哪怕是要了自己的性命。他从小就没有亲人，没想到居然还能有背主子出嫁的一天。晚上你拎着张子时去摄政王府我的院中喝喜酒，翻墙就行。我已经跟凤千诀说好了，今晚咱们不醉不归。主子，我出嫁，自然所有亲人都要在身边。至于其他不方便来的人，就给他们在百味居摆上几桌，也一起热闹热闹，沾沾喜气。好，主子，属下知道了。等今夜的事情结束之后，属下马上就去。主子可得给属下留一坛好酒啊！还是你小子好命，要不是你抢着背，我就来了。不过估计要是我背的话，华山那姑奶奶也不能干，怕我摔着那小祖宗。你呀，行了，那小祖宗是出嫁了，又不是丢了，你这是干嘛呀？你可别哭啊，我跟你说，你一哭我好像也有点想哭了。太后和小皇上都出了宫，坐镇摄政王府。哎呀，快看呐，快看外面的天空！哎呦，天哪，这是怎么了？是要下暴雨了吗？哎呀，看来今日的亲怕是结不成了吧？这老天爷明摆着就不想让两人成婚嘛。若是真的强行成婚，也不知道会不会给南境带来什么天灾呢。
要是再让哀家听到你说这不吉利的话，那就别怪哀家叫人将你的嘴给缝起来。此时的凤千诀也发现了天空中的异样，难道他跟寻儿真的是孽缘吗？今日是摄政王和镇国公府小小姐大婚的日子，可是看着像……是不是老天都不看好这门婚事啊？这怕不是孽缘呐！快别瞎说，没看见摄政王的脸都黑了吗？谁不知道摄政王喜欢这小小姐入骨？这话要是让摄政王听见，这大喜的日子，你这条命还要不要了？喂，这怕是要下雨了，是不是先停下啊？不停，继续走。华山，外面怎么回事啊？主子，外面突然乌云密布，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好像下暴雨了。国师站在京都郊外一个山顶上，看着整个京都都被乌云笼罩，口中念念有词。他想用自己的修为替凤千诀和贝寻与天命抗衡，助他们一臂之力，帮他们顺利成婚。他知道当初是自己的清高和看不起人的态度得罪了贝寻，可贝寻却不计前嫌给他送来那本书，让自己可以突破，让自己的寿命得以延长，眼界和心境更是上了一层楼。这份恩情他记下了。薰儿，没事。不管怎么样，本王一定顺利将你娶进府中。就算一会儿天上下刀子，都不能阻挡本王的心意。停轿！快看，停了，喜轿停了！看来今日这亲呐是成不了了。其实我还挺看好摄政王和这小小姐的。可不是嘛，别的不说，就只这二人的长相就是绝配。哎，主子，您先等一下。你是女子啊，这种事情啊，让我来就好。多谢。这都是属下应该做的。王妃想做什么尽管去做，有王爷在，不会有事的。哎，快看，小小姐下喜轿了。新娘子在进门前脚是不能落地的。我看呐，这门亲事是真的要黄了。闭上你的嘴巴，胡说什么呢？你瞎呀？看不见人家小小姐脚下有块破布吗？人家的脚没落地。我他妈谢谢你的破布啊！可就在手牵在一起的时候，天命终不可违呀！天命？什么破天？也敢定本姑奶奶的命？哼，小小年纪就口出狂言，就算你是领主的女儿，也不能逃出天命。如果你们二人强行结合，只会让这三界的生灵全部为你们陪葬。我知道，这不会是你想看到的，不然现在的三界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三界？哼，与我何干？老头儿，你有功夫在这跟我啰嗦，不如想想一会儿我们成婚了，你该如何阻挡这三界的覆灭？薰儿，不可。他不知道你们不会同房。快看呐，摄政王和小小姐的身上发光了。这是神仙？是不是神仙都看不得老天爷如此为难这对有情人？而贝寻头上的金簪更是金光大盛，那光芒化成一柄剑的模样，直冲着天上的乌云而去。只一下，天上瞬间恢复了明朗。领主？可领主不是已经……天命已经束缚本领主的女儿一次，如果你们再用那什么狗屁天命为难她，那就毁灭吧。话音刚落，一阵古老的吟唱声响起。这次不只是凤千诀和贝寻能听见，而是整个京都的人都能听见。而是这古老的吟唱声，让人从心底想要臣服，仿佛世间所有的一切生灵都是他的仆从，让人生不出反抗之心，就好像是他们的信仰，心甘情愿的追随。城外的国师也是虔诚的跪在地上。等回去后啊，我一定要拜那小祖宗为师，奉那小祖宗为主，死缠烂打也得让他收下我。吟唱声越来越大。不，还请领主住手。此事是我们没有想周全，还望领主息怒。我马上就回去跟众神商议，马上就回去。天哪，这破差事为什么是他来啊？真是要了他的老命了。
可谁也没有想到，明明已经消散千万年的领主，竟然，这到底是没有消散，还是神魂留下的最后一丝神力，只为了护女？娘，娘是你吗？娘，你没有消散对不对？娘，雪儿，领主已经消散了，这是领主留在魂符和金簪中的最后一丝神力。不，大师兄，虽然我不知道千万年前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有感觉，我爹娘的神魂并没有完全消散，只是不知道在何处而已。雪儿，你好好成婚，这件事大师兄去查。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他甚至还有一种感觉，现在安稳都只是暂时的，将来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够强大，那什么狗屁的天命还会再次束缚自己。他本就不是服输的性子，自然不可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想让自己听什么狗屁的天命，做梦去吧。况且风千诀似乎并不简单，不过这些都没有关系，日子还长，慢慢的就会水落石出的。大师兄，你给我的3本书我会好好看的。终于要看书了，这小祖宗终于要学习了，真是太好了。大师兄，我是说我会看完你给我的那3本，不是让你将整个地府的藏书阁都搬到我神识中。没关系没关系，那3本看完呀，你再看这些，不着急不着急。你确定寻儿会看书，而不是一时兴起？我指的是你最开始送去的3本基础知识。没关系，看一行也是好的，多看1个字都行。你这要求还真不是一般的低呀。如果领主真的没有消散，等回来之后知道自己女儿被你养成这样，呵呵，你猜领主会不会让你重新教他一遍？雪儿，你说会看书，就一定会看的，对吧？会的，大师兄，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看的。大师兄说的是看完，起码将那3本书都看完，不是像以前那样看一半就丢一边的那种。这个吧。哎呀，总之大师兄你放心，我肯定会看的，而且会看完的，我保证。但是我没说多久会看完，1天2天也是他，3年5年也是他，嘿嘿。叶白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保证之后就不说话了，但心里还是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先不管了，等他大婚之后，每隔几日来考考他就是。他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如果备询母女当初没有被赶出家门，今日依旧是太傅府的嫡孙女儿，那太傅府是不是又会是另外一番光景？不，回不去了。不停地告诉自己，一定要为儿子报仇，一定要护住贝家的100年基业。我去你娘的基业！你这个不孝子孙，本来老子再过个100年就能去投胎了，这下好了，被你个蠢货和你那个缺德儿子拖累的又要多待几十年。差爷，您行行好，让我去给那个蠢货托个梦，我让他将我从贝家的族谱中除名，我不想当他们祖宗了，求求您了，差爷，要不您让我上去一趟，让我上去将那个蠢货给带下来也行啊。鬼差此时也是挺同情贝家老祖宗的，虽然说贝家祖上从前是海盗，但从不打劫过路的民船和官船，只打劫其他那些不做好事的丧尽天良的海盗。可是没想到，哎呀，这被后世子孙拖累的呀。备询和凤千诀拜完堂之后，就被送到了后院的喜房中去了。王爷从婚期定下后呀，就开始让人修缮摄政王府，因不知王妃的喜好，退让属下去找了米蜂。王爷拿了米蜂给的图纸和画轴后，找了懂机关术的人，将这水榭给还原了。摄政王府不靠山，也没有水源，王爷就让人在府中挖了一条暗道，直接通向京都北边的温泉，硬是将水给引了过来。喜欢吗？要是有哪里不同，本王再让人改。很好了，简直是一模一样，就连屋里的摆设都大致相同。谢谢，让你费心了。不必谢。
能为你做些事，本王高兴。这时管家来提醒凤千诀该去前厅了，让华善帮你将钗环卸下来吧。一会儿本王让他们送些吃的过来，吃完后好好休息。晚上咱们还有事情要做。等贝寻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主子您醒了，要不要吃点东西？不吃了，一会儿还要打架，吃多了容易吐。米峰他们怎么样了？米峰这会儿就在外面呢，藏在城外的人已经全部解决，现在呀就等城内的了。王爷呢？还没回来吗？王爷早就回来了，这会儿正在隔壁沐浴，说怕身上的酒气熏着主子。魏泽还说，王爷为了能早点回来陪主子，在外面陪那些大臣的时候，全程冷着一张脸，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急着回房。甚至有几个喝多的大臣说王爷是个怕媳妇儿的，可王爷却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说他们说的对，还让他们向自己学习。主子来了，将廊桥降下，让他们方便过来，别把人掉下去，将水弄脏了。这时一声不男不女的笑声响起。那个谁，我上次有没有说过，如果你再这么笑，小心本阁主将你的嘴给缝上。此时的贝寻并不怕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这些人都不是南境的人，而且江湖中的人说的话别人也未必会信。再说了，自己已经嫁给凤千诀，就算别人知道他就是无尘阁的阁主，又能怎么样呢？难不成还有谁有本事能让凤千诀休了自己不成？想来聂某来的不是时候啊，坏了摄政王和阁主的新婚之夜了。你知道自己来的不是时候还来，是不是上次挨打没挨够啊？其实本阁主倒是很好奇，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不男不女的？主子，传说的半男半女。放你娘的屁，老子是男的。要不阁主亲自来验验？还是不了，本阁主对你这种东西过敏。我这种东西过敏？这等小事怎用王妃出手？本王去验验就好。你这不是内力。确实不是，不过是不是内力跟本王揍你没有任何关系。王爷别忘了验身。我还是觉得王妃来验比较好，毕竟男人和女人才更有意思，不是吗？本王觉得你还是不男不女的比较好。原来摄政王还有这种爱好啊！也不知道王妃知不知道你和那荣王一样是个好男色的。我家王爷喜不喜欢男色，我还能不知道吗？退一万步说，就算我家王爷喜欢男色，也肯定看不上你这种不男不女的。本王只喜欢寻儿。突然间，从墙外跃进10个黑衣人，真是没新意，每次都穿黑衣服，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来刺杀的一样。好，我记住了，下次一定让他们换衣服。既然王妃觉得没新意，那我就给王妃看点有意思的，就当是给王妃的新婚贺礼了。动手，记住，别伤着王妃。请开始你的表演。喂，捏什么玩意儿的那个？你的功夫是跟王八学的吗？打个架还缩脑袋。人家这不是还得留着命，将来跟王妃共度余生呢吗？王妃要不要考虑？主子，您看什么呢？天上有东西，听着像是鸟，好多鸟啊！主子，密密麻麻的一群，冲着咱们这儿过来了。魏泽听见米冯的叫声，马上从战斗中抽身，从怀里拿出一个特制的哨子吹了起来。别睡了，赶紧的，干完活啊，给你吃鱼，好多鱼。费银子，费银子，出来干活了！费银子，费银子！王妃，你看这摄政王府穷的，打个架还不停地喊费银子。我看不如你就跟我走吧，我保证带你到处吃香的喝辣的。怎么，
你的盟友都跑了，你还想留下来喝杯喜酒吗？废银子，我告诉你，你要是敢给我装死，明天我就把府上的鱼全都炖了，保证一条活着的都没有。你听见没有？废银子，废银子！这时，一声极其不满的鸣叫声从王府中不知道哪个院子传来，一个翅膀扇下去，就将天上的鸟儿扇下来一大片。这鸟骂的挺脏啊。主子，您还能听懂他在骂人呢？听不懂啊？不过看他的样子就知道肯定是在骂魏泽了，而且骂的还挺难听。那些鸟儿身上也不知道有毒没毒，我先点个驱毒药，以防万一嘛。老张头，其实你还是挺厉害的。那是，我可是神医呢。那神医不知道你有没有驱虫的药呢？驱虫？驱什么虫啊？那就是你脚底下的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虫子。蜜蜂快领我，领着我和我的药箱去放掉，有病了，要死人啦！华善站在贝寻的身边，看着满院子不知名的虫子，又看了看自己的脚下，10步之内居然连一只都没有。睁眼！这要是撞主子身上，你信不信主子能把你丢下去喂虫子？为什么这些虫子不过来啊？怎么的？难道你还想让他们过来咬我不成？不是，我就是想知道原因，看看能不能研究一下。一般的药只能驱赶同类的虫子，现在这么多，居然一个都不敢过来。你能不能闻到主子身上的香气？能啊，不是一直都有吗？你别说啊，还挺好闻的。要不是香粉是女人用的，我都想用用了，闻着心情多好。主子从来都不用香粉，而且这会儿身上的香气越来越浓郁了。别问我呀，我不知道。要不您下去飞几圈？回来吧，小祖宗，快回来吧，虫子过来了呀！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们了，快回来啊！哎呀，快回来啊！你让本阁主出来飞一圈，本阁主就得出来飞一圈啊！你让本阁主飞回去，本阁主就得飞回去。本阁主不要面子的呀！我错了，小祖宗，你快回来吧！我最近又研究出了好多有意思的丹药，让人跳舞的，让人唱歌的，还有让人不睡觉的。总之就是好多，都给你，全都给你。小祖宗，求求你快回来吧！要爬上来了呀！说吧，怎么驱虫？快，将这小祖宗身上的香气扇过去。你们两个还傻乎乎的站在那儿干嘛呀？快过来一起扇呀，快点儿！别扇了，把你那破袖子放下，上一边站好。不行啊，小祖宗，得将你身上的香气扇过去才行，不然……话还没有说完，身上的衣裙无风自动，一阵阵风从他的身上发出，冲着摄政王府的四面八方吹了过去。原来还能这样啊！有武功了不起啊？不就是我不会武功，本能的用了自己的方法吗？哼，笑吧，现在你们谁在笑，我都记在本本上。这么爱笑，等我研究出来笑药，一人给你们喂力，笑死你！你这女娃娃有些意思啊！如果能给族长带回去，族长一定会很喜欢的。夫君，他说话的声音让我想吐。随即掏出一把匕首，冲着那黑衣人扔了过去，直直地插在那人的脖子上。凤千诀，快躲开！同一时间，那黑衣人全身炸开，无数黑色的虫子瞬间飞了出来。居然，贵泽，快点火把，烧死他们！那些飞虫身上都有尸毒，千万不用手碰。居然用自己的身体养虫子，真是恶心死了。凤千诀不是杀不了聂宁，而是他觉得这个人身上有古怪，故意留着他的。今夜打扰了，王妃，我们来日再见。抓起张子时头上的簪子就扔了出去。我的簪子，赔你一根更好的。那我要2根。行，2根就2根。这水蟹叫什么名字啊？还没取名字，不如寻儿想一个可好？取名字啊，让我想想啊。小黑，快回来，别在那捣乱。小黑，
谁是小黑？回王爷，那个就是小黑，主子取的名字。这水榭不如就叫朝夕水榭吧。本王与寻儿在此度过每一个朝夕。好听，比我想的名字好听。寻儿想的名字是什么？朝夕水榭是不是也很好听啊？毕竟是喜房嘛。哎，魏泽，这水榭的名字已经定下来了，叫朝夕水榭。明日记得让人做个牌匾过来。嫌弃就嫌弃，不用表达的那么婉转。话音刚落，就看见一个大鸟从天上俯冲而下。哎，我知道了，马上就让人去给你准备鱼，不会让你白干活的。哎呀，快停下，我眼睛都睁不开了。管家，嘿，怎么了？是不是有哪儿没打扫干净啊？让厨房准备3桶鱼。哎，不，5桶，为费银子，速度要快。说你能听懂吧？那会儿叫你半天你也不来。说你听不懂吧？我一说鱼你就来了。王爷，王妃，可以用膳了。这夜，几个人不分主仆，在院中一直喝到了深夜。第二日，魏巡睁开眼睛的时候，想着昨夜发生的事情，昨夜2人都喝多了，又是情到深处，虽然没到最后一步，但除了那一步，该做的也都差不多做全了。寻儿可是在回味。你先出去，我沐浴呢，马上就好。寻儿昨晚还真是主动啊，本王几乎招架不住。那个，昨晚上我喝多了，下次不会了。这样也好，下次换本王来。毕竟这种事情，怎好每次都让寻儿主动呢？看着被寻娇羞的样子，凤千却第一次觉得这什么狗屁的天命真是烦人。不仅是凤千觉，被寻也是这样想的。回门的次日，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本王查到了那个部落在何处，据说他们最近有一个盛大的祭祀。去，我要去看看。快点儿，晚了他们都该走了。听说那个什么部落有好多珍稀的药材，我可不能错过，全给他拔回来。还不是你，昨晚上就告诉你了，结果今日一早又是忘这个又是忘那个的。你是不是岁数大了，脑子不够使了？我还比你小1岁，我比你小。小又怎样？还不是有个不怎么好使的脑袋啊？想去就去吧，看好老张头。我就知道主子一定不会丢下我的，放心，我一定会看好老张头的，毕竟就他不会武功。蜜蜂，你过来，去帮我找点东西。华善，你来赶车。魏泽，你去跟张子时坐到后面蜜蜂赶着的马车里。魏泽一脸不舍地看着华善，委屈的都想哭。好不容易这几天跟华善走得近了，王妃这……我给你跟老张头在马车里准备了东西，对你们很有好处。再说了，我怎么舍得我的华善一直赶车呀？每隔1个时辰，你就来换华善。可抱好了啊！主子说了，要是瓶子摔碎了，将这些小可爱摔掉出来，你们2个啊，得一个一个给它捡回去。张子时和魏泽对视了一眼，同时发出了尖锐的报名声。快上车，还赶路呢。对了啊，主子还说了，不许闭眼睛，不许装死，不然要你们好看。看着面前的密林，见过王爷，见过王妃。怎么样了？进去探查的人回来了吗？回王爷，已经回来了，但是脚印到后来跟丢了，并没有找到他们的具体地点。据抓住的人交代，他们每次都是有一个带路的，而且祭祀的时间就在3日后。一直没有说话的米峰看着面前的密林，皱了皱眉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你来过这里？吴城阁里有一张地图，上面记载着这片密林在几百年前曾是前朝的皇陵，所以属下想啊，这部落和祭祀会不会跟前朝有关啊？这确实是前朝的皇陵，至于这部落是不是前朝留下的人，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本王查到了，荣王和贝太傅跟这些人有密切的来往，
那聂宁的身份也不简单。就那个不男不女的家伙，还能真是前朝的遗孤不成？哎，别说，这还真没准儿。不然为什么天天藏着个脸，就连声音都不一样？主子，您说这里不会有那个吧？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还是你聪明啊！不，主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随口乱说的。可贝寻看都没有看米峰一眼，就开始用神识搜寻着附近的鬼差。怎么这么多啊？什么这么多？鬼差啊？我本以为就几个呢，这1、2、3，数不清，但20几个总是有的。27个。你能看见？看不太清，只是轮廓而已。不知道为什么，在咱们大婚之后，我好像能看到一点你说的那些了。他的神魂不完整，那日领主的神力将他的神魂重新召回了一丝，但也只是一丝而已。大师兄，你是说神魂？神魂不是修炼者才有的吗？他一个普通人哪来的神魂啊？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寻儿居然真的看书了。叶白也是一阵无语，没想到贝寻说看书，他还真去看了。虽说书上讲神魂的地方就在前几页，但这也能证明他真的认真看了。就是神魂，多余的大师兄不能说，但是你们这一趟对他有好处，必要的时候寻儿你可以帮帮他。怎么帮？大师兄，你倒是说话呀！我要怎么帮他啊？怎么说话就说一半啊？真是的。说说吧，这里面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多鬼差在这里？那个回小祖宗，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等着拘魂。拘魂？拘什么魂？需要这么多鬼差？拘李家的魂。李家？李家是谁家？前朝皇室，姓李。很好，我要去玩玩，让他们都该干嘛干嘛去吧。你在这儿给我带路，顺便说说这哪有好玩的。我听说他们这几天有个祭祀。小祖宗，最左边这条路呀是通往李氏皇陵的，中间这条是李氏后人居住的地方，最右边这条我们也不知道，那片密林里面有禁制，我们进不去。咱们先去哪儿啊？寻儿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反正最后肯定是都要去的。还是王爷等我，那就先去有禁制的密林看看吧。这里就是那个有禁制的地方，看着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呀。米峰看着前面竹子搭成的小院子，伸手摸了摸那竹门，手刚摸到的时候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给弹开了。寻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啊，除了风声和那几个货说话的声音，没再听到别的声音了。真的没有吗？可是我好像听到了，说的什么听不真切，好像是从那个竹屋里传出来的。真的没有？那个小祖宗，这里面好像关着不知道谁的一部分神魂，这禁制就是为了封印那神魂的。他好像知道什么了。按照大师兄说的话，这里面关着的应该就是凤千诀的神魂，可是他为什么会有神魂？本王的脸上可是有什么东西？凤千诀，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你要老实回答我。你问。那个，你是你自己吗？我是说灵魂。我应该是我自己吧。那你有时会不会有什么奇怪的感觉啊？总能看到一些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画面，算不算？什么画面啊？小祖宗，里面的神魂有反应了，仿佛试图冲破禁制。我在这里这么长时间，每天都会来一趟，但这种情况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你们几个都让开，禁制破了，我们进去。你们是什么人啊？居然敢擅闯我族禁地！长老，什么是大惊小怪的？禁制没了。这怎么可能？
老祖宗明明说过，这禁制是绝对不可能有人破除的。你再说我不是人，你才不是人呢。这几个人，一个都不能留。你说不留就不留啊？啊，我怎么越看越觉得你们穿的那么奇怪呢？他们穿的好像是校服。主子，您跟王爷进去看热闹吧，这3个人交给我们就好。你别在这儿碍手碍脚的，跟我们一起进去，省得一会儿打起来，一不小心再给你踹飞了，我还得去捡你呢。你们不能进去，那里面是我们祖先世代供奉的神灵，你们绝不可以进去打扰。我新婚之夜去刺杀的就是你们吧？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绝对不能让你们进去，不然神灵将不会再保佑我们。神灵那么忙，哪有那么多时间管你们的闲事儿啊？这里面怕不是你们的老祖宗干了什么缺德事儿，禁锢了谁的神魂吧？所以你们确定这样的神魂会保佑你们？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知道神魂？我们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神魂的正主来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们里面禁锢的神魂就是我男人的。这怎么可能？那神灵不是在万年前就已经消散了吗？米峰的武功毕竟高过几个人，很快就将3人制住，绑在树上等着被寻出来。一边等一边听着领头的人不停絮絮叨叨地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话。房子里的桌子上摆着一个黑色的盒子。让我来。盒子突然就安静下来，十分的温顺。被寻全身一震，这感觉怎么会如此熟悉？凤千诀刚接过盒子，上面的盖子瞬间崩裂，一道银色光芒冲着他的眉心就飞了进去。本尊终于回来了，这次本尊绝不会再放开你的手。此时的凤千诀脑海中十分的混乱，许多画面不停地交织出现，一幕幕一张张，这些画面让他既熟悉又陌生。他究竟是谁？为什么这些画面里会有寻儿？为什么他会感到那么难过？是，他想起来了，想起了他是谁，想起了寻儿是谁，一切的一切他都想起来了。此时他只想将怀中的女子融入骨血，再不分开。我在这里，好了，没事了。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不放手的话，我就要被你勒死了。老张头，给他把个脉，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哎呀，哎，这脉怎么了？快说啊，不然送你出去喂虫子啊！哎，说，马上就说。王爷的脉好像多了一条，虽然我能感觉到，但是不能准确的找到，他似乎会自己动。不过目前看来，问题不大。多了一条脉，魏寻突然觉得自己似乎在哪里见到过，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地府中，但凡寻儿看到神魂内液的时候，多往下看几行，这会儿也不至于站那儿发呆。他现在已经找到自己一半的神魂了，想必已经恢复了记忆。这样会不会对寻儿有危险呢？不会，当年他能为寻儿做到那种地步，所以在他有完全的把握之前，是绝对不会让寻儿再次陷入危险之中的。真不敢想象啊，如果有一天寻儿想起了一切，以他的脾气，会不会将天给捅个窟窿啊？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寻儿，别再离开我。如果再有一次，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寻儿，你就是我的命。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没有。寻儿别乱想，我只是找回了一些记忆而已。等以后你就会知道。又是以后？你们一个个的，绝对是有事情瞒着我。看，前面啊，就是前朝李氏的皇陵了。就这，前朝皇陵这么寒酸？小祖宗，您别看他的大门小，
但里面可是很大的。这整个密林的地下几乎有1/3都是皇陵。这里面有什么好玩的吗？如果有很多源源不断的魂魄算好玩的话，那里面可好玩了。如果小祖宗指的是金银财宝，那就没有了。这李氏皇陵啊，是我做鬼差以来见过最穷的皇陵。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好玩的，这个部落倒是有一个七彩的球，手掌大，甚是好看，是他们世代供奉的神物，每7年大祭的时候就会拿出来，而今年正好是第7年。那个球我要了。您那是要球吗？您那是要命啊！为什么这皇陵会有这么多的魂魄？李氏都没了几百年了，魂魄不是早就应该去地府了吗？这李氏后裔啊，不知道从哪一代认识了一个部族的人，然后将那部族收于麾下，说若有一日李氏复国，就封他们为国师。那部族别的本事没有，召唤东西倒是个好手，什么飞鸟、虫子，甚至是灵魂都可以。这不，再过2日啊，他们又该祭祀召唤魂魄了。这些魂魄被召唤出来之后，就会出去吸收有福之人的气运，再将这些气运放在李氏后人的身上。大人发现之后，就让我们守在这里，说绝不能让那些魂魄去扰了这人间的秩序。他们居然会吸取气运，看来这李氏一族留不得了。魏巡转过头，见凤千诀的视线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看向前方，而是实时的、精准的落在那鬼差的身上。不仅这样，竟然还能听到鬼差的话。凤千诀，你是。从那竹屋出来之后，我就能看见，也能听见了，也知道薰儿的灵魂不寻常。这些等回去后，我再慢慢解释给你听，好不好？薰儿不必如此看着我，我还是我，对薰儿的心从来都不曾变过。一个银色的光球瞬间在手中升起，在被寻震惊的目光下，冲着李氏那平平无奇的小坟包袭去，将整个坟包都包裹在其中。这样，那些魂魄应该就出不来了吧？出不来了，多谢啊。小祖宗，祭祀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前开始了。走吧，去看看。那个王爷，你学不会，天生的。你啊，修炼这种事儿，这辈子就别想了。你一个肉体凡胎，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王爷不也是肉体凡胎吗？就是主子偏心，教王爷不教我们。明明在成婚之前，王爷也是不会的，这突然就会了，肯定是主子教的。还什么天生的，骗人！本王的灵魂和薰儿一样，只不过修的不是一种道而已。如果你真的想学，不如这样吧，你死一下，让薰儿的师兄帮你投个灵胎或者魔胎、妖胎，这样你就可以修炼了。我死一下？王爷说的对，如果你特别想学的话，真的可以考虑死一下。你从小就是做杀手的，我估计在地府待个几百年就差不多够了。到时候我让大师兄给你开个后门，投胎去其他界。您大师兄是？阎王啊，地府的阎王。魏巡这是第一次跟别人说起自己的身份，不是一开始不愿意说，而是怕他们不相信，把自己当成精神病，也是怕吓坏了他们。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他们对自己身上的事情也知道的差不多了。再说了，这里都是忠心之人，也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了。那主子，您是？那是我们地府的小祖宗，就连阎王大人都不敢惹的小祖宗。我呀，阎王是我师兄，我自然是他的师妹了。啊，凤千诀，你是怎么知道我有个师兄的？还知道我师兄是谁的？薰儿，快看，前面的祭祀已经开始了，有魂魄企图冲出本王的禁制。啊？就这几个人蹦蹦跳跳就能招魂，然后你们就等在这儿拘他们？就这样，还有很多漏网之鱼呢。这些被招回来的魂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成精了似的，一点都不好拘。李氏皇族在位的时候，身上是有一些功德的，
之所以在几百年前改朝换代，是因为妖女横行，所以这李氏的后代身上有一些妖族气息，用她的血召唤出来的魂魄自然会强大一些。妖女？妖界来的？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因为这个空间有个缺口，所以你大师兄才能将你送到这里来。这是真的。无尘阁里有一本讲述李氏皇族的野记，上面写着李氏皇族当年灭族是因为一个妖女变成了人，迷惑了当时的太子。太子在妖女的迷惑下弑父篡位，行暴政，百姓苦不堪言，慢慢失了民心，才有了现在南宫一族。记载的虽然有些夸大，但是也差不多吧。当年那妖女产下一子，最后在被天道诛灭的时候，拼尽全力将她藏了起来。所以现在的李氏后人应该也有那妖女的一丝血脉。小祖宗，就是那个，那就是我说的那个好玩的球。那七彩球突然颤动，仿佛感受到了什么一样，突然腾空而起。不好了，这神物好像不受控制了，快来人，去将族长请出来。既然来了，就出来吧。都已经去了我族禁地，拿了我族世代供奉的神魂，就不要再躲躲藏藏了。在备询出现的一瞬间，那高台上本来已经安静下来的七彩球又开始颤抖起来，甚至隐隐的有着要飞过来的样子。那族长一伸手，一把将那彩球抓到手中。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你们祖先世世代代供奉的神魂居然不知道是谁的？如今人家正主在这站着，你们不仅不来叩拜，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要是让你们那什么老祖宗知道，估计那棺材本啊按都按不住了，非得半夜起来抽死你们这群不孝子孙不可。你这个黄毛丫头在胡说些什么？那神魂的本体早就已经消散了，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这儿。我们的先祖用了特殊的办法，才将这部分神魂引来此处，世代供奉，以保佑我族平安。岂是你们说拿走就拿走的？识相的就赶紧将神魂交出来，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要不是你们先祖用邪术压制了本尊一部分受损的神魂，本尊早就冲破禁制跟寻儿团聚了。保佑你们，本尊不宰了你们就不错了。别说，这部落还真是有点真本事，居然能招天雷。挑宠小气而已，妖族的后代多多少少都会一些。天雷助我，天雷助我，请天雷劈死那小小之辈，还我族神魂。是你啊，这么快又见面了，有没有想我啊？你这什么狗屁部落，是让老子来送死的吗？请天雷劈死那小小之辈，还我族神魂。请天雷劈死那小小之辈，还我族神魂。请天雷劈死那小小之辈，还我族神魂。劈不劈啊？不劈就滚。您可是答应我们先祖会保佑我丧尸一族的，难道您要食言吗？我他妈忽悠个屁呀！老子是答应你们先祖忽悠你们，可没准备为了忽悠你们将自己老命给搭上。违背诺言是要遭天谴的，纵使您是天雷，也一样逃不过天道的惩罚。我他妈的，你他娘的！喂，反正待着也是待着，要不咱来一下？我觉得我最近有长进了呢，咱们练练手。谁他妈想跟你练手啊？你就是个小恶魔！最终天雷下定决心，一道紫色天雷骤然亮起，竟然在乌云中不停地劈了起来。他在跟那部族强行切断联系。哼，算他是失误。我的修为啊1/3没有了，你这该死的部落！等老子自罚之后，看老子不劈死你们这一群王八蛋！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啊！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人？什么人？是你们得罪不起的人。停下来了，那漂亮的球还在那什么狗屁族长手里呢。别急，那球本身就是你的。
而且天雷也并没有结束，他是在蓄力。几息之后，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碗口粗的天雷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但却很好地避开了被寻的周围。那丧事的族长被劈得直冒烟，手中的七色球找准机会瞬间脱手而出，冲着被寻就飞了过来。在被寻接住他的一瞬间，七色的光芒再次亮起，似有破空之势。凤千诀伸出手，在那圆球上轻轻地点了一下。现在还不是时候，稍安勿躁。那圆球似乎是听懂了一般，乖乖地躺在被寻的手中，不停地翻滚，好像在表达着自己的喜悦之情。他去哪儿？劈几下就出完气了？不应该啊，他是个挺记仇的东西啊。如果本王猜的没错，他应该是去劈李氏皇陵去了。走走走，去看看。我还没见过炸祖坟呢。当初我想炸贝家的祖坟，将他们都杀光，让他们受到报应。但是大师兄不让，说这样我会遭反噬，所以这心愿一直都没了。没成想，在这儿看见了。哎，又不是炸贝家的祖坟，你这么高兴干什么？无所谓，只要炸的是祖坟就行。反正李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从前就算了，可这些年他们的后代坏事做尽，竟然还能做出让魂魄夺人气运的事儿。祖坟劈100遍都不够。再说了，就那贝家的祖坟，就算我不去炸，那贝太傅那个做法，早晚的事儿啊。贝家老祖宗表示：对，早点炸了吧，炸了我好去投胎。没过多久，整个李氏皇陵面目全非，就连陪葬品都飞出来了。而李氏被召唤出来的魂魄，因为凤千诀下了禁止的原因，不能出来，直接被劈得魂飞魄散。被寻本以为这就结束了，可没成想，李氏皇陵的上方突然飞出来一个妖魂。没错，就是妖魂，是那个让李氏皇陵覆灭的女妖。哎，不是说女妖被天道诛灭了吗？原来竟然逃走躲在这里，李氏皇陵还是有一丝功德的。这才能让这女妖几百年都不曾被发现啊！还有，长得还挺漂亮的，怪不得能迷得那李氏太子为了她将整个江山都葬送了。你个女娃娃懂什么？我跟李谦是真心相爱的，他救过我，我怎么会恩将仇报呢？你不是恩将仇报是什么？你明知道自己是妖，长期下去会影响他的心智，将心中的恶念无限放大，却还要留在他身边。他走上弑君弑父这条路，完全都是因为你，所以寻儿并没有说错。我只是想永远的留在他身边而已，为什么你们全都不让？我是妖族又怎么了？难道妖族就不能有心爱的人了吗？这天道本来就不公，为什么就不能成全我们呢？如果你真的爱他，为什么不去雪山之巅的幽潭洗去一身妖骨，这样还有几率化为凡人跟他在一起？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啊？又想要一身的妖力，还想要人间的爱情，你想的倒是挺美。你说的倒是简单，雪山之巅的幽潭，那是一般族类能够去的地方吗？别说是妖族了，就连万年前那神族的女子跳下去都万劫不复，这种几率简直就是送死。说起来，那神族女子也是个傻的，我要是她呀，当年就跟魔尊走了，什么三界生灵与我何干？可惜了，堂堂神灵之女，最后竟然落得个魂飞魄散的下场。再想到风千诀刚才的样子，似乎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可灵魂深处就好像有什么东西镇压着一样，又是这种憋闷的感觉。被寻不死心，定定地看着凤千诀的眼睛，向他求证。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凤千诀的灵魂到底是什么，但能看到鬼差，还知道大师兄，抬手间就能画出禁制，肯定不一般。刚才倒是没有发现，你这个女娃娃
好像有些不一样啊，就连你身边的男人的气息都有些熟悉，到底是什么呢？让他说下去。就连天雷和米风几人也是一动不动。突然，怎么会这样？原来幽檀真的可以，到底还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呀！我到底是谁？是谁重要吗？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都在身边，这就够了，又何必执着从前呢？我终是不如你，确实是我胆小又自私，不想受那幽檀之苦，所以才会自食恶果。也不知等我死后还会不会遇到他，应该不会了吧。我应该是魂飞魄散的。不管怎么样，我都该谢谢你。如果不是您当初的抉择，三界早已，我还哪能有幸遇见他？只见女妖站起来，深吸一口气，双手突然抬起，一道黑色漩涡在她的身后慢慢形成。那黑色漩涡竟然还有着某种红色的古老印记。本妖王以全身血脉向各界生灵祈祷，愿灵女和魔尊万事修好，永远同心。愿他们不再受天命之困，再度分离。愿他们情系万物，天地共鸣。本妖王命妖族众生，若有一日灵女遭难，就算倾尽全族之力，也要护佑灵女平安。不知为什么，此时看着面前的女妖，他甚至能有一种感同身受。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醒后心中有愧，帮助李氏后人夺人气运，想让他原谅我，是我不对。如今知道自己大错特错，想留个善念，而且算了，不说也罢，你终会知道的。如果他是你的执念，我送你去找他，可好？不必了，我害他全族如此下场，想必他不会再愿意见到我了。我是妖王，以妖灵祭苍生，不会再入轮回。我跟他再也见不到了。什么天道，什么天命，总要有一对可以在一起。只希望我这微末的妖魂能够帮上一些。虽然我不知道野史上记载的是不是真的，但是我想应该让你知道，当年的太子李清继位之后，在得知自己的皇后是妖族，儿子是妖族血脉，被天道追杀消失后，将朝政交于心腹大臣出宫四下寻找。因李氏皇族有一丝功德光，所以李清很快便恢复了神智。清醒后的李清来到李氏皇陵，将皇后的凤袍，也就是你的凤袍，葬入皇陵，然后他自己也躺了进去，再也没有出来。你是说他是神智清醒之后才？是，野史上是这么记载的，就在你消失1年后。1年？那时候我被天道重伤，肉体消失，只剩下魂魄躲藏在这皇陵，毫无意识，直到几十年前才醒来。原来他一直跟我在一起。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让我知道他并没有因为我是妖族就放弃我。我送你去找他。不，你现在还是人，这么做是会遭天谴的。
况且以你现在的修为，根本就抢不过天道。你这个老头儿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儿啊？给我一魂一魄怎么了？我将他的魂魄养好，再送他去投胎，又不影响你什么，怎么那么小气啊？1万年了，他是第2个敢跟自己抢魂魄的。没错，北巡是第2个，第1个是他娘。天道一想起来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当年他娘堂堂神界领主，愣是拼尽全力强行将自己的女儿的残魂送到地府。这还不算，最后还将被压在神山下受罚的魔尊的魂魄也抽出了一部分出来，送到了人间，让自己无可奈何。最可恨的是，这夫妻2人还嫌不解气，用一丝神力将3界给毁得体无完肤，导致3界整整休整了几千年。现在可好，他的女儿居然跟他娘一个德行，也跟自己抢魂魄。天道这一走神儿不要紧，还真就让贝巡将一魂一魄给抢了去。风千决见天道要发怒，一道银色光芒冲天而起，朝着无尽的天空逆行而上。看见没有，这就是你们俩的宝贝女儿、宝贝女婿。你们2个什么德行，他们2个就什么德行，简直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天道老头肩膀上站着的2只鸟儿突然飞到他的脑袋上，不停地啄着他的头发。老头气得一把将他们抓在手里，口中不停地说着造孽，然后转身消失不见了。小祖宗，装这里能养魂魄。等我回去让大师兄给你升官，让你多管几个鬼差。哎，不，小的就是个朽木，小祖宗您不必硬雕，我这样就挺好，挺好的。开玩笑，这要是让大人知道他帮小祖宗干这事儿，别说升官了，他这活儿能保住就不错了。天雷出完气儿，见这会儿也没自己什么事儿了，飘散开去，并在心中不停地祈祷，以后可别再见着这个小祖宗了。敢跟天道抢魂魄的人，他可是一点都不想得罪。南宫童，本王倒是小看你了，没想到你居然是李氏后裔。南宫童，荣王，所以你跟安王那个废物不同，他抢皇位是单纯的想当皇帝，而你是为了复兴李氏皇族。就这破玩意儿也好意思说是易容啊？你好歹也是一个王爷，怎么就不能多花点银子用点好东西呢？这样吧，如果你下次要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就来找我买易容丹好了，保证便宜实惠，好用不贵。如果你能少买点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也不能缺银子缺成这样啊。比如说前段时间刚买的装药的小柜子。不买，丹药往哪儿放啊？你以前都放哪儿了？怎么现在就突然没地方放了？你放个丹药而已，那架子不能放，你非得花那么多银子买个花花绿绿的琉璃小柜子放在床头啊？还说什么这样就能天天一睁眼就看到你的宝贝丹药了？你要是真这么喜欢那些丹药，你串成串挂脖子上多好啊，一低头就能看见。张子时见贝巡看向自己的眼神，生怕他一张嘴就让自己的银子又减半，一声不吭。李氏后裔，本王该怎么对你才好呢？你不能杀我，当年本就是他们南宫家夺了我们李氏一族的皇位，难不成你现在还想赶尽杀绝吗？如果你能帮我们李氏复国，我保证只要我李氏皇族再为一天，就绝对会保你凤家荣华富贵。我们王爷现在啊，本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王，如今皇上对王爷尊敬有加，太后更是对王爷视如己出，还用得着帮你李氏复国才能保荣华富贵？这大概是我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我永墨古国下一任女帝，我夫君的荣华富贵还用得着你呀？如果他愿意，可以去当永墨古国的皇帝，我反正是没有什么意见啊。本来我也不想当什么女帝的。风千却挑眉，你倒是没有意见，估计你外祖母有意见。怪不得贝承平的死果然是你们做的，我还纳闷呢，贝承平一个芝麻大小的官儿，怎么就能得罪到永墨古国？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杀了我吧。杀了你？
那倒不至于。凤千爵决定留男共同一命。虽说早已经不知道过了几代，但他身上毕竟还有那一丝妖王的血脉。妖王不惜用妖灵为自己和玄儿祈福，这情他领。只是在凤千爵正想怎么办的时候，让他浑浑噩噩过一生吧，总比没了性命要好。他身上有你的血脉，血脉一旦激发，虽然不能变成妖，但心性会大变。我是谁？你们是谁？我这是在哪儿？荣王在外出打猎的过程中，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脑袋受到重创，失去了记忆。送回荣王府去吧。可是，荣王的身上和脑袋上并没有伤痕，这样，怕是骗不过京都里的那群老家伙呀。你这个人怎么不懂变通呢？就你这样的脑子，也不知道怎么能在王爷身边一待就是这么多年，还没有被嫌弃的。本王嫌弃，但本王没说。这样不就得了吗？真是的。老张头，去给他包扎一下，可别让人死了。这样也行啊？哎呀，这有什么不行的？记得送回去的时候给他换件衣服，别让人看出来他是被踹的就行。哎，老张头啊，你怎么还在这瞪眼睛呢？还不赶紧去？马车上，薰儿，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你这么看着本王，本王害怕。说吧，神魂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你好像还自称是本尊。你的法力是银色的，所以银色的是什么族？薰儿，大师兄，我在逼问犯人呢，你有什么事情啊？薰儿，灵力的基本法则，你可真是一点都不看。灵力的基本法则，这跟我问凤千诀有什么关系？薰儿，灵力的基本法则第9页第2行，神族灵力为金色，魔族银色，妖族则是黑色。灵力越强，光芒越耀眼，反之则是暗淡无光。所以薰儿啊，这本书你都没看超过9页。我看了。神识的基础知识，第5页第1行，只有神灵、魔尊、妖王这一修为等级才会有神魂。所以薰儿，你是不是只看前3页？谁说的？我3本书一起看的，加起来好几页呢。叶白在神识中叹息了一声之后退出了神识，他想静一静，他怕被气死。凤千诀看贝寻气鼓鼓的样子，原来寻儿还是那么不爱看书，不然当初也不能跑出来跟自己相识。他的寻儿从来都没有变。你笑什么笑啊？不许笑！贝寻伸出手，不停地揉搓着凤千诀那邪魅的俊脸，一边揉还一边在心里不停地感叹：哎，这手感还真是好啊！还有这长相，自己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薰儿不爱看书，回去以后本王陪你看可好？你能听见？能。所以薰儿，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吗？知道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嘛，一想到魔尊这2个字啊，心里就憋闷。那薰儿就想些别的，想想回去之后怎么看那贝梦香的笑话。有八卦，说来听听。咱们出来之前盯着荣王府的暗卫说，看见贝梦香私会男子，而且好像还有了身孕。此时京都的太傅府。你说什么？祖父，我有身孕了。说，这孩子是谁的？你可千万别告诉我是荣王的，这种话就算你说出去都没人会信。祖父，我这可是为了咱们太傅府好啊！不管我这孩子是谁的，只要荣王认定是他的就行。我这身孕刚满1个月，王爷现在不在府中，等王爷回来，我设计让他进我房里过1夜。若是个男孩，将来那个位置就是这个孩子的。祖父不想为爹报仇吗？那贝寻现在可是摄政王妃，只要小皇上1日在位，
咱们就永远不可能给爹报仇。孙女可是知道，那被寻的外祖母就是永墨古国的人，要说爹的死跟他们二人一点关系没有，你信吗？所以祖父，你一定要帮帮我。他怎么可能不想为儿子报仇啊？他3个儿子，只有大儿子贝成平跟自己像，也最有出息，从小就跟着自己在书房看书练字，一点都不像另外2个儿子，成天除了玩就是玩。你先回去吧，等荣王回府后，我会过去帮你的。这些日子你自己也要小心，千万不能让荣王府中的人看出蹊跷，不然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你。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做美梦准备拉进房间的王爷已经是个傻子了，就只有3岁的智商。魏巡看着越来越近的城门，突然激动了起来，也不知道贝梦香在知道荣王傻了以后是个什么样子。荣王已经被送回去了吗？大概今晚荣王府的侍卫就能在城门附近发现他，将他带回去了。晚上本王带你夜探荣王府。嘿嘿，主子，带属下一个可好？属下可有用了，还能给您放风。哼，主子就带他一个吧，他为了看热闹，晚饭没吃就等在这儿了，就怕把他落下。虽然我也想去，但是我不会武功，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但是，蜜蜂，你回来以后能不能给我讲讲？毕竟我也挺好奇的。去吧去吧，一起去，让蜜蜂拎着你。但你得把嘴给我闭严实了，别到时候你嚎一嗓子将人给引来，谁都看不成。知道，我一定将嘴给封起来，保证一声都不吭。那个我自己会飞。本王不累，本王就喜欢抱着你。蜜蜂，你能不能也像王爷抱小祖宗那样，或者背着我也行。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能不能别每次都拎后脖颈子呀？其实拎着也挺舒服的啊，挺舒服的。华善和魏泽在后面看着2个人，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们2个要笑的话，能不能小点声？我不要脸的吗？很快，几个人就到了贝梦香的房顶上。荣王府现在的护卫和太医都在荣王的院子里，这里倒是没什么人。你来干什么？我不是说让你没事别再来找我了吗？这是荣王府管家的儿子，是京都出了名的混子，长得真难看，连我家王爷的一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上。多谢王妃夸奖，本王就是长得再好看，也只是王妃一人的。我这不是想你了吗？就来看看你。我跟你的交易已经结束了，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你这女人啊，当真是狠心呐！想当初在床上的时候，可不是这么一副冷冰冰的样子。你胡说什么？别看了，不会有人来这儿的。荣王受伤了，此时王府上上下下的人都去了王爷的院子，没有人会想起你这个不受宠的侧妃，更不会有人来。怎么样？要不要？你放开我！让我放开你？你确定吗？我已经有身孕了，你不能再碰我了，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你说的是真的？等那荣王死后，我的儿子就能接下这荣王府。我和我爹在这荣王府当了一辈子的下人，这下终于可以翻身做主人了。香儿，你可真厉害！你呀，还是在床上的时候比较可爱。别脏了眼睛，咱们去荣王的房顶上看看。荣王的院中，哟呵，这几个男人哭得挺惨啊。米峰见其中一个男子一直拉着荣王的手，不停地低声地哭着。
主子，要不咱们还是回去看贝梦香吧。这属下实在有些恶心想吐了。我保证，我是个正常的男人。谁管你正不正常？不过，你要是不正常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一下米峰。虽然他不能跟王爷比，但也算是还不错，你们可以试试。华山，你闭嘴，我不想听。我好惨啊！你活该。也不知道这群太医还在看什么。荣王已经傻了，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哎，不应该啊，他这会儿不应该疼得死去活来的吗？怎么还能出门？米峰去安王府放火的时候，我不是给了他一颗丹药，让他放在火里吗？他这会儿的骨头呀，应该脆弱的一碰就断，所以我就好奇，他怎么可能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府里疼得嗷嗷叫？王妃身边的人都乃是神人也。但要整起人来，不死也得要你半条命。他暗下决心，就算是以后得罪王爷，也不能得罪王妃。毕竟要是得罪了王爷，最多也就是几十军棍，可要是得罪了王妃，王爷的军棍逃不掉不说，还得被这几个人折腾。太可怕了，王妃太可怕了。明明那么绝美的脸，为什么灵魂这么可怕？许太医，去看一下荣王。回安王，荣王如今的模样，应该是因为头部遭到撞击引起的。那可还能治好？许太医，你一定要尽力，他可是本王的四弟。老臣不敢保证，只能跟众位太医一同商量，看看开些药，让荣王养上一养，过段时间再看看有没有好转。那就劳烦许太医了，你就暂且留在这里，跟众位太医商议一下吧。本王身子不适，就先回安王府了。我是谁？我在哪儿？你们都是谁？给我出去！出去！母妃，你在哪儿？童儿好想你。母妃，这里好可怕。南宫童的母妃是先帝的柔嫔，已经离世许多年。他如今的记忆应该停留在幼时，在宫中跟着柔嫔的时候。只见荣王冲着安王猛扑了过去。你带我去找我母妃好不好？我就觉得你眼熟，你带我去好不好？你们是死人吗？还不赶紧将他拉开！你们先送安王回府吧，我们王爷现在这个样子，怕是不能好好招待。他俩是不是有一腿？嘿，王妃慧眼，他俩呀，确实是从小就有一腿。其实这个贴身侍卫才是荣王的最爱。荣王呀，怕有一日东窗事发，连累那侍卫，所以才找了其他男子。现在那屋里哭咧咧的呀，没一个是荣王放在心上的，就只是，满足需要而已。就你话多，也不怕污了王妃的耳朵。以后要是再说这些废话，小心本王叫张神医把你的嘴给缝上。哎呀，这差事是越来越不好干了。就在备询几人以为今天也就到此为止的时候，去将侧妃找来，照顾王爷。这是侍卫想了很久之后的结果。王爷这样用不了几天肯定就会传出去，如果自己一直在身边照顾，必然会落人口舌，对王爷的名声有所影响。虽然太医已经给王爷判了死刑，但他依旧坚信王爷有一天一定会好起来的。呀，又有好戏看了，咱们快回贝墨香的院子。等备询几人回到贝墨香房顶的时候，屋内的两人正好结束。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别再来找我了。你还真是狠心啊！刚才明明还求我不要走的，怎么这会儿穿上了衣服就不认人了？你想死我不拦着，但是别拉着我。你以为要是让王爷知道这件事情，咱们俩谁能活？你说那个断袖王爷呀？
你担心的事儿不会发生的。现在就算是咱们在他面前做，他也只会认为咱们在打架。你这话什么意思？你那好王爷已经变成傻子了，智商只有3岁。你以为他还能懂这床地之事？怎么，吓傻了？这不正合你的意吗？以后这王府就是咱们儿子的了。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这种事儿我骗你干什么？王爷出去狩猎，从马上摔下来了。我之前特意偷偷的去主院看了一下，我爹说治不好了，就连宫里的太医都没办法。你说呀，这是不是老天爷都在帮我们呀？这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这是怎么了？高兴疯了？我不信，这不可能！我不信老天爷会这么对我。我是要做皇后的，我的儿子将来是要做皇上的。你在说什么呀？究竟是怎么了？你懂什么？王爷要是傻了，我就完蛋了。什么完蛋了？你，我，咱们俩都会完蛋。你以为我如今有了身孕就万事大吉了吗？王爷自进府之后，就从来都没有进过我的屋子，更没有碰过我。这件事情整个荣王府都知道，管事嬷嬷那里也有存档。我本想着等王爷回来之后设计让他进我的房间，现在你告诉我王爷傻了，他傻了，那我这身孕要怎么解释？我忙的时候就去花天酒地，根本就不知道荣王压根就没有进过这个侧妃的房间。当初他也是一时鬼迷了心窍，被他稍微一勾搭，就跟他成了好事。爹，你们两个真是好日子过够了，要死啊！爹，你救救我！对了，有了，让这女人将腹中的孩子偷偷打掉就行，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再也不回来找她了。爹，求求您了，您就帮我这一次吧，我以后肯定听您的话，好好的在花房做工，再也不出去惹事儿了。你有身孕了？是这孽障的？是。多久了？刚满1个月。以王爷现在的心智，已经不可能行房事了。就算你设计将王爷留在房中也是无用，况且府中暗卫众多，难保不被发现。为今之计，只有2种选择，要么将你腹中的孩子打掉。不，我不能将这个孩子打掉。就算王爷做不到那个位置，好歹也是王爷。这个孩子是我在这荣王府立足的根本。如果王爷好不了了，就算是个女儿，也是王爷唯一的血脉，足够我在这荣王府立足，也不会有人再看轻我。唉，那只有第2种方法了。等太医走后，我会打点好府医，说你腹中的孩子已经2月有余，是进府前跟王爷那一次有的。现在这种情况，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在王爷身上，不会有人特别注意到你这里。你只需要安心养胎，到生产前1个月，让府医用催生的药将这个孩子催下来。但这样一来，你和这孩子的生死便不能保证。所以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要不要用命搏富贵？我愿意。滚出去，以后不许再来。主子，这孩子他命里无子。晚上回到摄政王府，雪儿在想什么？没想什么，就是觉得那个孩子挺可惜的。雪儿以后一定是个好母亲。别，
我知道的，我有分寸。在解了那天命之前，不会破了寻儿的身。第二日，你们来蹭早饭的吧？坐下一起。正好，我跟华山也刚吃。老张头，记得给主子和王爷配点丹药啊，不然我怕他俩吃不消。配什么的丹药配丹药啊？身子都没破，用哪门子的丹药啊？那个主子，别气别气，这有病就要治嘛，有老张头在，什么病治不好啊？主子要是不好说，一会儿我去找王爷，咱们也不能讳疾忌医，不是吗？不是他不行，是我俩不行。啊，没事没事，您不行，老张头应该也能看。您可千万别有心理负担啊，得保持心情。老张头，你不是我俩身体不行，是还不到时候，不然会造成不好的后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王爷还真是挺厉害的。一阵嗷嗷声传来，华善抬手无言。这米凤真的是没有一顿揍是白挨的。唉，外祖父和外祖母已经走了3个多月了，也不知道怎么样。老国公和老夫人已经进入永默谷国1个月了，这会儿没什么消息传来，想来是无事，不必担忧。寻儿要是无聊，不如看看书可好。你怎么跟大师兄一样啊？他每隔几日就要来考一考我，然后还怪我把他气得要死。他堂堂一个阎王，哪就那么容易被我气死啊？整得我好像是个罪人一样。明日是初7，今晚子时，本王跟你一起回去可好？你可以去地府啊？可以。最近本王的神识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虽然不能每次都陪寻儿回去，但偶尔1、2次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心情好，要回去看书了，你晚上早点回房哦。还有这种福利？他要求真的不高，不求华善亲他一口，只要给自己一个好脸就行。不过他也算是有进步了，这不，今天送给华善的簪子就没有被他丢掉，甚至还瞪了自己一眼呢。就是没出息的样子，真想给你一闷棍。我知道你们是羡慕的，不要不承认。此时，你去过地府吗？没有，不过丢不了。寻儿放心吧。你怎么比我还快？难不成有捷径？寻儿，多读书吧，多读几页，你也能这么快。又见面了，好久不见。你们2个认识啊？两人谁都不知道怎么说，最后还是崔珏过来解的围。寻儿，有个小鬼差求我来找你，说锅漏了，怕被大人责罚，让我偷偷来将你带过去，想想办法。啊，就是上次你藏剪刀，偷偷给你放风的那个小鬼差。哎，对，就是那个脑袋上有根呆毛那个，咱们赶紧过去，不然一会儿让你大师兄发现了，那小鬼差该受罚了，怪可怜的。哼，我知道你这次来是来干什么的。走吧，我带你过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谢意。几万年的兄弟了，还用说这些？再说了，领主将我养大，照顾寻儿，是我的责任。就算没有你，我也会护他周全。只是没想到，最后你们2个居然会认识，还走到了这一步，只能说天意弄人。崔珏怕是还在怪我吧？他呀，你别放在心上，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别别扭扭的。当初要不是他拼死将寻儿最后一丝魂魄从幽潭中带回来，等我到的时候估计就来不及了。不过他从来都没有怪过你，从寻儿跳下幽潭那一刻，他就已经明白了，感情这种事强求不来。这几千年来，他是真心的将寻儿当成妹妹，
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这地府不是你的吗？怎么还有地方给藏起来了？哼，这地府不是我的，是那小祖宗的。他这性子都是从前让你给惯的，天不怕地不怕。这几千年来，地府里哪有个洞都让他知道的清清楚楚。我跟翠娟2个人还霍霍的，是躲没地儿躲，藏没地儿藏。现在好了，这个作精啊，终于物归原主了，我们也轻松轻松。7拐8拐之后，叶白推开面前的门，凤千觉得呼吸在那一刻几乎快要停滞。当年他为了我断了神翅，你不是也为了他踏破天门，神魂俱灭吗？虽然被领主救了，但你至今还有一部分的神魂被压在神山下日日受罚，想来每时每刻都很痛苦吧？其实我很好奇，万年了，你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叶白从看到凤千诀的时候就知道，自从他找回了一半神魂恢复记忆之后，另外一半神魂就会有所感应，所以神山下的神魂遭受的神罚，凤千诀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神魂受神罚，他连想都不敢想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痛。就这样，他在贝寻面前也没有露出过半分破绽。寻儿跳下幽潭的那一刻，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千里传音，让我等他。万年来，这是我唯一坚持下去的理由。你，我们都会想办法将你另一半神魂救出来。在此之前，你也只能暂且先忍忍。无妨，只要他还在，什么都没关系。金翅当年也是受了重创，这几千年来一直被我放在这里养着。就在前段时间，已经有了些许反应。等他彻底被养好的时候，也就是寻儿恢复记忆的时候，到时候你一定要拦着他一些。如果他知道当年天界答应放过你，结果最后却趁你重伤将你的神魂压在神山下受罚，就他那脾气，还不得将天给捅个窟窿？你们在没有完全的把握之前，不要轻举妄动，好好在人间待着。这一世也算是给你们的补偿。等你们这一世的寿命结束后，自会重新回到3界，到时候咱们再从长计议，万万不要心急。至于你们的天命，这几千年来，我跟崔珏也查了不少资料，虽然有些眉目，但还不确定，等回头再说吧。你们2人……两人一边往外走一边说话，刚出门口就听见一阵惊呼声从头顶炸响。凤千诀眼疾手快地将那一抹红色身影接过，抱在怀中。你就只接这小祖宗，都不知道扶我一把吗？抱歉。无妨，原谅你了。你们2个怎么会从上面掉下来？就这小祖宗去修锅，锅越修越漏不说，最后还好奇那漏锅底下是什么地方，然后身子越探越往前，越探越往前，脚一滑，我想抓他没抓住，最后啊就跟着他一起从上边掉下来了，没想到竟然掉到了这里。你赶紧带他离开这儿，以后你俩就在上面好好过你们的小日子，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就别回来了。大师兄，你这是嫌弃我了？你大师兄哪敢嫌弃你呀？他是怕你再回来几次，将这地府给炸了。雪儿，时间差不多到了，咱们就回去吧。你不是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吗？我教你，我再带你去看看别的地方。这里其实还有很多隐藏的位面，咱们不在地府折腾，给你大师兄留点面子，好不好？听见凤千诀的话，魏巡也没有心思理论，拉着凤千诀转身就走。走之前还冲着叶白2个人做了一个大大的鬼脸。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都是他惯的。万年前他就是这样，给这小祖宗惯的无法无天，什么都敢干。
只要徐二说要去哪儿，想干什么，不管好的坏的，这家伙连个不字都没有。当年徐二被领主罚禁闭，随口说了一句想看看妖界的妖花长什么样子，结果这货将整个妖界的妖花都给摘了。妖花可是妖界修炼的根本，他这一摘，让当时的妖王直接元气大伤。要不是打不过这货，妖王都恨不得拆他的骨头喝他的血。当年这3界除了那几个老家伙，谁看见他不绕着走？他现在啊，比以前更过分。惯着吧，反正受罪的也不是我。哎，他们2个这几千年不容易啊。寻儿还好，咱们都宠着，但他却是在神山下受了万年神法，如今重新跟寻儿在一起，难免会小心翼翼顺着的。哎，就这样吧，咱俩有空担心这些，还不如想想怎么解了寻儿的天命，将那家伙的另一半神魂从深山下边救回来。唉，哪有那么容易啊？你要带我去哪玩啊？等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我保证你肯定会喜欢。到了。你带我来看黑洞？这是哪里啊？好漂亮啊！这里是你给我的。魏巡看着天上的星星，有种熟悉的感觉，那不是自己的灵魂之力吗？恍惚间，女子脑海中闪过一个画面。你这里为什么都没有星星啊？我给你变一个吧，可好看了。寻儿，你说什么？啊？我说什么了？我刚才脑袋中好像出现了一些画面，那画面里跟这里特别像。想不起来就别想了。寻儿喜不喜欢这里啊？以后每月初7我都带你来，好不好？那银河的另一边是什么地方啊？这里是魔界的入口，银河的另一边是魔界。魔界？那不就是你的地盘了吗？不回去看看？不了，现在还不是时候回去。寻儿，等咱们过完这一世之后，你想去哪儿，我都陪你。人间的一世好像还挺快的，可是我舍不得华山米峰，还有那烦人的老张头。如果他们愿意，等他们过完这一世，我帮他们重塑灵魂。我大师兄能同意吗？会的，你大师兄会同意的。你们都已经决定了，才想起我，真虚伪。两人一直睡到中午才起。主子，这都日上3竿了，好歹节制一些。哼，主子，3日后是侯府的老夫人80大寿，今早给您递了帖子。属下还听说，这老夫人也是想借着80大寿，给自己最疼的小孙子相看相看。到时候邻家姐妹也会去，所以主子要不要去凑凑热闹？去，反正待着也是待着。侯府的小孙子多大了？18，上个月刚过完生辰。哦，对了，还有10日就是主子您的16岁生辰了，属下给您准备了一份大礼，保证您喜欢。我也准备了。王爷，是不是在为王妃的生辰礼物发愁啊？要不要属下去问问华山，看王妃平日里喜欢些什么，咱们呀也好做准备啊。你要是想找华山就去，别总拿本王当借口。寻儿的生辰礼，本王已经想好送什么了。明日本王要出门2日，你们好好看护王妃，别让人欺负了去。还有，让你挑几个保护王妃的女暗卫，你挑好了吗？王妃被人欺负，王妃不欺负别人就行了。王爷放心，属下绝对不会让王妃有一丝损伤，不然啊，您回来了剥了属下的皮啊。女暗卫也挑好了，等王爷您跟王妃说好，属下就将人送过去，不然王妃不点头，属下可不敢。不管是王妃还是华山，发起火来都很可怕。你没事的时候去水榭找王妃说吧，别说本王没给你机会。
属下没事儿，现在就去，马上去。王妃的事情啊，永远排在第一，永远顶顶重要。天命嘛，本魔尊早晚有一天要冲上九霄，将那什么狗屁天命轮盘给摔碎。不过既然现在还不能去，那就收点利息吧。华山，这侯府有什么八卦吗？说来听听，反正还得有一会儿才能到。晋安侯府的老夫人一共一子一女，女儿跟夫君上任去了其他地方，目前不在京都。儿子娶的媳妇儿是户部尚书的嫡女，也就是太傅府贝承平姨娘金陵的嫡妾金薇。那就是说，今日要相看的侯府小孙子是金陵嫡姐的儿子？不是，那金薇自进侯府以来只生了一个女孩，如今19，还没有嫁人。侯府大老爷除了正室以外，还有一个妾室，是侯府老夫人族里的人。要相看的就是这妾室的儿子。据说这妾室的儿子从小被养在侯府老夫人身边，受尽宠爱，无法无天。在外面不是调戏女子，就是霸占良田。只不过都被那老夫人给了银子，将事情抹平了。不过高门大户多少都知道他什么样子，所以没有人愿意将自家女儿嫁给他。这才让侯府老夫人着急的想要相看。这就到了晋安侯府的门口。摄政王妃到。老身见过摄政王妃，今日王妃能来，实在是我们晋安侯府的荣幸。薇儿，好好的招待王妃，莫要怠慢了。妾身带您进去。刚才兵部尚书的夫人问起您，这不您就来了。今日人多，想必夫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就不必特意陪着我了，找个引路的就行。就在这时，魏巡突然感觉到有一道视线，自从他进来就开始一直盯着自己，让自己想忽略都忽略不掉的那种。主子，那就是方才属下说的金薇的女儿夏宁，年方19，爱慕王爷。爱慕王爷？是，据说在王爷15岁那年回京都的时候，他在街上远远的见过一面，然后一门心思的爱慕王爷，以至于现在都还没有出嫁，便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他跟凤千爵之间的事情，虽然所有人都瞒着自己，但是他有感觉，他们二人之间怕不是只有这一世这么简单，所以他并不担心凤千爵会看上其他的女子。薰儿，你是不知道，我们店铺最近的生意可是好得不得了，多亏了你。如果照这样下去，再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将借你的银子还清了。用不着还，我又不缺那点儿。如果你们过意不去，那就全当以后你们大婚的时候，我给你们随的礼好了。薰儿，你是不是也听说今天这大寿是想给那夏天华相看？那个混子，京都的正经女子就没有一个想要嫁给他的。来之前，我爹娘已经拎过我俩的耳朵说过了，让我们两个少出风头，可千万别被人家给看上。欢颜就好命了，这几天染了风寒，压根就没有过来，也算是逃过了一劫。王爷上次还说好像有谁家的公子不错，脾气性格倒是跟你我两个合适。这不来之前还让我问问夫人和你们两个，如果可以的话，过几天找个时间咱们可以相看相看。娘，您听见没有？薰儿说王爷要给我俩保媒了，所以您别再担心我们两个嫁不出去，将来赖在家里了。多谢摄政王和王妃想着我这两个捣乱的女儿，这两个孩子呀，着实让我很头疼。夫人不必谢，我跟然儿还有若儿本就是密友，他们的终身大事自然会记在心上，这件事就交给我和王爷就好，定会给他俩找个好人家。说完，还不经意地看向坐在上方的侯府老夫人，别以为他没有看见，那侯府老夫人看了半天，落在这俩双胞胎身上的眼神最多，
明摆着就是想在二人之间挑一个出来当自己的孙媳妇儿。兵部尚书的女儿，果然很抢手啊。尚书夫人又怎么会感受不到呢？所以她是真心的感激贝寻。刚才她在这里坐着想了无数种可能，想着怎么拒绝才不会将人给得罪了。呀，侧妃您这肚子得有6、7个月了吧？出门可得注意些。已经7个月了，平日里我也是很小心的，基本不出门。但侯府的夫人是我娘的嫡姐，我娘最近身子不好，就让我来替她将礼送过来。金薇自小就看不上她那淑妹，这边梦香也不是什么好物件，跟她那个娘一样，一肚子心眼儿。但如今人家嫁给了荣王，自己也只能陪着笑脸。侧妃这怀相啊，一看就是个男孩，侧妃有福气呀。哼，压我娘一头又怎么样？我嫁给了荣王，你女儿都19了，还在家里待着呢。寻儿，你看她那得意的样子，真是要气死人了。你看她还时不时的看你，那不是炫耀是什么？哼，真想过去吹爆她的狗头。她那肚子实际上也就将6个月。我听说荣王傻的时候正好是半年前，智商只有几岁的话，那贝梦香怎么会有身孕呢？除非……确实跟你们想的一样。主子，这就是夏天华，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这摄政王妃还真是个有趣的人，让自己这2个女儿多跟王妃在一起待的也好，省得一天到晚不省心。见过祖母母亲啊，寿宴已经备好，父亲来让孙儿请各位移步花亭。还请各位夫人小姐移步。轩儿，那孙子为什么总回头看你啊？可能是那孙子看上咱们王妃了吧。不过据属下看，那孙子现在还未必知道王妃的身份，只是看王妃容貌绝色起了歹心。我看他这是想死想疯了。这要是让王爷那个护妻狂魔知道，还不得将他一顿好揍。王爷不会的，他们出门办事去了，还没回来，所以揍人的事情可能得本王妃亲自来了。这种事情怎么好劳烦主子，交给属下就行。如果他真的对主子起了歹心，属下保证将他揍得身上连1块好肉都没有。王妃今日就跟臣妇坐在一起可好？这样也好有个照应，你也能跟这2个皮猴好好说话。天色渐暗，主子，时辰也差不多了，咱们一会儿先走吧。我跟尚书夫人说一声，咱们就走。嫡姐，别，皇上可是下了圣旨的，未出嫁之前我是镇国公府的小小姐，如今是摄政王妃，跟太傅府没有半点关系。侧妃可别叫错了，落入皇上耳中，再治你个藐视皇权。王妃说的是妾身唐突了。今日找王妃，是因为在来之前，我娘特意让我见到了您的话，跟您说一声，说从前夫人有东西落在了太傅府，让您有空去取一趟。他娘有没有东西落在太傅府，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就算是有，也被水榭那一把火给烧得干干净净了。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别在这拐弯抹角的，本王妃可没那么多时间浪费在你身上。况且有那时间，你还是好好给你腹中的孩子多积点福气吧。就在贝寻想走的时候，向旁边侍女的方向倒去，本以为贝寻离他近，定会本能地扶他一把，可是并没有，伸出手狠狠地向贝寻抓去。侧妃，您没事吧？怎么好好的就摔倒了呢？可能是今天有些累了，一时有些头晕，还好王妃扶了我一把。本王妃可没那么好心，
是你自己抓的本王妃，还将本王妃的手给抓破了。王妃啊，您怎么能这样呢？就算您再看不上侧妃，也不能见死不救啊！侧妃还怀有身孕呢。她摔跤是本王妃推的？不是。她怀的是本王妃的孩子？也不是。那王妃也该发发好心，看在侧妃有孕的份上扶她一把，万一将人摔着了呢？毕竟这可能是荣王唯一的子嗣了。哼，好心，这种东西本王妃从来都没有。更何况侧妃也是，头晕嘛，不好好坐着，还到处溜达，哪都不倒，正好往旁边婢女的位置上倒。本王妃倒不知，一个人晕倒的瞬间还能长后眼，算准位置，实在是佩服佩服。刚才我就在旁边，看见那婢女已经将侧妃扶住，侧妃还故意伸手抓王妃，这才将王妃的手抓破了。从始至终，王妃从来都没有碰侧妃一下。没错，我也看见了，就是这样的。不过我在前面还看见侧妃在晕倒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在抓到王妃的时候嘴角还翘起来，似乎在笑呢。侧妃身子不适，你们这些人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呐？都是官眷，怎么一点善心都没有？既然你这么有善心的话，华山传话出去，这位王妃，这位是礼部侍郎的夫人。他想起了什么，突然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针对自己。他的女儿裴颖不就是因为自己在去年的赏雪宴上揭穿了他未婚先孕，然后被送去了庄子上，直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吗？传话出去，礼部侍郎的夫人人美心善，富有同情心，所以决定从明日开始，在城门口施粥和包子，全城的穷苦百姓和乞讨者均可去领，一日3餐1顿不少，为期1月。明日王爷回来就会将此事上报给皇上。当然了，起因是什么呢？我也会如实说的。王妃，臣妇不是那个意思。原来夫人嫌少啊，倒是本王妃考虑不周了。夫人大意，本王妃佩服。那就为期3月吧，本王妃替那些吃不上饭的百姓多谢夫人了。听见贝寻的话，那胖夫人直接就晕了过去。喂，等她醒了别忘了提醒她明早不失啊，本王妃可是会派人去检查的。这下完了，夫人这下可是完蛋了，得罪了摄政王妃不说，还要施粥和包子3个月，1天3顿，这下府中肯定是连饭都要吃不上了，不知道老爷知道会不会打死了夫人。皇妃不必强人所难吧，不是3月还是包子，这不是要让礼部侍郎府上倾家荡产吗？倾家荡产？这么严重？本王妃看着那夫人养得白白胖胖的，定是有些家底，不然也不会有那么丰盈的体态。你看看那穷苦人家的，有哪一个像她一样，走起路来那肚子都能抽成嘴巴子了。她低头弯腰的话，还能看见鞋面吗？裙摆都够呛。至于倾家荡产，不然本王妃让王爷禀了皇上，查查那礼部侍郎的家产吧，可别真的让人家府上活不起了。那倒也不用，是妾身多虑了。王妃，您的手伤了，跟臣女去一旁的屋子，让府医给您看看吧。这白嫩的手，万一留疤就不好了。演得可真好。还是让臣妇陪王妃去吧。娘，这里还有人要招待呢，女儿去就行。臣妇跟王妃一起去。雪儿，哪伤着了？他刚进城就收到消息说王妃在靖安侯府受了伤，天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样的心情，也不知道贝木香的指甲里面有什么。刚才贝寻的手只是有些许的红，但这会儿已经开始肿了起来，甚至开始隐隐流血。见过摄政王。
是你将本王的王妃抓伤的。妾身不是故意抓王妃的，是刚才头晕，不小心的。是不是不小心？一会儿就知道了。魏泽，将人带进来。王爷，人在这儿呢。属下过去的时候呀，这人就在不远处一个拐角的房间里，面色潮红，衣衫不整，似乎是提前服用了某种药物。夏宁，你不是答应将王妃带过来吗？都多久了，怎么还没过来？这怎么这么多人？你这逆子，我打死你！哎呀，别打，快出手！他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了，说两句就行。况且王妃这不是没事儿吗？摄政王，今日是老夫80大寿，就给老夫的面子，放过他吧。老夫这就让他给王妃道歉，疼死我了！祖母，疼死我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如果再不说实话的话，你这东西可就未必能保住了。我说，是我见王妃容貌绝色，我竟起了色心，然后让夏宁串通荣王侧妃，借着抓伤手臂的理由，将他带去旁边的房间。那药也是我让夏宁给侧妃的。魏梦香指甲里的药是什么？是助兴。王爷啊，是小儿一时贪慕王妃，色迷了心窍，这才酿成大祸。可老臣就这一个儿子呀，还请王爷和王妃留小儿一命。老臣保证以后严加看管，绝不会再发生此类事情。荣王侧妃这件事，本王暂且记着。等你生产完，本王会亲自去取你狗命。但是王爷今晚应该是要先去收点利息，祝你好运。夏宁，此女心思恶劣，将来不管嫁入谁家都是个祸害。送去城外30里的尼姑庵剃发修行。至于夏天华，既然你管不住自己，那本王就替你好好管一管。魏泽，将人拉出去废了，别在这里脏了王妃的眼睛。王爷，您不能这么对臣女啊！臣女如今已经19岁都没有嫁人，就是因为心悦王爷。就算不能嫁给王爷做正妃，做个侧妃，哪怕是妾室都行。您不能让臣女绞了头发去做姑子呀！一个女子，心思居然如何恶毒？你的心悦，让本王觉得恶心。还有，本王早就说过，此生仅寻儿一人，断不会有什么侧妃妾室。所以在座的不管是谁，有想将女儿送进摄政王府的，最好都给本王歇了这种心思，不然夏宁就是他们的下场。华儿，我的华儿啊！没关系，我还有生育能力，还可以再生一个。这个儿子废了，还可以有下一个。金薇听着门外的动静，心里也真是舒服极了。这些年因为老夫人偏疼这个孙子，和那妾室明里暗里的给自己不少欺受，这下好了，他们唯一的指望没了，真是大快人心。至于自己的女儿夏宁，又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去尼姑庵，过几年想个办法接回来就是了。到时候自己给她找个普通人家，也能过得挺好。王妃，这件事不管怎么样，都是小女的不对。臣妇带您去让府医看一下手吧，毕竟侧妃的指甲里是带了药的，如果不及时清理出去，
怕是对王妃的身体有所影响啊。魏梦香听着金薇的话，低头盘算，还有3个月，这个孩子就得出生了。以摄政王说到做到的性格，不行，等回去之后一定要找祖父和管家想想办法，自己绝对不能就这么死了。王妃呢？我叫王妃呢。哎，魏泽，你在这儿，快带我去找王妃。王爷派人传话回来，说王妃受伤了。我这紧赶慢赶的，这才赶过来，快点带我进去看看。我的小祖宗哎，快给我看看，伤着哪儿了啊？你说你好好的来参加个寿宴，怎么还能受伤呢？以后你去哪儿，还是带着我吧，有个磕碰呀，也好及时处理。这京都里的庸医，我可不放心他们。哪儿伤着了？严不严重？疼不疼？赶紧给我看看呀！那给你看吧。这伤口里有毒，不过不是致命的，而是助兴的。那人这会儿挺惨的吧？王爷已经下令将人给废了。哎呀，说话就说话，别乱看啊！我这不是怕你不明白吗？您有没有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就是比如说全身燥热，或者想……没有，本王妃什么感觉都没有，就只是伤口疼而已。贝勋红着脸危险地看向张子时，大有一副你再敢乱说话就扣你银子的架势。这时侯府的老夫人悠悠转醒，快，你快跟我出去，给我孙子治治啊！您那宝贝孙子我可看不了，但这辈子呀肯定是子嗣无望了。哎呀，谁让他管不住自己的东西呢？真是活该。您还是找府医来看看吧。我是说给你看看，早点医治的话，说不定还有半个身子能动。求王爷，让神医给我母亲看看吧。他，哼，本王没治他一个包庇之罪，已经很给你们靖安侯府面子了。你母亲将你儿子惯得胆大包天，居然敢对本王的王妃下手，可见在外面也不是个省事儿的。神医医治肯定是不可能的了，看在老侯爷的面子上，本王也不予追究他，就看他的造化吧。今日就散了吧。对了，有跟礼部侍郎交好的人家，别忘了去提醒一声。明日本王会亲自去检查布施的情况，要是全都是清汤寡水，包子没馅儿，可别怪本王翻脸。一出花厅，我伤的是手又不是脚，自己能走。不行，伤的手也是伤。真没事儿，毒已经被我压下去了，只是一些皮外伤而已。皮外伤也不行。好吧好吧，你说了算，你说不行就不行，好了吧，别生气了。我没有生你的气，我只是怪我自己没有保护好你。不怪你，当时是离得太近了，谁知道他会那么不要脸的伸手抓我呀。明日是鬼市开张的日子，本王带你去看看可好？那个主子，张家的那些东西如果能碰上了，我攒的那些丹药可能不够啊。没关系，我不嫌少，有多少算多少，不够的用你每月的银子慢慢还。其实那些东西也不是非要不可。不要啊？那也行，回头买回来我留着自己用，也不知道到时候你张家的祖宗知道会怎么样。哎，我记得当时可是有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跟我说，那些东西要是找不回来，将来就算死了都不好意思埋到祖坟里。你，哎呀，我还不够的，我用银子还，这下行了吧？您可千万别去麻烦我祖宗。瞟了那个笑个不停的女子一眼。你男人受伤了，你就笑吧。哎，我还在马车里呢，你们能不能注意点啊？哎，你别摸了，王爷说的不是皮外伤，跟你那手不是一回事儿。你回去啊，用你那亮闪闪的金光给他修复一下神魂就好了。他神魂只有一半。你说王爷的神魂只有一半，是什么意思啊？
见张子时就跟个去了嘴的葫芦似的，一言不发。张子时，我问你话呢，你哑巴了？张子时此时在心里疯狂地抽自己的大嘴巴子，让你多嘴，让你多嘴，这下好了吧？将炮仗给点了，而且还是冲着自己。雪儿，这件事回去我慢慢跟你说。我没事，真的没事。就算你逼死他，他也没办法。对对对，还是王爷讲道理。这是本王给你准备的生辰礼，本想着在你生辰那日给你的。唉，谁让本王的王妃不高兴了呢？就先给你吧。贝君满脑子都是凤千诀只有一半神魂的事情，兴致缺缺的打开了盒子。他为什么不亮了？融入你的神魂了。薰儿，答应本王一直带着他，这样在你受到伤害的时候，本王会第一个知道。那红色的火焰跟自己的胎记几乎一模一样，里面似乎还有什么在流动。张子时愣愣地看着被寻的手腕，眼中尽是难以置信，看向凤千诀的眼神也充满了佩服。我怎么觉得这手链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呀？那种感觉却好像它原本就是我的，只不过被我不小心弄丢了，现在又找回来了一样。麻烦张神医晚上跟本王出去一趟。行，去哪儿？只要别让我跟这小魔头在一起就行，不然啊，我怕我会成为第二个侯府老太太。你不能祸害1000年。带你们两个去看热闹，你们不是最喜欢看热闹吗？一会儿让米芬和华善都去，这段时间都把寻儿憋坏了。是，这些日子我都快闲得长毛了，不然不能连一个侯府老夫人的寿宴也去参加。气得差点没有吐血3声，用自己去除恶霸，亏他想得出来。他就不信了，凭寻儿那机灵的脑瓜子，能看不出那孙子对他有想法，所以他就是故意的。寻儿还真是人善心美。我可没有，人美心善的明明是那个胖夫人，我可不善良，我是个恶霸。这晚，凤千诀带着几个人去了礼部侍郎的房顶上。呀，打得挺激烈啊！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你非得帮那荣王侧妃干什么？你那嘴怎么那么欠？就算是颖儿从前跟他交好，那又有什么用啊？颖儿受罪的时候，他出来说过一句话吗？去看过他一次吗？那贝梦香啊，跟那贝承平一样，就不是个好东西，一个个的眼睛都要长到头顶上了。我本想再过几年，等这件事淡了之后，将颖儿接回来。你这下倒好，我打死你个没脑子的！你就会拿我出气？我不过就是帮荣王侧妃说了几句话而已，是那摄政王妃小肚鸡肠，出了个馊主意，放咱们府上去布施。我才不去呢，看他能怎么样。你听听你在说什么？好歹也是大门大户出来的，就算是个庶女，我也不曾嫌弃你。可没想到过门还没几年，你就原形毕露了。看看女儿都让你养成什么样子了，还不布施，看她能怎么样？她是谁？她是摄政王妃。就这么说吧，她的话基本就等于摄政王的话，你敢不布施？你脑袋要是不想要了，那是你的事儿，别连累我裴家的九族。你今晚就去厨房跟大家一起包包子，你闯的祸，没理由你呼呼睡着，让全府的人跟着受罪。我也不会呀。不会就学，这3个月你就给我住到厨房里，白天施粥，晚上包包子。要是食材不够，就将你这一身肥肉也给包进去，这样还能省点银子。你还在这儿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给我滚到厨房去！我马上就去，我去包包子。老爷，您这是要去书房吗？去什么书房？去书房啊，不，去厨房。你也跟着一起去，一起包包子。摄政王说了，明日会去看。
这要是少一个人没吃饱，老爷我这侍郎也就不用做了，直接回家种地吧。还不快走啊，在这傻站着干什么？不会干活还不会搬东西吗？开库房，将府里的存粮全都拿过去，不够的明天去买。3个月，真是要了老命了。那臭婆娘，早晚有一天得休了她，一天到晚的净给老子惹事。那胖夫人是个伏地魔，平日在府中对下人也是非打即骂，作威作福。这裴侍郎怕是现在还不知道，他家账面上的银子已经不上几个了吧。明晚去鬼市之前，我一定要再来看看，看看他是怎么第2次被胖揍的。走吧，我的小祖宗，咱们现在就去第2家。不过这次可不是看热闹，本王给你出气去。出气？他那爪子既然挠了薰儿，也就别要了。荣王府贝梦香的房中，管家，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摄政王绝对会说到做到的，我的孩子不能没有母亲，你帮帮我。管家知道了晋安侯府发生的事情之后，也是一阵的无语，一点都不想管他。可一想，他现在怀的可是自己那不孝子的骨肉，将来霸占王府还得靠这女人呢。两人坐在那儿大眼瞪小眼，一时间也想不出办法。不如王妃明日去太傅府走一趟吧，或许贝太傅会有办法也说不定啊。我就是个管家，肯定是没有太傅见多识广呀。他说的对，一个管家怎么能和他祖父比？就算祖父现在被父亲的死冲昏了头脑，但怎么说那也是个太傅。贝梦香刚洗漱完，就听见开门的声音。盼春，我今日累了，就不用伺候了，你去歇着吧，有事我会叫你的。哎，真是可惜了，没跟了个好主子。你来干什么？我告诉你，我现在怀着身孕，你可不能像上次一样踢我了。要是踢出什么事，你可没有办法跟荣王交代。你想让我跟那个傻子交代什么？交代你的腹中的孩子是管家之子的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不知道。哼，当时你跟那管家的儿子在屋里颠鸾倒凤的时候，我们就在你屋顶。不过你放心啊，在你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走了，那太辣眼睛了，王爷怕把王妃给教坏。放心，我们不会多嘴的，反正这孩子跟你啊也是没缘分。哦对了，今日啊我不是来踢你的，是王爷找你说是有事情，还特意带了神医过来。不知王爷来找妾身有什么事情？如果本王将他的食指折断，你能否保他腹中胎儿不死？他腹中的孩子已经只有1口气了，再过不了1个月便会胎死腹中。不过有本神医在，别说王爷您将他食指折断，就算您将他双腿打折，本神医也能保他和他腹中的孩子无恙。拖着他俩1口气撑到生产绝对没有问题。不过这孩子就算能生出来，也绝对不可能活。不，你们不能折断我的食指。北雪，我可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你不能这么对我，你会遭报应的。不会的，弑父弑母掘坟墓才会有报应。你跟我这关系，天道犯不上，跟我过不去。再说了，我最多只能算是个旁观者，见死不救罢了，能有什么事儿啊？王爷，这种事儿就不劳烦您亲自动手了，还是交给属下吧。你给我闪一边去，男女授受不亲，你知道吗？嘿嘿，华善吃醋喽。你想多了，我只是单纯的想给主子出气而已。咔嚓一声，一只手五指筋断。张子时眼疾手快，拿着银针冲着贝梦香就扎，咔嚓又是一声，另一只手依旧没有逃过他应有的命运。哈哈，放心吧，扎你这几针会让你就这样一直清醒到明天早上的。不过你放100个心，就算你疼死了，
也绝对不会对你腹中的孩子有任何影响。其实说起来，你还得感谢我。要是没有本神医的妙手回春，你腹中的孩子再过1个月便会胎死腹中。本神医这也算是延长了他几个月的寿命，虽然无力回天，但也算是给这孩子留一点福报吧。希望他以后投胎的时候可得长点眼睛，这胎是能随便乱投的吗？泰尔将他们的脸一个个全部都记在脑海中，将来若是他有朝一日能够翻身，一定让他们生不如死。看看吧，本王妃这张绝色的脸，你可千万别忘了。不过就算你记住也没什么用，下辈子也不可能跟本王妃一样投个这么好的胎。哼，你的胎岂是那么好投的？母亲是神灵，那是投胎的事情吗？就算你现在这身体，也是你大师兄千挑万选过的，这本该就是你的一世。这具身体里原来残缺的魂魄，也早已被你大师兄补好，重新送去别的位面投胎了。这次你应该感谢腹中的孩子，要不是本王从来不杀幼子，不对怀有身孕的妇人出手，你这会儿恐怕已经是个死人了。现在只是收点利息，你这条命，本王早晚会来取走。侧妃，你这是怎么了？手，我的手，不要声张，悄悄的去找管家，让他带府医过来。外面应该有暗卫吧？没有，王府的暗卫都被调去看着王爷了。你放心去就好，要快。谁呀？是我，盼春。侧妃情况不太好，让奴婢来找您带着府医过去。哎呦，知道了，你先回去照顾侧妃，我马上就带府医过去。哎呀，真是不让人省心啊！堂堂的荣王侧妃不好好当，非得做。要不是看在那腹中的孩子是那逆子的份上，我管你去死啊！不一会儿，就带着府医到了贝梦香的房中。这是怎么了？是摄政王和北巡干的，他们俩来将我的双手食指全部折断了，还带了个神医，不许我晕过去。回管家，虽说侧妃的手全部被斩断，但腹中的孩子却是有了些许生机，说不定可以撑到生产之日。至于侧妃的手，我只能尽力接上，但就算接上，以后也不能再拿重物了。你是说，摄政王将侧妃的手折断，但却保护了腹中的孩子？你是说，摄政王将侧妃的手折断，但却保护了腹中的孩子？是，就是这样。这种手法我从没见过。都说十指连心，如果平时怀有身孕的人被折断食指，只怕早就晕过去，或者胎儿不保了。但侧妃现在非但没晕过去，腹中的孩子都强壮了一些，想必是他们带来的神医保护了这个孩子。摄政王和王妃还真是个好人啊！快给我止疼啊！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再这么等下去，我都觉得自己要死了。我要是死了，这个孩子也活不了了。不会的，您放心就好。虽然我不知道那神医是谁，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就算侧妃您再疼个几天，也不会死，孩子也会没事儿。先给我止疼。那个，老奴的医术虽说跟太医也能比一比，但在那神医面前实在是……老奴只能先给您将手指接上，但止疼或者让您晕过去，老奴做不到啊。没事儿没事儿，这神医的医术真是没得说，都吐血了还能不死，对胎儿也没任何影响，真是绝了。
如果我有幸能见到他，我跪下拜他为师，叫他祖宗都行。哼，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就先将手指给接上吧。侧妃这几天也别出门了，王爷那里你暂时先不用去伺候了，明日一早我自会去说。北巡他们已经知道了我腹中的孩子是谁的，所以此事不能声张。万一将他们惹急了，将事情捅出去，大家就都不用活了。管家心中第10000次骂贝梦香不长脑子，惹谁不行，偏偏惹摄政王那两口子，那两人一看就是个有仇必报的。没看吗？你才抓伤了人家王妃的手，晚上人家摄政王就将你的手指全部都给掰断了。侧妃以后见着摄政王妃，还是绕着点走吧。万一你哪天踩了他一脚，摄政王不得来将你腿给打断呀？多保重吧。侧妃，老奴多句嘴。您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好好保重自己和腹中的胎儿。如果这个孩子能生下来，您也算是后半辈子有个指望。如果生不下来，或者将来这件事被捅了出去，您也得提前给自己找个退路，不是？所以呀，您别再去招惹摄政王妃了，那不是咱们能惹得起的人呢。贝梦香没有说话，咬着下唇，一言不发的任由辅衣给接骨，就好似感受不到疼一般。若被寻看到，一定会知道，这货要作死，他是活不久了。第二日刚吃过早饭，贝寻就拉着风千决去了城门口。要我说呀，还是摄政王妃心善，还想着咱们这群手脚不好，连饭都吃不上的人。可不是嘛，看着粥里这么多米，还有这包子，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虽说是素的，但也很好了，都快能比得上济食堂的啦。我也听说了，这次要连续布施3个月，是王妃亲口说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这么长时间。说什么呢你？肯定能啊！那摄政王和王妃是什么人呢？哎，你们快看，那是不是王爷和王妃啊？见过摄政王爷，见过摄政王妃，多谢王爷和王妃还想着我们。快起来吧，打了饭赶紧回济安堂吧。王妃人美心善，是王妃建立积善学堂不收费，让我们这种贫苦人家的孩子和乞丐也能学知识。你怎么知道是我？虽然您每次来都戴着面纱，但我能认出您的眼睛。您的眼睛可真好看。芝儿，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娘不是让你在一旁等着呢吗？你上哪儿去了？早上明明给你洗干净才出来的，怎么又弄得这么脏啊？这衣服又是怎么回事？怎么都刮坏了？虽说济善堂会按时发衣服，但是咱们能省一点就省一点，知道吗？娘，我不是故意的。早上我看见几个有钱的少爷在欺负二狗子，还让他从胯下钻过去，我才过去帮忙的。唉，这都是命啊。也罢，你们都没事就行。娘，快看，这是摄政王妃。妇女看见被寻裙角的脏污，一看就是自己女儿的脏手印，刚想跪在地上，就被被寻给拖了起来。无妨，只是脏了一点而已，回去洗洗就好了。哪就有那么严重？果然，主子的洁癖是分人的。王妃，你真是个好人呐！你是好人。快带着孩子回去吧，您这孩子聪明，一定要好好培养，说不定啊，将来还能来我身边。我一定听王妃的，好好培养，将来培养好了，就将他送到王妃的身边。臣妇见过王爷、王妃，不知王爷和王妃对这布施可满意？不错，这3个月就按照这样的来就行，本王妃会不定时的来检查。胖夫人听见这话，差点没吐血。
本想头几天好好弄，后面3个月糊弄糊弄就行了，没想到还要不定时检查。是，臣妇知道了，一定每天都按照这个标准。夫人晚上回府，一顿揍是逃不掉了。安王府，启禀王爷，咱们的人已经在永墨古国的边界守了半个月了，怎么也找不到进去的方法。但安卫却在那附近找到一个神医，据说是很多年前从永墨古国出来的神医世家，姓胡。我们快马加鞭，一路将人带过来，现在就在外面候着呢。王爷要不要见见？南宫和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这段时间他都快被这2条腿给折磨疯了。快将人带进来，如果他真能治好本王的双腿，本王绝不会亏待你们。神医，麻烦您了，只要您能治好本王的双腿，您要什么，本王都答应你。我叫胡杰，你的双腿我能治好，但我有一个要求。好，只要您能将本王治好，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我要张子时的命。张子时？张子时是谁？张子时是永墨古国张家的人，是我胡家的死对头。要不是张家，女帝也不能将我胡家全族给灭了，只剩下我一个逃了出来。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南宫恒听见张子时跟永墨古国有关系，有点犹豫。你这腿的骨头一碰就断，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里边就有张子时的功劳。毕竟他最喜欢的就是研究那些没用的东西。那张子时现在在何处啊？你求而不得的神医啊，就是张子时，现在住在摄政王府。我收到消息的时候就想往京都而来，恰巧碰到你们的人，就搭了个顺风车。那神医不是吴成阁的吗？怎么会在摄政王府？那我就不知道了，这是你要去做的事情。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将你的双腿给治好，然后我们一起杀了张子时。那么我们的合作这就达成了。好，本王答应你，等本王的双腿好了，一定想办法将张子时杀了，然后将他的人头送给你。张子时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捣鼓着他那些宝贝丹药。老张头，你在不在啊？主子让咱们过去用晚膳，你赶紧的。哎，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就过去。哎，就不能小点声吗？真是的。来啦，快坐下吃吧，王爷有事，今晚不给我们吃，晚一点会来接我们。啊？接我们？接我们去哪里啊？又揍谁啊？今晚咱们去鬼市。他可太了解贝寻了，他就说呢，怎么好好的叫自己来吃饭，还这么丰盛，原来在这儿等着呢。不管了，先吃，怎么也是亏，能吃回来多少就吃多少。这晚，凤千诀带着贝寻几个人到了一座高高的山上。你怎么会知道这种地方？难不成这鬼市是王爷您的？所以那会儿有人来传话，说主子救了鬼市的主子还没有收报酬，这是真的？是真的。只不过那会儿，本王不知道玄儿就是叶芝，他也不知道本王的身份。哎，不算，老天爷没听见啊，那话可不能算数啊！是我一时嘴贱，我开玩笑的啊，我开玩笑的啊！千万不能当真啊！老天爷，您就当我是个屁，把我给放了就行了。王妃，您可不知道，当时我们王爷让属下以鬼市的身份去找这位副阁主，想求见您的时候，您猜他说什么呀？他说呀，是咱们认错人了，他们阁主是个见死不救的性子，不杀人就不错了，救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私下绝对还说了别的，不然不可能有这么大反应。来，说出来，让我们高兴高兴。我还说，如果这件事儿是真的，就让我这辈子都找不着媳妇儿。
主子，咱就是说，你平时那么小气个人，怎么可能在外面给人家丹药还没有报酬啊？所以这件事儿真不能怪属下呀，实在是您不按常理出牌呀。哼，真是活该呀！你这辈子注定找不到媳妇儿喽。魏泽一脸谄媚地凑到华闪身边，还没开口就收获了一个滚字。哎，我看最后要实在不行的话，咱俩凑合凑合吧，也不一定非要女人不是？哎呀，你就死了心吧，我就是一辈子打光棍，也不可能跟你凑合。你发誓了，我可没发誓啊，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有无限可能。老张头，如果看见你们张家的宝贝了，尽管开口，本阁主还是很大方的，不管多少银子，本阁主都给你出。是啊，现在你出，回去拿丹药抵，不够的还要扣月银。寻儿有看上的吗？本王买来送给寻儿。贝寻刚想说没有，就看见一旁的张子时透过墙上的洞看着下面，身上还在不停的颤抖。老张头，你怎么啦？你是看见你家东西啦？哎呀，我跟你开玩笑的，只要把丹药给我就好了，不会扣你银子的。不是，主子，我看见胡家的人了。胡家人？就是一直追你踪迹、追杀你的人。没想到他居然能追到这儿来，我都藏了这么久，他也能找到，真是冤家路窄。明明我都已经放出那么多障眼法了，哎，可能是命中注定吧。你这没出息的东西，你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你还能怕了他？别说一个，就是一堆一群，一个势力，又能怎样？还是你觉得本阁主没那能耐，保不下你啊？对啊，他怎么忘了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而且还找到了贝寻。贝寻的身影他可是一清二楚，那是永墨古国未来的女帝呀。魏泽，你下去看看有没有张家的东西，有的话就全数买回来。今晚张神医怕是不方便下去了。说吧，老张头，这都是怎么回事啊？这1年多来，我一直都知道你有秘密，但你不想说，我也从来都没有问过。不过你已经认出了外祖母，知道我是谁，所以有些话咱们是不是能好好的展开说说了？毕竟你要是不说，我们怎么保护你啊？我张家是永墨古国世代忠于女帝的神医氏族，可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古国外面的岛上来了一批人，姓胡，在古国里行医济世，慢慢的收了很多的门徒，势力也越来越大。当时谁也没在意，只当是个医学世家。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救人用的是毒。其实原本用毒救人也挺多见的，毕竟以毒攻毒的方法也不少。可慢慢的一切就变了，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不管是谁都会救治，等时间长了，势力大了，渐渐就不管那些普通人，就只针对那些非富即贵的富商和权臣。我们张家老祖宗在一次意外的情况下，发现被他们救治的人时间一长，就会以他们马首是瞻，隐隐有拥他们为王的意思，而且发展的速度极快。那些人的意识都已经开始模糊，就像是傀儡，只听那些人的调遣。我们张家第一时间将这件事告诉了你外祖母，可那时他人并不在古城，等回去的时候，有好多百姓已经中毒。因为事关百姓，军队不敢大肆屠杀，只能等女帝回来。算算时辰，那时候应该正是你母亲出嫁后的那一段时间。你们张家是神医，难道研究不出解药吗？主子，我们是神医没错，但不是神啊。那毒霸道之极，他们一开始还会有所收敛，到后来已经是直接投毒了，人数众多。我们就算是能配出解药，也没那么多现成的药材啊。后来
还是你外祖母回来之后，从王城里拿出了唯一的一颗避毒丹。据说那避毒丹是永墨古国真正的主人留在那里的，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动。那时候我还小，只有几岁，我看见你外祖母亲手将那颗避毒丹放在了每天太阳升起第一缕阳光照的祭台上。说出来啊，你们可能都不信。整个永墨古国那么大，只那一瞬间，空气里全是浓郁的清香之气，扑向所有有阳光的地方，让所有人都恢复了清醒。也就是从那以后，我便立志，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研制出来那避毒丹，那是我这一生的追求。你早说嘛，以后每月的月银给你涨到500两，尽管拿去研究。那哪是什么避毒丹啊，那是你曾经还在神位的时候留下的一滴血啊。每个月给张子时500两让他研究，就是每个月给他5000两，他都不可能研究出来。但是这话他不能说。主子放心，我保证能研究出来。我们张家的老祖宗说了，我是我们这一辈最有悟性的。好，最有悟性的张神医，请你继续说下去。当时胡家的势力实在是太大了，虽然百姓们恢复了神智，不再攻打王城，也不再互相残杀，但身体却好像被一下掏空了，倒下了不少人。女帝和我们张家用了好几年才将这毒完全的清除，而且还要清除胡家的势力。主子，您不知道啊，当年的胡家有多大胆，他们居然在夜里用毒训练死士。古国里有阳光的时间本来就短，他们就让那些死士藏在深山老林里，一直到没有阳光的时候才出来。所以这场战役打得异常艰苦。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有怪过外祖母。每个人的命生来就是有定数的，虽然不是一成不变，但是想要凭自己改命很难。风千觉心里沉甸甸的，凡人改命都尚且不易，更何况玄儿身上的天命呢？那胡家被清剿过后，他们的一个中仆护着他们当时的小主子逃出去了，也就是下面的胡杰。那胡杰啊，比我还大几岁，现在应该30左右，但保养的极好。他们觉得是因为张家看出了他们做下的事，才让他们夺古城的计划失败了。所以在逃出去之前，趁我们在研究丹药救治百姓的时候，带着最后一批死士，将我张家祖宅洗劫一空。你父母呢？我好像从来没听到你提起过他们啊。从我出生起，他们就将我给了老祖宗，两人一起找主人去了。他们可不是在这4国，而是去了永墨古国另一边的一些国家和海岛。一直到我几年前我出来的时候，他们还没回来。那你为什么不在永墨古国待着？出来干什么？终于问到了。我们张家之所以能够在古国的王城有一席之地，并不只是因为医术高超，我这也是在老祖宗离世前才告诉我的，也是老祖宗让我出来的。张家就连老祖宗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只知道几千年前第一个建立张家的人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保护永墨古国的女帝，并且找到她真正的主人。张家祖训永远忠诚于女帝，忠于永墨古国的主人。他说没有主人就没有生灵，没有阳光，是主人牺牲了自己才换来了这一切。老祖宗说建立张家的是个高人，曾经断言在我这一代主人就会出现，所以我和我的父母才会极力寻找和保护。我们张家的人除了能看病以外，还能看见神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能治我的头疼，能看见王爷只有一半神魂的原因。是，只有我们张家的血脉才可以，那胡家的什么玩意儿可不行。那位建立张家的高人还说呀，将来有人会害主人，万年前的事情跟他们也逃不脱干系，但具体是什么事情确实没有只字片语。但就目前来看，说不定跟那胡家的人有什么关系也说不定。万年前吗？他本以为当年之事只是因为天命使然，虽然领主他们几个也有怀疑过，但当年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谁都没有机会去查。看来
里面还有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这千年来，叶白和崔珏看护寻儿，还要管理地府，自然是没有心力。从他找回一半神魂之后，无数次盘复当年的事情，可都找不到蛛丝马迹。但他总觉得后面有一只黑手在无形地推动着一切。是了，就是你想的那样啊。当时我遇见你并不是意外，不，也不能说不是意外。其实我早就见过你，就在京都城外的小村中。那时你跟华山两人深夜从外面回来，我就看出了你有神识，但是我不能直接冲上去找你，怕你们不信，就只能在附近摘草药，看看能不能找个机会套到近乎。谁知道差点被棕熊给吃了。还好啊，一定是我张家的祖宗保佑我，最后呀还让主子您救了我。所以当初你才那么快就将自己卖给我？是，如果再晚几天啊，我怕是连饭都吃不上了。出来找你这几年，我过得也挺艰难。王爷，按您的吩咐，这些应该都是张家的东西。而且啊，刚才属下还发现，下面那个姓胡的似乎也想买，还对这些东西异常的熟悉，甚至还想买走。还是属下拿出了鬼市主子的身份，先下手一步。那姓胡的怎么可能不熟悉呢？就是他们偷走的呀！我张家的宝贝啊，这下可一个都不差了，全回来了。老祖宗还活着的时候呀，派人出来追查，后来发现，因为胡家当时被清剿的厉害，银钱也不剩多少，不够养人，所以啊，就将东西全都给卖了。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也才找回了一半。老祖宗，这下你可以安心了，都找回来了。以后等我死了呀，我也有脸能埋进张家的祖坟了。主子，属下发现那胡杰似乎在找什么珍稀的药材，叫什么紫什么草？紫什么草？紫环草？哎，对，就是这个。我听见他问了，不过一直到他走都没有找到。他一定是跟那个断腿的王爷接触上了。紫环草是唯一能治那傻子腿的药引子。这件事交给本王可好？当然了，如果有热闹，一定带寻儿去看。好呀，不过那胡结记得留给我啊，我还没见过那么厉害的毒呢。毒有什么好看的？臭烘烘的。战乱那年啊，虽然我还小，但是那股气味我至今都忘不掉，直冲天灵盖。主子，是您说的不扣我月银的啊，还每个月给我涨到500两。对，是我说的，但是你得保证别买那些没用的东西，不然500变50。我保证，宝贝都找回来了，也就不用找东西代替了。这些东西够用了，绝对够用了。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主子，您可千万不能让胡杰将那王爷的腿给治好。那胡杰啊，肯定已经知道是我将那王爷的腿给弄成这样的。等那废物王爷好了，第一个就得联合胡杰杀了我。你还挺有自知之明，还知道他们第一个杀的就是你。这件事情解决之前，你就好好待在摄政王府。如果要出门，就让米峰陪你，我也会在你身边安排人保护。3个月后，荣王府。真的要这样吗？可是他还没有足月呀。不能再拖下去了，在外人看来，这几天就该到日子了。你就按我说的，让王爷不小心碰你一下，别出岔子。稳婆是被太傅送来的，是太傅府当年给你接生的老嬷嬷了，不会有事的。当天下午，泽妃，虽说王爷这些日子情绪还算稳定，但您现在有身孕，还是避着点吧，万一冲撞了可怎么好？那侍卫自从荣王傻了以后，就一直陪护在左右，一天都不曾离开。虽然两人之间的感情有些，但王爷这种情况能留下个子嗣，他从心里也是很高兴的，所以对贝梦香自然就有了些许好脸。宫侍卫，我这马上就要到日子了，想来看看王爷，这样我也好安心一些啊。毕竟王爷他……你是谁？是母妃让你来接我的吗？我好想母妃啊，你现在就带我去好不好？哎，你怎么还怀了小宝宝呀？这宝宝是谁的？
王爷，你慢着点儿，别摔着了。妾身怀的自然是王爷的孩子了。明明他已经拦住了王爷，这侧妃怎么还能撞上来呢？我的肚子，我的肚子。我没有碰到他，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不要打我，真的不是我。哎，侧妃这是怎么了？怎么就你们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将侧妃扶回去啊！侧妃怕是要生了，老奴去找府医，正好呀，前几日贝太傅府上送来了接生嬷嬷。公侍卫，您就好好看着王爷就好，那边有老奴，有什么情况保证第一个就来回禀王爷。魏巡是在第二天吃过晚膳的时候知道的消息。你是说贝梦香从昨天早上折腾到现在，那孩子也没生下来？是，现在整个京都都知道是荣王一时失控，将侧妃推倒在地。可是老张头不是说这孩子生不下来吗？难道出了变故？华善，你去将张子时找来。王爷，你今日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这还不是怕你等不及，带你去看热闹吗？本王查到，贝梦香的这胎似乎有些不同。有什么不同的？不就是生个孩子吗？他生不下来的。那孩子虽说我能保他到现在，可他毕竟是心肺有问题，是胎里带的。那女人啊，又整日多思多想，这孩子怎么也不能好，除非胡家插手这件事啊。你都治不了的病，他能治？他治不好，但是却能将这孩子变成活死人，就像当年永墨古国那样，捏住了这个孩子的命脉，就等于捏住了荣王府。现在荣王已经傻了，还是王爷亲自动的手，想必啊，他已经找机会看过了，治不好，这才打上了这个孩子的主意。如果这个孩子只有依靠他才能活，那他不就等于是整个荣王府的恩人了吗？这对于他想做的事情就又多了一个筹码。主子，这几个月我想了很多，我总觉得他杀我是肯定要杀的，但绝对还有别的事情。这件事我会让米峰去查的。现在咱们去一趟荣王府，看看那孩子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如果真的能活命，我指的是正常的好好的活着，那咱们也没必要去跟一个孩子过不去。但如果这孩子命数已定，那我就送他一程，也希望他下次能投个好胎。1个时辰之后，几人在远处的房顶上，听这声音，应该被人强行保胎了。什么意思？保胎还能强行啊？能，用毒，将大人身体里的精血全都用来保这个孩子。不过这样一来，等孩子出生的时候，大人也就完了。主子，要不要？不用，那都是他的命数，他的灵魂早就已经黑透了。如果今日救他一命，将来还指不定有多少人要遭他毒手。他这个人野心太大，虽说现在只是想在荣王府安身立命，但一旦给他个突破口，他绝不会安于现状。没错，魏巡就是永墨古国真正的主人，一个主宰者绝不能圣母，更何况他们将来的路并不好走。哎，老张头，那个穿得跟乌鸦一样的那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胡杰啊？你这就有点欺负人了啊！那么远，我又不像你们有武功和内力那种东西，怎么可能看得清啊？你都能看得清神魂，你现在说你看不清他长什么样子，骗谁呢你？自从上次在鬼市被他知道自己能看见神魂以后，这小子就天天缠着自己要学。后来的1个月，在知道是真的学不会以后，他就开始跟心里不平衡似的，处处跟自己作对。如果你真的想学，倒也不是没办法，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不光是你，包括华山也可以。可是主子，你不是说这是天生的，学不会吗？小点声，反正这会儿也没事儿，跟你们说说也无妨。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心思
但这件事还是要尊重你们自己的选择。你们都知道我的身份，我是阎王的师妹，所以你们如果想一直跟着我，只能重塑灵魂，到时候王爷会帮你们的。塑，怎么塑都行，只要能永远陪着主子就行。但是那个，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塑完之后，我还是人的样子吗？如果你有什么特殊癖好，本王也可以满足你。哎，不，属下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说，只要是人的形状就行，就这一个要求，就这一个。王爷，您什么时候能帮我们塑灵魂啊？等你身死以后。您这不是等于没说吗？要不这几天我准备准备，先死一个，好像也不是不行啊。不管主子去哪儿，我都愿意跟着。你方先死，属下紧随其后。那个，能不能带我一个呀？你们的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呀？我跟王爷不管怎么样，也都会过完这一世，所以你也不用那么急着去死。反正以后不管去哪儿，都带着你们不就行了吗？行，这个行，总之别丢下我就行。其实贝寻心里是疼惜米峰的，华善从小就被他母亲明子婉给捡回来养在身边，张子时也有家人，但米峰则是从小就生活在江湖中，身边没有一个能信任的人，也没有一个亲人，直到遇见了贝寻，才让他有了家的感觉。所以在知道贝寻和王爷甚至张子时都有着别人没有的能力时，他就开始恐慌了，怕自己被丢下，怕他们将来去的地方自己去不了，怕以后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所以这会儿说到这儿，贝寻才准备给米峰吃个定心丸。主子，您快看，贝太傅将那院中的人全都清了出去。那正好，咱们过去看看。这胡家人还真是有些本事，居然能调动邪气。邪气又是什么？邪气就是人的怨念、贪念、执念。他这是想用邪气将这未出生的孩子变成邪灵。邪灵一旦长大，放在三界也是一个很棘手的存在。雪儿又读书了，现在都知道邪灵了，真是太感动了。瞅瞅你那点出息。哎，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儿啊？主子，您这话应该不是在问我吧？不是啊，问你身边那两个呢。回小祖宗，我们俩在这儿等着拘魂呢，那个女人和那个孩子的。可现在这院中却出现了邪气，求小祖宗出手，如果这孩子以邪灵之体出生的话，将来可就不好收拾了。寻儿，用你的神识试着跟贝梦香腹中的孩子沟通一下，本王会护你。我不会。雪儿，你是灵主的女儿，你能感受到天地万物所有的生灵，他们也能感受得到你。换句话说，你是他们的主人。集中精神，将你的神识放出去，好好感受。好吧，我试试看，但是我没做过，要是感受不出来，你们可别说我。让寻儿学习和锻炼真是有些难。你惯的，活该。祖父，你救救我，我不想死，我还想给爹报仇呢。祖父，你一定会救我的，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从祖父带着这个黑衣人进来之后，他心中就隐隐的有不好的感觉，就好像自己要被放弃了一样。贝太傅，你可想好了，这邪气一旦入体，你这孙女的命可就真保不住了。现在停手失了孩子，他还能尚且留一口气。没错，他是要杀了张子时没错，但是家族世代的任务是要除了女帝和永墨古国真正的主人，只有永墨古国真正的主人死了，那位才能复生。从古国里面传来的画像他看过，下一任女帝就是贝寻无疑，所以他在进京都的时候就第一时间了解了贝寻的事情，这才找上了贝太傅。
动手吧，我已经想好了，这件事是我做的决定，不管结果如何，都不会怪先生。祖父，不是我想的那样，对不对？你这么做，我娘知道吗？不管怎么说，我也是荣王侧妃，我娘也是户部尚书的女儿，你不能就让我这么死，我还有价值呢。放心吧，你就算死了也是荣王侧妃，你的孩子不管是谁的，都是荣王府将来的主子。你不是要为你爹报仇吗？现在就是报仇的时候。这位先生会帮你将孩子保下来，将来你的孩子会很了不得，祖父会努力让他坐上那个位置。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溥仪早就已经看出来了，你腹中是个男孩。我不想死，祖父，你救我好不好？先别放弃我，我保证，我绝对会再想办法怀一个孩子的。请先生开始吧，务必保孩子无恙。薰儿，就是现在，我将邪气挡在外面。魏巡听见凤千诀的话，将神识慢慢的靠近贝梦香的肚子。原本全身冰冷、面如死灰的贝梦香，突然感觉到腹部暖暖的。她费力的抬起头，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没有，什么都没有。北雪，是你吗？那个小家伙，你能感觉到我吗？你说话呀。不对，你不会说话，那你怎么才能给我一点反应呢？我是阎王的师妹，现在有人要对你做不好的事情，你能感觉到吗？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可以送你走。其实我要是直接将你送走也可以，可是大师兄说什么那样对你不好，非让我来感受你的意愿。不过你放心，就算是你愿意留在这里当邪灵，我也不会同意的，我就只是来例行个公事而已。你要知道，小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呀。王千珏和叶白听见贝巡在神识中的沟通一头的黑线，两人不禁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们是不是对玄儿的要求太高了？贝巡，是不是你？我好像能够感觉到你。如果是你，你救救我好不好？我保证以后都在荣王府里，我再也不出门，再也不跟你作对了。我信你个鬼！你都快死了，还叫他干什么？是他将你爹害死的，你忘了吗？说起来，其实爹的死，祖父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爹当年将贝巡母女俩送走，难道祖父你不知道？不，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你知道，你甚至默认他的做法，因为你也觉得他们母女俩不能成为你的助力，甚至会给太傅府抹黑。你一边自我安慰，是因为太忙，所以才对你那3个儿子疏于管教，一边不闻不问，自私自利。太傅府如今的光景，都是你害的。你的学识足以教太子，但你的心却极其的自私。还好小皇上才6岁，在摄政王回来之后，就将你给换掉了，不然说不定又要跟你的儿子一样，不是个好东西。贝太傅啊，贝太傅，你说如果京都里的其他人都知道贝承平是你和外面的女人生的，会不会很好玩？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贝太傅。小时候你跟爹都忙，只有我跟娘在府里，你从来都不让人进你的寝室。那时候我特别的好奇你的寝室里有什么。祖父，你记不记得10岁那年的除夕夜，你喝多了，早早的回了房，我半夜睡不着，偷偷的出来溜达，正好到了您的院门口，鬼使神差的，我偷偷的溜了进去。你猜我看见了什么？你抱着一块牌位，哭得毫无形象，可是那并不是祖母的牌位啊。你说我爹有出息了，是工部侍郎了，以后会更好的，将来这太傅府就是他的，还说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的儿子。是又怎么样？当初我跟静儿青梅竹马，要不是他家后来犯了事，她就是太傅府的当家主母。所以当你偷梁换柱，将我爹抱回来养大之后，被祖母发现，就将人给杀了。那是他自己找死。你个臭丫头知道什么呀？他跟静儿同时有孕，可那个孩子是个短命的，生下来没几天就高热不退。我带着那个孩子进宫求太医医治，最终无力回天，这才将你爹给抱了回来，养在身边。没想到他知道后，居然悄悄地找到了静儿住的地方，让人将她给糟蹋了。等我到的时候，这种女人，我怎能留着她？所以在我爹死后，你就彻底的疯了，因为他是你跟你最爱的女人生的孩子。如果换成你另外2个儿子呢？如果是他们俩死了，估计你连个反应都不会有吧。你们都是一样的冷血，就连我也是。就算你知道了又怎么样？反正现在你也要死了，这个秘密没人会知道。这不对呀。先生，怎么了？这邪气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愿意进来，就在院中徘徊。我再试试。小不点儿，你好歹给点反应啊，行不行？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给我点反应，我可就不管你了。你要当邪灵就去当，反正总有办法灭了你，无非就是费点事儿罢了。等你出来，我一个金光打你身上，给你打得魂飞魄散，一点投胎的几率都不给你留。就你这小家伙还想为祸人间，你在想屁吃啊？轩儿，咱就是说……大师兄，说什么？我都说了半天了，他也不给个反应。要不我直接就收了他算了。雪儿，还是再试试吧。就算今日不行，回去也要练习，一直到你练会为止。为什么一定要会？我觉得我就当个文盲，当个混子就挺好的。寻儿，你要是学会能感受万物，就能呼风唤雨。我现在也能，我刮风刮得可好了，想刮谁就刮谁，想往哪刮就往哪刮。你能种花开花，给万物生灵提供生机呀。万物自有定数，用不着我给生机。能。崔哥哥，没话说了吧？或许能找到你爹娘，也能帮凤千诀找回另一半的神魂。雪儿，如果你今日实在不想练习，没关系，以后还会有机会，不着急。至于邪灵，你大师兄会处理。你大师兄堂堂阎王，不会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的，不用担心。
上次说好的，只要一有机会就让他学习了。是谁信誓旦旦的保证，一定要让薰儿的实力回到在神位时的巅峰时期的？虽说他现在不爱学习和懒散和之前被宠有关系，可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部分的神魂受损还没有恢复，在救出幕后黑手之前，必须让薰儿有自保的能力。他说他不想死，可也不想做邪灵，想让我们帮他。准确的讲，不是他说的，他不会说，是我感受到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想表达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我要怎么做？你告诉他，让他不要反抗，你会帮他。我告诉不了，我不会。那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刚才啊，我也不知道，就那样就感受到了。哼，没想到除了我胡家，居然还有这等高人。不知能不能给个面子，出来一见，咱们有话好商量吗？我商量你。风千决也趁机联系神识，狠狠地用神识压制着邪气，让他们不能进屋，也不能出这个院子。胡姐口中念念有词，不停地从身上冒出黑气，跟风千决对抗着。你这个小东西，我会帮你，但你不能反抗我，不然我会生气的。我要是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不信，等你跟我回去，你问问看，整个地府就没有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没有我没霍霍过的魂儿。如果你不听话，等一会儿我把你送下去之后，一定让他们好好的招待招待你。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我好疼，他是不是要出来了？我快不行了，快来人帮帮我！稳婆呢？稳婆在哪儿？终于快成了，一定会成功的。没办法，孩子已经出生，他只能用自己身上原有的邪气去施法，不然就来不及了。可就在他的双手碰到孩子的一瞬间，就像被烫到了一样，迅速地缩了回来。再看那孩子，已经没了气息。放心吧，我会送你去投胎的。下面这一家人不是好东西，咱们不当他家的孩子哈，乖。一会儿我让鬼差将你送去我大师兄那里，你好好跟他笑笑，讨好讨好他，说不定他还能给你开个后门呢。魏梦香躺在床上，感觉到慢慢变凉的身体，不由得悲从中来。他从小就知道祖父不喜欢自己，努力的想要得到祖父的认可。他喜欢风千决，可风千决的眼里都是备询。镇国公府可以为了备询公然的跟太傅府作对，可他的外祖父却总跟他和娘说忍一忍。魏梦香慢慢的闭上了眼睛，他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如果能重来一次，他一定不会活成这样。嘿，终于死了，等大半晌了都。哎呀，闭嘴，别叫了，吵死人了。早就该死了，一直磨叽到现在。本来这一晚上呀，应该聚4个魂的，结果光等你就等半天。赶紧起来，快点走，别让我们动手啊！虽然你是小祖宗那身体同父异母的妹妹啊，但要是认真起来说，你跟那小祖宗还真不是一回事儿。同父异母的妹妹，你们认识备询是不是？就那小祖宗，整个地府谁不认识啊？我要见他，你们让我见见他行不行？我不想死。你不想死啊？那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就算小祖宗当年不也是……哎，跟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哎，赶紧走吧。雪儿，在想什么？在想，在死亡面前，是不是所有人都会感到恐惧？那得看为什么死。如果因为苍生，为了亲人、爱人，就算是知道会消散在这天地间，也不会有所畏惧吧？我累了，想回家了，你抱我。好，本王抱你回家。
你呀你。那个，华山，你累不累啊？什么意思啊？是嫌我身材不好，怕我抱不动，还是其他的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觉得自己被鄙视了，还被嫌弃了呢？不行，等回去以后呀，我得去找张神医，让他好好的给我检查一下，然后再让他告诉华山，我没问题。第二日，魏巡一觉睡到快用午膳才起来。主子，刚才米峰说武王爷回来了，今早刚进京都。武王爷，就南宫川的那个，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了吧？是，自从去年年节以后，这位武王爷就出去游玩了，就连给他封贤王的时候都没有回来。王爷那边应该也得到消息了，而且据说这次武王爷是跟林安叔一起回来的，还带回了一个女子。女子？主子啊，您不用去夜探，3日后贤王会在王府举办宴会，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要向众人介绍她。这女子就是未来的贤王妃。就知道你听到了消息，特意拿来给你。这武王爷还挺着急，今早刚进京，这会儿居然连请帖都准备好了。也不知道那女子长得怎么样，突然有些好奇了。反正没你好看就是了。今日一早，贤王回来后就直接进了宫，请皇上赐婚，估计明日赐婚的圣旨就能下来了。我怎么觉得这女子的身份不一般呢？这是外祖母让人快马送回来的，也是今早才到，你看看就知道了。这下可有意思了，你们两个怎么成天跟吃不饱似的，这还端着碗来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主子当得有多恶毒呢，连饭都不给吃。本王吃过了，还有些事情要处理，你们吃吧。3日后我跟璇儿一起去。刚才一进来就听到主子说有意思，什么事情有意思？是不是贤王带回来那个女子？哎，说起来那个女子我也挺好奇的，其实几日前我就收到消息了，可打探的人说那女子一直戴着面纱，看不见长什么样啊。我外祖母说有墨古国那边有一些事情，暂时回不来，但这段时间却有人找到了古国另一个出口，跑出来了几个人，目前还在追查。如果我猜的不错，贤王带回来的女子应该跟永墨古国有关，就是不知道他们出来要干什么了。这些日子你们都警醒着点，有什么事情及时要告诉我。我不行还有王爷，王爷不行还有我大师兄，将我惹急了，让我大师兄把他们全部收走。哎，老张头，你怎么不吃了？才吃这么点就饱了？没有，我没吃饱，我是想到了一些事儿，然后再纠结是先说还是先吃。吃吧吃吧，反正今日也没事儿，吃完了坐下一边嗑瓜子一边说，这种日子简直是太享受了。吃完饭之后，华山让府中的小丫鬟在外室摆了一桌的瓜果，还有花生瓜子，几人围在桌前就开始聊八卦。如果我跟王爷说我想到王妃身边当跑腿儿，会不会被打死呀？华山，给魏泽拿个果子吧，你看他眼巴巴的站那儿，怪可怜的。赶紧走，我们还要说话呢。王爷那边不忙啊，你到处跑。魏泽接过果子，笑眯眯的将一个镯子快速的塞到华山的手里，转身就跑了，生怕他不要。华山看着几个人调侃的眼神，脸色微红，心里却是暖暖的。一开始他讨厌魏泽，是因为他帮王爷给主子添堵，后来缠着自己，但是缠着缠着好像也就习惯了。看着我干什么？说啊，主子还等着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女子八成是永墨古国邹家的人。邹家大概在700、800年前出过一位女帝，哎呀，别提当时有多嘚瑟了。700、800年前啊，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嘚瑟的？我张家是干什么的？我张家呀是世代守护女帝的，自从有张家开始，
每一任女帝出自何处，有何作为，在位期间有什么大事，都会被记载在张家的古籍里，世代传下去。每一任张家的家主都会牢记，张家这一任的家主就是我。哈哈哈，张家家主啊，麻烦你继续往下说啊。别让我想踹你啊！哎呀，说就说嘛，这么凶干什么？那邹家呀，在700、800年前出了一任女帝，也是在祭坛上出现的画像，不过呀，就只是画像，并不是像主子的图像那样会动。被选中的是邹家最小的女儿，9岁。当时呀，邹家高兴坏了，马不停蹄地将女儿送到了王城。当时那邹家的女儿在王城接受教导的时候，特别的温良谦顺，简直呀就是女帝的模板。可没过几年，女帝离世，邹家的女儿继位后，这一切都慢慢的变了。邹家觉得呀，自己的女儿是女帝还不够，还想将以后的每一任女帝都出自邹家。于是他们的掌家之人在听说古国最西边有一个海岛，里面满是异能者的时候，就带着一个中仆找去了。别说呀，那邹家的运气还真是好，还真让他们在重重迷雾中找到了。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没人知道，只知道那掌家人去的时候已经年过50，回来的时候呀，看上去就只有20几岁。这件事情当时闹得很大，让很多人恐慌。就在这时，突然传来那掌家人离世的消息，这才让这件事慢慢淡了下去。可从掌家人离世后，邹家就开始在私下里大量敛财，到处建陵墓，就连祖坟都迁了好几次。事出反常必有妖，当时有人提出过质疑，但全都被女帝给搪塞过去，说邹家只是想在离世后住得好一些而已，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就这样，5年后，祭坛上再次出现了下一任女帝的画像。女帝在位都这么短吗？不是，恰好相反，自从有了永默古国，几乎每一任女帝的寿命都大概在80、90岁左右，甚至还有近100岁的，算是相当的高龄了。可这邹家下一任女帝出现的时候，现任女帝还不满20。或许永默古国的女帝是天选，但如果德不配位的话，也会被收回去啊。应该是这样，很多人都研究过，但始终也没人能研究出来什么。那祭坛甚是奇特，也不知道是什么打造的，搬不动扛不走，甚至刀剑砍上去都不会留下一点印记。平日看着就是一根黑色羽毛样子的大石头，平平无奇，但在女帝现世的时候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直冲天际，整个古国的人都能看见。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回永默古国，一定会带着你，让你去看看，也会带着你还有魏泽。叔子，您说什么呢？听到好好的故事，提他做什么？人呐，要珍惜当下。我在地府几千年，看过太多的魂魄，因为在人世的种种错过和过错，而不愿走奈何桥，不想喝孟婆汤，只为了再看谁一眼。但是就算是孟婆，也没有后悔药啊。张子时看了出神的华山一眼，有些羡慕，转头看着米峰的眼神意味深长。你看小爷干什么？那是什么眼神啊？我记得你发过誓，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娶上媳妇儿。哎呀，还是人家魏泽有福气哟。没关系，到时候你7老80孤家寡人的时候就来找我，我会陪你聊天解闷的。好了，老张头，你继续讲。对，我讲到哪儿来着了？想起来了，邹家在知道下一任女帝出现的时候，整个邹家都慌了，但谁也不敢去打新任女帝的主意啊。曾经就有不知死活的半路截杀女帝，结果一夜之间，整个家族全部消失，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女帝却安然无恙地到了皇城。邹家的女帝按规矩将人接进宫，不情不愿地教导着，想着怎么能继续做女帝，因为没人想要死，更何况她还不满20。3个月后的一天，在太阳刚升起来的一瞬间，一道天雷
直直地劈在了正在早朝的女帝身上，全身焦黑，就连容貌都看不出来。次日，新任女帝继位后，下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肃清邹家。这时候所有人才发现，几年过去了，邹家所有人似乎都没有变老的迹象，而且一举一动都有些不像人，而像神仙。那时候呀，就有风言风语传出来，说邹家的人是神仙转世，是永墨古国真正的主人啊。当然了，谣言的源头呀，肯定是邹家。邹家也派了个女子出来，说此人啊，就是永墨古国真正的主人。当时闹得特别大，女帝一怒之下呀，将所有人都抓进了天牢。永墨古国的百姓不相信吗？只有特别小的一部分人啊，才相信。你们呀，不要小看古国的人，古国的大部分百姓对女帝和祭坛很是敬畏。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想听得下次。那你怎么就那么断定，贤王带回来的女子就是邹家的人？我闻出来了呀。张家古籍上记载，当年去肃清邹家的时候，那个被传称是古国女帝的女子，全身散发着奇特的香气。然后，今早啊，我突然就特别想吃隔壁街的那个小摊的馄饨，正好碰上贤王府的马车经过，那股香气我形容不上来，但绝对不是正常女子的香粉或者衣物上的熏香一类。你们也知道啊，我是神医，对这种奇怪的气味尤其敏感。但跟小祖宗身上的香气比啊，那可真是差远了，一点都比不上。终于等到了3日后，魏巡和风千绝坐上了去贤王府的马车。赐婚的圣旨昨日已经下了，贤王说这女子是他在游历的时候遇到的，两人日久生情，家中就只剩下他自己，所以就将人给带了回来，求皇上给了正妃的位置，而且保证以后再不纳妾。今日主持女方宴会的是贤王的亲姨母舒太妃，昨日特意求了皇上，跟着圣旨一起来的。华善坐在一旁听着风千绝的话，总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似乎被忽略掉了。贤王府门口，见过摄政王，见过摄政王妃。都起来吧，今日是贤王的宴会，本王只是来陪王妃参加而已，都随意些吧。你随他们去，有事就来找本王，本王就跟他们在前面。万事小心，不必委屈自己。就算你将这贤王府给掀了，都还有本王在。还有那舒太妃，你要多注意些。那位以前还是妃子的时候，就不是个省心的。魏巡看着风千绝突然娇笑起来，这一笑，这摄政王妃也太好看了吧？哎，不对，好看都形容不出这种美。你跟人家摄政王妃学着点儿。哎呀，你呀，赶紧把你那大嘴合上，不是让你学人家笑，你学不会，长得不如人家怎么笑也没用。我是让你学学人家的一举一动，那浑然天成的气质。哎呀，同样都是女子，怎么就差那么多呢？好啦，我知道了，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我不委屈别人就不错了，谁还能委屈得了我呀？王爷，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寻儿，寻儿，等等我们！哎，你们两个还有没有点规矩了？啊，臣妇见过摄政王妃。见过摄政王妃。夫人这是做什么？快起来！咱们之间不必如此。从前我去府上玩，也没见您有那么多规矩啊。这是王妃您心善，不跟他们两个计较。要是换成别人呢，指不定会怎么编排呢。王妃今日要小心一些，来的时候我家老爷特意嘱咐我，让我告诉您，贤王这时候回来还带个女子，怕是来者不善。如今安王残废，荣王又傻了，贤王是唯一还有能力争那个位置的人啊，还有舒太妃，如果能当太后，谁还想当太妃呀？几人走到花厅，见过舒太妃。贝巡跟着尚书夫人一起行礼，但舒太妃怎么敢真的受贝巡这一礼？她是先皇的妃子没错，但论品级，
舒太妃只是从3品，但摄政王妃却是正1品。备询给自己行礼，是按照辈分出于礼数，但要是自己真的瘦了，那传出去就是不知好歹了。要知道，就连当今太后都免了备询的礼。哎呀，王妃这是做什么？快起来！备询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并不是真的想行礼，所以在舒太妃出生的一瞬间就站起来了。王妃坐，快给王妃上茶。所以贤王一旦上位，那舒太妃必定是太后无疑。舒太妃，备询倒是不好奇，让他好奇的是一直站在他身边戴着面纱的红衣女子。而华善在看见这女子的第一眼，就知道他觉得不对劲儿的地方在哪儿了。太像了，实在是太像了。当初王爷也是在宫宴上说此生只娶主子一人，绝不填房纳妾，而主子最喜欢的就是红衣，但他们应该不知道主子就是叶芝才对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落下了什么他没有想起来？这就是昨日下旨赐婚未来的贤王妃周玉。红衣女子朝众人行礼，却并没有说话。备询脑袋里面冒出了100个问号。这是高岭之花？我以前就是这样一副欠揍的样子。不是，主子平时，属下形容不上来，但绝对不是他这样。这人呐，真是学都学不像。不过我倒是好奇，他应该不知道主子是谁呀？为什么会穿红衣戴面纱呢？这点华善不知道，但备询知道。风千觉在成婚的第2天就将老国公给他看的画像的事情跟自家王妃说了。永墨古国中有下一任女帝的画像，戴面纱穿红衣。这件事看样子贤王和这女子也知道，但至于贤王知不知道这是个冒牌货就不清楚了。哀家真是岁数大了，这么一会儿就累了。玉儿，你就陪着众位夫人和小姐去园子里赏赏花吧。你们可是不知道，贤王那小子呀，从小就喜欢鼓捣这些个花花草草，像个女孩子一样。周玉在前面领着众人往外走，其他夫人跟在后面，无一不夸赞她的身姿体态、礼仪教养，还有人时不时的回头看向备询，比较一番。王妃，夫人叫我询儿就好，别走王妃王妃的，太生分了。好，询儿，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娘，我们又不瞎，熟悉询儿的人怎么会看不出来嘛？别看询儿今日一身紫色衣裙，但询儿最喜欢的是红衣，而且这女子一举一动都在模仿询儿，就连走路都是，真是有心机，不要脸。不管怎么模仿，不是就是不是，变也变不成。玄儿骨子里的东西他学不会的，而且他这个样子看着虽然挺像的，但是实际上应该也学了没有多久，只要稍稍用点心思，应该就破防了吧。这是贤王府，你别轻举妄动，你娘还在呢。可是没什么可是的，要动手也得我来，我是摄政王妃，正一品，就是跟舒太妃也是可以拼一拼的。王妃心中有数，你们两个别跟着添乱。其实尚书夫人不是怕事儿，她是真的怕自己的2个女儿给大家添乱。自己的2个女儿什么德行她自己是知道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唯一做的一件好事就是跟备询当了闺中密友。夫人，我听说林三哥这次是跟着贤王他们2人一起回来的。是一起回来的，但安叔说是在回来路上的一个城镇碰上的，叫开北镇。据说这镇不大，整个镇上只有1家客栈，这才在住宿的时候碰上。事后我也问了我家老爷，他说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镇，人口极少，是从前在乡下住的一个村落，为了避免泥石流迁居过去的。夫人不必担心，
我也只是听王爷说了一嘴，顺便问一下而已，没有别的意思，您别多心。我总觉得这次舒儿回来后有哪里不一样了，但是我说不上来。寻儿，我是说如果舒儿以后真的，你能不能看在我跟我家老爷还有这2个丫头的份上，饶她一命啊？知道你们俩是个待不住的，你们去玩吧，我在这儿陪夫人说说话。但是你们2个别惹事儿了。华山，你还是跟在他们2个身边吧，今天人多，别让人给欺负了。夫人，我这人说话直，不喜欢拐弯抹角，所以我就直说了。我就喜欢寻儿你这种性子，现在这里就咱们2个，有什么话你直说就好。林家3哥小时候是不是丢过一回？对，是丢过一回。舒儿从生下来就体弱多病，所以我就时常带着她去寺庙里上香，希望能保佑她平安健康。在她6岁那年，我像平日里一样早起带她去寺庙，可是没想到在路上遇见刘匪。那些刘匪个个拿着刀，蒙着面，见银子就抢，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因为舒儿比正常的孩子要瘦小一些，我就将她藏在座位的下面。可是没想到马惊了，直接将我甩了出去，将舒儿给带跑了。那些刘匪应该是经常做这些事情，见有人来，很快就跑了。可是舒儿也不见了。当时我抬腿就冲着马车驶离的方向追去，可这人哪能追得上受惊的马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晕过去的，等醒来的时候已经回到了府上。老爷说他后来带着人朝马车留下的痕迹追过去了，追到一处断崖就不见了踪影。我知道老爷想说马车掉下去了，可我接受不了啊。夫人，如果不想说，不说也可以。不，既然您问了，那就一定有问的道理。我求您保舒儿一命，就应该将知道的都告诉您。不管现在的舒儿是不是我的孩子，可我毕竟将她养到这么大，怎么会没有感情啊？夫人，您是说……我不确定。如果说她就是我的舒儿，可当时隔3个月将她找回来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一点喜悦的感觉，反而感觉到悲伤？可如果说她不是，除了稍微瘦一些，其他身高长相都一样，这又让我觉得她就是我的舒儿。做娘的怎么可能认不出自己的孩子？这么多年，或许我一直都在自欺欺人而已。舒儿被找回来的时候骨瘦嶙峋，6岁的她已经记事了。她说她跟着马车掉落山崖下，被一个树挡住了，下面又是一个湖，这才没让她摔死。后来被一个去砍柴的年轻人救了回去，昏迷了3个月，一直到醒来之后说出自己身份，这才将人送了回来。几日后，我们亲自带着舒儿去了他说的那个地方，确实是有一个砍柴的人，不到30岁，家中有1儿1女。我想带他们一家人回府，给他们谋个差事，谢谢人家，可被拒绝了。他说习惯了在山里生活，只能作罢。老爷过意不去，给了重金酬谢，这件事才算结束。这件事当时闹得挺大，就连先皇都知道了，还派了摄政王的父亲凤老将军帮忙找。可刘匪找到了，却怎么也找不到舒儿。一直到3个月后，舒儿才被送回来。寻儿，夫人请说。
我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什么，能不能告诉我一声啊？这些年我一直不敢想这件事情，可舒儿这次回来确实有些奇怪，我怕他会做出什么影响到老爷和然儿他们。怎么奇怪了？就是前几日然儿贪凉，夜里发热了，我去看他回来的路上路过舒儿的院子，听见里面有声音。舒儿长这么大，几次给他说婚事他都不愿意。夫人，林三哥会武功吗？舒儿从小就喜欢读书，并不喜欢老爷那种打打杀杀的，平日里也安静得很呢。至于武功，如果是皮毛，他确实是会一些。不过舒儿会，就是然儿两人也是会一点的。我家老爷从小就让他们跟着一起锻炼身体，尤其是舒儿找回来以后，更是每天早早就起来。但如果说是像摄政王和华善那种武功，那他们不会。他们的功夫最多也就是爬个墙，还是不能太高的那种。魏巡想起去年正月15那天，在客栈林家三哥扶住自己的速度，心中隐隐有了猜想。夫人，王妃，不好了！夫人，王妃，这是然儿身边的丫头。夫人，王妃，你们快去看看吧，华善姐姐跟人打起来了。怎么回事？怎么会打起来了？刚才大小姐不知道听谁说，旁边的小院子里有一朵紫色的花，特别的少见，就决定去看看。要去那个院子，就得从大院子里穿过去。我们正走着呢，在路过那未来贤王妃身边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华善姐姐突然出手，跟未来贤王妃身边的婢女打了起来。一句话没说就直接打起来了？是，一句话没说，奴婢保证连个眼神都没有跟那边对视过，就这么直接打起来的。这毕竟是贤王府，大小姐怕华善姐姐吃亏，就让奴婢偷偷回来报信了。华善不会轻易跟人动手的，但如果动手，那一定是那个人该走。我过去看看。夫人别担心，我跟你一起去，不管因为什么，兵部尚书府也不是能任人搓圆揉扁了的。王妃不方便做的事，就让臣妇去做。我这个人呢，最不在乎的就是名声了。跟吃亏比起来，名声就是狗屁。王爷在进门的时候跟我说，让我不要受委屈，就是我将贤王府给掀了，他都给我顶着。这话呀，怕是要成真喽。夫人，您说我要不要将城外庙里的老头给拽下来，让王爷上去坐坐？你呀，是个有福气的，能让王爷将你当成眼珠子似的疼。魏巡一晃神儿，顿了一下。你呀，也就爹娘这么惯着你了。那树上的果子，你崔伯伯一天得过去看3回，愣是没防住你。也罢，一会儿让你爹拎坛子酒过去把人灌醉，就说是他喝多了自己吃的。就这么决定了，走，娘带你找你爹去。娘，今天树上一共只有2个果子，薰儿吃了1个，给娘留了1个。真是娘的好女儿，咱们偷偷藏好，可千万不能让你爹知道，不然他会吃醋的。娘，好呀，别闹薰儿了，不然薰儿下次不给你留果子了。薰儿，你怎么了？没事儿，有娘疼，真好。我是叶家女，如果薰儿不介意，以后就叫我青姨吧。你跟然儿两人一样，都是我的女儿。如果你不是摄政王妃，我恨不得将你认作干女儿。好，青姨。魏巡敢保证，如果他再晚一会儿来，
这园子里的花一盆也剩不下。林若眼尖，看见贝寻和他娘过来，拉着林然就想往这边跑，可却被另外一个婢女拦住了去路。寻儿，青爷，您身上可带了碎银子？这是2000两，不够的话，老爷那儿还有。青爷，碎银子就行，越小越好。有，这里面都是碎银子，平日里用来打赏的，也不知道够不够。拉着林然就冲贝寻跑了过来。尚书夫人愣愣地看着握着手哀嚎、鲜血直流的婢女，半天缓不过神来。1两银子呢？记得还给本王妃个干净的。华山，你的功夫退步了啊，伺候人的时间都够吃顿饭了。奴婢这就结束，让王妃久等了。见过摄政王妃。起来吧。摄政王妃，您的婢女出手就打人，是不是该给贤王妃一个交代？林竹，快闭嘴！摄政王妃，小女心直口快，您别放在心上。他可没有忘记礼部侍郎家的胖夫人是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城门口布施的。华山，说说吧。回王妃，奴婢跟着林家2位小姐去旁边的小园子看花，还没到这里的时候，就听见这个婢女在未来贤王妃身边跟一群小姐们说王妃的坏话。可王妃说今日是荣王府的宴会，叮嘱过奴婢不要惹事，所以奴婢什么都没有说。可就在我们路过的时候，这2个银针突然冲着林家2位小姐射过来，所以奴婢就出手了，还请王妃责罚。他们刚才什么都没有感觉到，甚至不知道华山为什么跟那婢女打起来。如果不是寻儿让华山跟着自己，那这2根银针岂不是会扎到自己的身上？除了摄政王妃身边的婢女，还有谁看见这银针了？夫人小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摇了摇头。结果并不意外，这么细的银针，普通人确实不可能发现。摄政王妃，您看，除了您的婢女之外，并没有人能够证明，所以不能听她的一面之词。至于说您坏话，就是姐妹之间的玩笑罢了，何必认真呢？况且他们也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清者自清，就算了吧。太可怕了，幸亏刚才自己道歉速度快，摄政王妃也没有计较，不然一会儿倒霉的怕是也有自己一份。这神情，这笑容，分明就跟让礼部侍郎夫人去布施的时候一模一样。你叫周玉是吧？是。华山，传话出去，未来的贤王妃周玉，水性杨花，舞得了戏台，住得了花楼，不知用什么法子勾引了贤王，这才毅然得道，连身边的婢女都跟着鸡犬升天，嚣张至极。还未嫁进贤王府就一副女主人的样子，纵容身边婢女以下犯上，说闲话侮辱摄政王妃，还出手伤人，这样的女子。闭嘴！哎呀，生气了？别这么小气嘛，都是姐妹之间的玩笑，何必认真呢？况且本王妃又没说什么，清者自清嘛。记得将话传出去，明日一早，本王妃要让京都所有的百姓都知道。摄政王妃，你别欺人太甚了。他太明白在这个地方名声意味着什么了，如果他的名声坏了，那对于他以后要做的事情将是非常大的阻碍。被寻不要脸，他还得要呢。本王妃就是欺负你了，怎样？说完就看向一旁的青衣婢女，华山立刻明白过来，一把将那女子薅过来，翻她的袖子。这银针一定是临时起意射出来的，那就说明银针她一直带在身上，如果带，那就一定不会只有2根。青衣婢女看向周玉，可周玉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自己。她想反抗，可华山看似轻轻地抓着她，但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就这轻轻一抓，让她全身都使不上力气。王妃，您看。别看你家主子了，没见他连看都没看你一眼吗？
所以你还在期待什么？期待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是他指使你做的？不可能的，你就别傻了。他不可能为了你放弃他的名声，是不是啊？未来的贤王妃。本王妃没有做就是没有做，听摄政王妃这意思，难不成还要让本王妃认下这没有做过的事情不成？本王妃？你自称本王妃？周小姐，你现在只是有赐婚的圣旨而已，还没有大婚呢，居然现在就自称本王妃，你这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既然你说这婢女做下的事情不是你指使的，那我可就发落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吗？你家主子说不是他指使的，那就是你自己的意思了呗。对，跟小姐没关系，是我看不惯摄政王妃的样子，才会说你的坏话。林家两姐妹与你交好，我自然要给她们两个一点颜色瞧瞧。这针上有毒吧？还挺有意思，是吧，贤王妃？啊不，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眼神就开始变得朦胧，慢慢的脸色潮红，不停的挣扎，仿佛没了理智，不停的撕扯着自己的衣服。尚书夫人和林家两姐妹看着眼前的景象，脸色瞬间惨白。差一点，如果不是寻儿让华善跟着自己，那现在地上挣扎的可就是她们姐妹俩了。那婢女哼唧的声音越来越大，周围的夫人和小姐们听得脸都红了。华善，杀了吧，就在这儿。夫人和小姐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给吓了一跳，他们本想着被勋只是简单教训一下就完了，可没想到他居然当着他们的面将人给杀了。他就不怕落个狠毒的名声吗？周玉也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这婢女从小陪着自己长大，本想着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再想办法将人给救出来，可没想到被勋居然将人给杀了。好了，现在周小姐，你的婢女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你这下可以放心了，她不会出卖你的。我早就说过了，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最是护短，而且半点亏也吃不得。所以谁要是得罪了我，感动我身边的人，我可不管你是极品什么级别，这婢女就是下场。摄政王妃，她只是一时想差了，就算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惩戒一下就是了。没想到你居然将人给杀了，你就不怕摄政王觉得你狠毒吗？你这样的脾性，怎么能够配做摄政王妃呢？我不配，难道你配？至于王爷，如果现在要是王爷在这儿，他怕是连个全尸都留不住。哀家就休息了一会儿，这是发生了什么？呀，这怎么还死了一个？这是谁家的小姐呀？啊，这可怎么好呀？参见舒太妃。起来吧，谁来跟哀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众人的目光都落在贝寻的身上，毕竟人是他杀的，如今太妃问起来，自然也是他回话。谁都知道贤王有多重视未来的贤王妃，不然也不可能一回京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进宫去请了赐婚的圣旨，还请了京都所有大臣和家眷来参加宴会，就是为了给这未来的贤王妃长脸。舒太妃看见贝寻这次并没有给自己行礼问好，心中一跳，这事不会跟他有关系吧？舒太妃甚至还私底下叮嘱过周玉，要跟这些夫人和小姐们打好关系，能结交就结交，结交不了就留下个好印象。关键时刻，这些夫人和小姐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人是本王妃杀的。众人哗然，谁也没有想到魏巡在舒太妃主持的宴会上杀人，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他家主子理直气壮，他家主子就算是理不直，他气也壮啊。本王妃跟林家两姐妹要好，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她们两个性子跳脱，本王妃特意让身边的丫头跟着，生怕她们冲撞了未来的贤王妃。
可本王妃身边的丫头却听见这个婢女站在未来贤王妃的身边，跟其他小姐说本王妃的坏话，而贤王妃也并未阻止。本王妃身边的丫头本不想理，可没想到未来贤王妃身边的婢女突然向林家两姐妹射出有毒的银针。我身边的丫头会武，结下银针后就跟她打了起来，所以本王妃就把她杀了，就是这么个事情。是这丫头亲口承认的？哎呀，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回舒太妃，刚才这婢女已经亲口承认是她做下的了。要不是摄政王妃身边的婢女将毒针截下来，刚才在此身败名裂失了清白的人就是臣妇的2个女儿了。这婢女是未来贤王妃身边的人，所以还希望她能给臣妇一个交代。我兵部尚书府的女儿不是谁想射2针就能射2针的。不是我做的，刚才这婢女也说了，不是我指使的。好，就算不是你指使的，可人毕竟是你身边的。未来贤王妃身边的婢女在宴会上携带有毒银针，还射向官家小姐。今日的宴会，京都几乎有头脸的都来了，这毒针到底是想射谁，可就不好说了。这件事儿确实我也是有责任的，是我没有看好身边的婢女，才会出现这种事情。真是对不住各位夫人和小姐了，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周小姐，你该道歉的是林家姐妹，并不是众位夫人。那根银针射的可是那姐妹俩。摄政王妃，咱们也别这么得理不饶人吧。本王妃没理都得缴3分，那就更别提本王妃现在有理了。要是谁看不惯本王妃，就对本王妃身边的人下手，那以后谁还敢跟本王妃一起玩？如果没人跟本王妃玩了，那本王妃就只能经常进宫跟太妃您玩了。想必您应该会很高兴的吧？摄政王到，贤王到。他可没有错过周瑜刚才看见凤千诀的时候眼中闪过的一抹惊艳，虽然只有一下，但他还是清晰地捕捉到了，随即眼睛一亮。王爷，我在。我杀人了。杀了便杀了。未来贤王妃说你会觉得我狠毒。不会，能被玄儿杀是他的福气。我舒太妃说我得理不饶人。欺负了玄儿，就算咱们没理，也不能饶了他们。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夫人和小姐直接看直了眼。这还是刚才那个下令杀人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的摄政王妃吗？莫不是被什么东西给附身了吧？刚才不是还对天对地的吗？就连舒太妃都被他给对得没话说了。这些人里面最不委屈的应该就是他了吧？就贝寻现在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别说凤千诀了，就连他们这些女子看了都心有不忍，恨不得将让他受委屈的人碎尸万段。跟着过来的大臣看见凤千诀哄娇妻，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这还是那个打得别的国家节节败退、从无败绩的将军吗？这还是那个在朝堂上一怒之下下令砍了大大小小贪官污吏20余人的摄政王吗？这还是那个从来都没个笑脸、遇事从来不慌、看不出喜怒哀乐的战神吗？玉儿，就按摄政王妃说的，给林家姐妹俩道个歉。今日之事，不能全怪玉儿，本王也有过失。是本王没有查清楚这婢女的底细，才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本王替玉儿给林家姐妹道个歉，还望夫人和2位小姐原谅。待明日，本王定送上厚礼，给2位小姐压惊，这样，摄政王妃可满意？贤王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家王爷来了，一切都听王爷的。这摄政王妃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啊，都被欺负哭了。只有凤千诀知道，她这哪是哭呀，
他这是实在是演不下去了，也忍不下去了，这不，笑得都快出声了。既然这样，这件事就过去了。宴会已经准备好了，本王还请了好几个会做特色菜的厨子，咱们一起去尝一尝。这里很快就只剩下凤千诀和贤王几个人。贤王刚想跟凤千诀说什么，就看见贝寻的脸转了过来，那绝美的脸上哪有一滴眼泪。王爷，咱们过去吧，让客人久等了不好。本王和王妃就不去了，王妃今日心情不好，等10日后你大婚的时候，本王定会带着王妃来喝喜酒。王爷，您今日看见林安舒了吗？看见了，不过他好像有事提前走了。当着本王的面想另一个心悦你的男人，你就不怕本王吃醋？王爷，您的王妃是个看脸的人，您应该对自己的样貌有着绝对的信心。这天下就没有比你再好看的人了，真是怎么看也看不够。看不够吗？凤千诀不仅想起万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哇，好漂亮的小哥哥呀！小哥哥怎么睡在这里啊？这里可不能睡，这里是魔族的地盘。你还是快点走吧，这魔族里有个大魔头会吃小孩的。小哥哥不要在这里睡觉，我娘跟我说最近魔族不是很太平，里面好像在打架，所以你还是赶紧走吧。小哥哥你快起来呀，你怎么这么重啊？这一笑让小姑娘忘了用力。小哥哥你笑起来可真好看呢，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好看的人呢。我原本以为大师兄和崔哥哥已经很好看了，可跟你比起来，哎呀。你是谁？声音也这么好听，这是不是就是我娘说的秀色可餐？刚才还饿呢，现在好像确实不怎么饿了，原来娘没有骗我。突然凤千诀的眼睛眯起来，将小小的贝寻抱起，几个闪身就不见了。明明就是在这里啊，怎么突然就不见了？过了桥就是魔族，徐儿不会进去了吧？不会，领主跟薰儿说过不让他进去，所以他应该不会。哼，领主还说不让他偷偷跑出来呢，结果呢？哎，算了，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薰儿不喜欢黑乎乎的地方，应该不会去魔族。小哥哥你好厉害啊，连大师兄和崔哥哥都没有发现我们，你可不可以教教我呀？这样以后我就不会那么容易的被他们给抓回去了。听着他咕咕叫的肚子，抿了抿嘴。你在这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小哥哥你可一定要回来呀，我还没看够呢。没看够？看你没看够。吃吧。这是红莲果，你从哪弄来的呀？崔伯伯的树上一年也只长2个，还宝贝的跟什么似的，你居然有这么多，真好吃，我都1天没吃饭了，可饿死我了。要不是碰见小哥哥，再有一会儿都不用他们找我，我自己就先被饿回去了。你是谁家的呀？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是我爹娘家的。昨天我听见有人说魔族的门口有一条河，可好看了，所以我就偷偷来看看。可是这里黑漆漆的，什么都没有，一定是他们说错了。我要回去告诉他们，这里没有漂亮的河。小哥哥，你是哪一族的呀？我是魔族的，不过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小哥哥，你是魔族的呀？怎么会呢？魔族的人不都长得很可怕吗？哼，是很可怕，不过可怕的不是长相，而是人心。你还小，不用知道这些，吃完了就赶快回去吧，这里没有好看的河。小哥哥，虽然我小，但是我不傻哦，我看得出来你不太开心。
我吃了你的果子，不会白吃的。你这里怎么黑漆漆的呀？我给你变个星星吧，可好看了。怎么样，好看吧？只有我会变哦，其他人都不会呢。小哥哥，这星星能维持5天，以后你都要开开心心的哦。这么多果子，这样吧，我每5天就偷偷溜出来给小哥哥点一次星星，好不好？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贝寻，你可以叫我寻儿。好，寻儿，我记住了。不过以后你还是不要来了，这地方不是你应该来的。寻儿说话算数，娘说在外面不能白要别人的东西，所以我一定会来的。小哥哥，我一定会来的。啊，大师兄，你怎么又回来了？啊，我错了吗？啊，严令，快把我放下来！凤千诀，回神了。你在想什么呢？看着眼前放大的绝色容颜，凤千诀一把将人拉到怀里，就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安心。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寻儿刚才说什么？我说林安书可能有问题，他可能是个假的。不过我还不能确定，明天咱们一起去城外看看吧。第2日中午，王爷，王妃，前面有一辆马车停下了，好像是贤王府的，看样子应该是在等我们。去看看他们要干什么。见过摄政王，见过王妃。有事。本王听闻国师大人回来了，现在就在城外的万福寺，所以想带着玉儿过去拜见一下。不知王爷和王妃是不是同路，所以问一下。如果是同路的话，正好可以一起结伴。王爷，就去看看吧，反正去哪玩都是玩。好，寻儿想去，那就去看看吧。为什么一定要跟他们同行啊？咱们自己去不行吗？那国师，咱们说是去拜见，可哪有那么容易能够见到？但我听闻，那国师跟摄政王关系很好，如果能同去，能见着的可能性很大。月儿，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见国师呢？周瑜眼中闪过一抹阴霾，没有回答。2个时辰之后，寻儿，醒醒，咱们到了。啊，不想起啊。贤王2人等了好一会儿，都没有看见贝寻下马车。刚想问魏泽，就看见马车的帘子突然飞起，一道身影冲着山上快速地飞了上去。王爷这时，我们王妃闹觉呢，王爷抱上去了，说让贤王自便。玉儿，咱们也上去吧，今夜就在这儿住一宿，明日一早咱们再去拜见国师。这晚，早知道就不睡那么久了，现在好了，一点睡意都没有。也不知道贤王和那周玉是不是住在一个厢房了。哎呀，这还没成婚呢。唉，素斋一点都不好吃，没吃饱。这是什么味道？好香啊，好像是烧鸡的味道。是谁这么没功德啊，居然在寺庙里偷吃烤鸡？那个，要不属下扔了？别，有烧鸡吃，谁还要什么公德心啊？赶紧给本王妃拿进来，可饿死我了。这烧鸡啊，是那会儿吃完晚膳以后，王爷看王妃没吃几口，命属下退去附近的镇上买的。行了，本王妃知道了。我早就让华善去休息了，就在隔壁，你赶紧给他送去吧。烧鸡凉了可不好吃。凤千诀，你真好，居然在寺庙里给我买烧鸡吃，你也不怕佛祖怪罪？寻儿第一，佛祖嘛，心里有就好了。来，陪我一起吃。慢点吃，少吃点，
不然一会儿该不好消化了。没关系，反正我也睡不着，一会儿吃完了正好出去溜达溜达，消消食。正在两人吃了一半的时候，敲门声响起。你这小油手，本王去开门就好。那王爷去吧。国师？见过摄政王妃。那个，要不要一起吃点啊？我猜想，王妃可能吃不惯寺中的斋饭，特意去后山打了点野味做好送来，还望王妃不要嫌弃。国师真是客气了，快来坐下一起吃。国师只是住在这里，但严格来说并不算出家，所以也就没有忌口。说起来啊，还要多谢王妃命人送来的书，不然我现在可能已经埋土里了。没想到你悟性还挺好的，就连心性都更进一步，还不错。说起来，本王妃还得多谢国师在我们大婚之日的帮忙。其实我也没帮上多大的忙啊。那天我本想以自己的修为助王爷和王妃对抗天命，可我的修为还是太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虽说是这样没错，但你的心意我收到了。就算你有机遇让你得以窥探一部分天机，但你的肉体和灵魂也都只是普通人而已，对抗天命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以你的修为能冲上天际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啊，多看书还是有好处的。看书这么好，那你怎么不看啊？魏巡想了想，看了凤千诀一眼，只见他冲自己点了点头，便伸出手隔空点向国师的眉心。国师只觉得脑海中渐渐清晰，一个金色光点悬停在他的脑海中，隐隐发光。这是算是谢谢你的，至于能不能炼化出识海，那就要看你自己了。识海，那可是识海，一旦有了识海，那他岂不是……想到这儿，他定定地看着贝巡，希望他想的都是真的。你想的不错，如果你能炼化出识海，确实是有飞升的可能。但你也别高兴得太早，就算我给了你机会，你也并不一定能够炼化出来。要知道，在神界、魔界和妖界，识海是天生的。可对于普通人来说，想修炼出识海，比登天还难。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不太愉快，可不能否认的是，你确实是个好人，而且有天赋，也有机缘。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剩下的就要看你自己的了。多谢王妃点话，我有个不情之请，我想做王妃的弟子，还望王妃收下我，您就当多个跑腿的就行。别，你快起来！我教不了你，我真的教不了，我自己还不会呢。哼，没想到玄儿还挺有自知之明啊。我再怎么样也比国师强一点吧？这倒是，你的神魂是这天地中最强的。你要是非用自己跟这什么国师比，那他确实是比不了你。凤千诀听着两人在神识中的对话，憋笑憋得辛苦，可还是被贝巡给发现了。看见贝巡危险的眼神，凤千诀马上正了正神色。寻儿最厉害，比本王都厉害，比你师兄也厉害。我就不该说话。玄儿，你这么做是对的，多留些善缘。当然了，如果你能多看些书，那就更好了。我已经很努力的在看了，可看了就想睡觉，我也没办法呀。我当文盲，我骄傲。再见。寻儿确实只能帮你到这儿，至于收徒就不必了。有些事情他自己都不太能搞清楚，你还是自己悟吧，没准比跟着他还能快一点。国师从一进门，视线就集中在贝巡的身上，直到现在才发现凤千诀的不同。王爷，您……王爷怎么了？你看出什么来了？王爷，居然是银色的。没想到你居然连这个都能看见。那一会儿我再给你一本书，回去看，你肯定能比我学得快。
你看得不错，本王无意间找回了神魂。自从上次开悟了之后，我确实能看到更多。可就在大婚前，咱们见面那次，您并没有神魂呀。虽然现在我还看不太清楚，但却能看见王妃的神魂是金色的，王爷您是银色的。所以，王妃是神灵，王爷您是……没想到你都能看见这么多了，除了这些，你还能看见什么？王妃的神魂目前看来问题不大，可王爷却只有一半的神魂，那岂不是……本王知道。你知道，可我不知道。你继续说，不用怕他。摄政王府我说了算，就连他也得听我的。王妃，您自己看不就行了吗？干嘛非得难为我呀？他针对我藏的，我上哪看去啊？还是本王来说吧。薰儿，我确实是只有一半的神魂，就是那次找回来的。至于另一半神魂，在神山下。薰儿，没关系的，能找回一半神魂认出你，我已经很满足了。至于那一半神魂，早晚都会找回来，所以你别担心，好不好？魏巡心里闷闷的，半晌都没有说话。他是不想看书，是想做个文盲没错，但这并不代表他连最基础的都不知道。神山，那是3界生灵犯了大错受罚的地方，不能进出，日日受雷刑。突然间，魏巡想起那次的赏雪宴，他在山洞中踹凤千诀时脑海中出现的场景，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一个看不清长相的白发男子不停地受着雷刑。越来越清楚的记忆让两人的身影慢慢融合。果然，他看见的就是凤千诀受罚的另外一半神魂。薰儿，我真的没事，真的。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习惯就好了。大师兄，别再压制我的记忆了，该想起来的我早晚都会想起来的。前段时间我已经想起了我娘，我小时候的事。虽然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能肯定的是，我绝对不只活了这一世。我一直都知道我的神魂受过伤，但你们不想说，我也不曾问。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我忘记了上一世的所有人，我爹娘、大师兄、崔哥哥，还有凤千诀。魏巡怒吼，他是不爱学习，但他不傻。在第一次脑海中出现一些片段的时候，他就知道有人压制了他的记忆。上一世我们是相识的，对不对？上一世我们也是相爱的，对不对？万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告诉我好不好？我不想什么都不记得，我想记起你们所有人，所有的事情。薰儿，不告诉你，是因为你的神魂现在还不稳定。等你稳定了，我一定将什么都告诉你，好不好？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上一世，我们也很相爱，直到最后一刻，我们也都没有放弃彼此。国师看着两人的样子，暗道完蛋了，他好像闯祸了。但这也不能怪他呀，他怎么会知道王妃不知道王爷神魂的事？他以为王妃什么都知道呢。但是他们二人，一个神魂受损，另一个神魂只有一半，那是多强大的力量和信念才能坚持到现在啊！没有放弃彼此吗？你为我踏破天门，我用灵魂护你永生，所以凤千诀，那是我对你说的话，你听到了是不是？我说的话你听见了是不是？是，我听见了。一直以来支撑着我的就是这句话。你让我等你，我就不会放弃，不管怎样都会一直等你。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再遇见的，哪怕千年万年。天命又如何？谁都不能将我们分开。薰儿，你都想起来了？没有，
只是有些片段。我让大师兄别再压制我的记忆，然后，他在那儿装不在呢。别怪你大师兄，这万年他为了找你也很不容易，他也是为了你好。我知道，我就是发发牢骚嘛。如果我脑海里的片段没有出错的话，当年我以灵魂护你永生，那你的另一半神魄为什么还会被压在神山下？薰儿，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可好？他是被骗的，他们说你的神魂被压在神山下，所以他才会去神山。可他不知道啊，当时你已经站在雪山之巅了，他们设计趁着他重伤，将他的神魂压在神山下。他感觉到给你的手链碎了，就一心想随你去，但就是因为听见了你的话，他等了你万年。叶白，你不该告诉薰儿的。如果这件事不让他知道，他怎么会努力？难道万年前的事情，你们两个还要再重来一次吗？你还想让他再跳一次幽潭？魏巡听见叶白的话，闭上眼睛，大脑一片空白，无数片段袭来，可怎么也看不清。薰儿。一面镜子里，风千觉站在天门前，一步一个血脚印，坚定地往前走，看着神剑一次又一次无情地砍在风千觉的身上。不！魏巡突然睁开眼睛，眼里全是惊恐和恨意。他挣开风千觉的怀抱，飞身冲了出去。风千觉看着失控的魏巡，赶忙紧随其后。国师也被眼前这一幕给惊呆了，他就好好的来送个饭，这是怎么了？隔壁的华善和魏泽听见声音，还以为有刺客，急忙走了出来。哎，这儿怎么了？怎么全都出来了？难道是欢迎我啊？不用啊，我就是听说你们来万福寺了，来凑凑热闹。主要是想拜拜佛祖，毕竟我不是发誓了吗？华善没空理他，转身就追着被寻的方向而去。米峰这才感觉到了不对劲儿，也紧紧地跟在后面。被寻站在后山的一块空地上，眼中满是杀意。慢慢的，一个小小的金色的翅膀在身后显现，并且越来越大。快阻止他！密室中的金翅有反应了。已经来不及了，金翅的身体已经在他身上。本体，可能这就是命吧。叶白没有说话，几息之后便出现在几人身前。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不能来人间吗？今夜是初七，出来一会儿没关系。王爷，这位是薰儿的大师兄。啊，那是自己人啊。嗨，等等，主子的大师兄不是阎王吗？被寻身后的金翅隐隐颤动，就好像在召唤什么一样。叶白叹息一声，一个被青光包裹着的金翅感受到召唤，快速地冲着被寻而去。金翅感受到被寻的愤怒，不停地扇动翅膀，将他带到半空。众人看着这一幕，差点没跪下来拜一拜。凤千诀，快阻止他！金翅已经认主了，他神魂受损，还不能完全的控制得了自己。他现在是无意识的，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杀本神父母，欺本神爱人，逼本神跳幽潭，利用本神的善心吗？你们好得很。天命，如果天都没有了，是不是就没有所谓的天命了？薰儿，你看看我就在这儿，在你身边。薰儿，大师兄已经查到了些许线索。你说的对，或许领主并没有消散在这天地间。薰儿变的星星真好看。如果薰儿喜欢吃这果子，每次薰儿来，我都给薰儿带颗好。薰儿，其实我可能不如你想的那么好。薰儿每次都看我的脸，如果有一天看够了，
那我该怎么办？看不够，等回去啊，我就在裙子上缝一个大兜兜，将你装进去。想你啦，我就拿出来看看。魏巡转过头，看见凤千绝放大的侧脸，一闭眼晕了过去。华山和米峰几人守在房间门口。主子刚才……闭嘴！主子的大师兄是来收谁的？说话多的人。叶白和凤千绝站在床前。刚才徐儿说的话，三界应该都听到了。无妨，我们两个现在毕竟是在人间，按照规矩，只要我们二人没有为祸人间，就算是三界，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崔珏在徐儿刚到人间的时候，就感觉有人在探查徐儿的命簿，所以他将徐儿的命簿给撕下来了。至于你本就是魔尊，一切之主，就算只有半个神魂，他们也不敢轻易动你。万年前的事情，我会加紧查。你现在只要好好守着徐儿就行了。他可是这天地间唯一一个真正的神，天界那些所谓的众神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毕竟没有谁愿意将自己的性命无端地握在别人手里。当初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才向天地求得了真神。是真神让万物生灵和他们的神位得以延续。结果日子好了，这次又受不了真神的存在了，生怕世代转世的真神将他们给灭了，用完就扔，真是可笑。就算是给狗扔块骨头，狗都知道摇摇尾巴。等知道背后这人是谁，我一定会亲手将他拉下神坛。还有那个将玄儿身份透露出去的人，本尊绝对不会放过他。主子怎么样了？他没事，睡一觉就好了。还有今夜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在他面前提起。第二日，主子，您醒了？醒了。王爷呢？王爷知道你吃不惯这的饭菜，说这附近有个地方的包子特别好吃，一早就下山去给您买了。这会儿应该快回来了。我昨晚是怎么睡着的？我记得昨晚我们和国师在聊天，说到凤千绝。薰儿，你醒了，看来本王回来的正好。昨晚你知道我另一半神魂在神山的时候突然晕了过去，现在感觉怎么样？可还好？晕过去了？对，就是晕过去了。国师说是因为太激动了，休息休息就好。凤千绝，昨晚我做梦了，我梦见在天门前你全身是血。凤千绝，虽然上一世的事情我想不起来，可凤千绝，你告诉我，那不是真的，不是真实发生过的，对不对？对，那都不是真的。玄儿不要再想了。看着被寻的样子，凤千绝的眼神坚定，有些事情似乎该去做了。他知道那一切都是真的，那不是梦，那就是上一世发生的事情。要是这样能让他安心一些，那自己就当做不知道好了。神山嘛，闯一闯又何妨呢？王爷，王妃，贤王和周小姐来了。让他们进来。见过摄政王，见过摄政王妃。贤王不是要去拜见国师吗？怎么有空到本王这里来？这不是刚要去吗？顺便来问问王爷，要不要一起同行？薰儿，你的意思呢？你们先去吧，一会儿我们就过去。对了，魏泽，一会儿走的时候别忘了再去买2只烧鸡，就昨晚那样的。米峰和老张头还没吃过呢。仙王见此不好再说什么，只能跟周玉先行。魏巡喝了杯茶，在屋里晃悠了一圈，这才拉着凤千绝向国师的禅房走去。啊，贤王、周小姐，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啊？哈，摄政王和王妃来了。
国师今天早起就在等着了，这都问了好多遍了。贤王也一起吧，来都来了，总得见一面不是？哼，想借着自己的事，也得看自己愿不愿意啊。可算是来了，我正想着，你们怎么来了？本王这次来，是想请国师给月儿看看。周玉看着面前的国师，眼中有着一丝谨慎。其实他是害怕的，怕自己不是女帝的命。可，万一是呢？本国师早已不给人看命了，贤王还是请回吧。这人都来了，你就顺便给看一眼吧。你怎么不自己看呀？我不会，我只能看见灵魂和一些简单的，其他的偶尔能看见，时灵时不灵。既然摄政王妃开口了，那本国师就给你看看。将面纱拿下来吧。能不能让其他人避一避呀？本来就是因为王妃开口才勉强给你看看，你这还挑上了。贤王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袖子，示意他将面纱摘下。那一张脸竟然跟备询有着8分相似，这也是为什么周瑜想让国师帮自己看命的原因。当年邹家被清剿，剩下的人藏匿起来，小心翼翼地活着。但在女帝画像出现的时候，这张与备询8分相似的脸，让族里唯一剩下的几个人再次燃起了希望。在知道画中的女子就是女帝外孙女的时候，就费力地将周瑜送了出来，希望他能有机会将备询杀了，成为下一任女帝。这让周瑜感觉到很挫败，他死死地看到备询，试图从他的脸上找到一丝不安，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就连凤千诀都没有再多给自己一个眼神。就算跟自己长得很像又如何，假的就是假的。在他外祖母跟自己说起永墨古国的时候，他就知道那是他将来必须要去的地方。他有种感觉，自己跟古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贤王，本国师奉劝你们2人，还是歇了不该有的心思，尤其是这位周小姐。如果你一意孤行，将来的结果定会是万劫不复。不是你的，终究不是你的，强求也无用。更何况，周小姐，你觉得一个契约了灵魂的人会认错自己的主人吗？古国的画像他也看过，一直以来在家人的灌输下，他一直都认为下一任女帝就是自己。可前几个月，女帝突然回来，并声明自己已经找到了下一任女帝，而且这一任女帝或许就是古国真正的主人。贤王怔怔地看着周瑜，为什么会这样？他之所以会同意带周瑜来见国师，也是为了想要确定这周瑜的身份是不是真像自己想象的那般尊贵。如果是，那将来对自己坐上那个位置将会是极大的助力。既然看完了，那就走吧。国师的话，你们2人好好记在心上，不要生出不该有的心思，到时候追悔莫及。仙王只觉得现在脑子里乱乱的，起身走了出去，就连身边的周瑜都顾不上了。你怎么就那么确定那个人就一定是你呢？咱们俩长得有8分相似，为什么就不能是我？一定是你们串通了国师，在这里危言耸听。其实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不是吗？不然为什么还会来找国师看命？而且你不知道看命是不能说假话的吗？用自己的天赋和机缘撒谎是会遭报应的。我不信，上天给了我这副容貌，绝对是有原因的。咱们走着瞧。你的容貌真的一开始就是这样吗？自欺欺人挺没意思的，有时候假话说多了，甚至连自己都相信了，真是可悲。国师见碍事的不在了，颠颠的走了过来，一脸殷勤的看着备询。拿去吧，如果今日再不给你，怕是你都要跟我们走了。行了，你该闭关了，我们也该走了。国师看着备询和凤千诀走出去，
默默地跪在地上，冲着两人消失的位置磕了3个头。薰儿，我今日有些事想要处理，咱们再住一晚，明日再离开可好？其实就算凤千诀不说，他也打算再住一晚的，毕竟有些事情已经知道了，如果不去做，他怕是要憋死。薰儿乖，明日一早我就回来，你晚上乖乖睡觉，不必等我。我知道了，又不是小孩子，还能丢了不成？晚上后，这个手链你帮我拿着，明日一早再给我。今夜你和米峰两人换着守在门口，不管任何人都不能放进来，就算是王爷回来了也不行。主子，您放心吧，我只是去看看，什么都不会做的，不会有危险。明日一早我就回来，这件事不要告诉王爷，你和米峰知道就行了。华善知道自家主子的性格，只能点头。华善，你叫我有事啊？华善将备询嘱咐的话说了一遍。主子他干什么去了？米峰心里的感觉和华善一样，都不怎么好。唉，主子，让他去吧。以主子的性格，能忍1天，等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万年了，你还在这里，真好。随即一挥手，将天宫点亮，转身消失不见。备询不知道，他才刚离开不久，风千诀就到了。他怔在原地，看着满天星空，捂着胸口，痛到无法呼吸。在确定备询确实已经走了之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连接魔界的桥梁。果然不是初期，有些费神魂啊。神山到底在什么位置啊？那破书上不能写明白吗？这天都快亮了，我就不信我找不到。最后一个，如果这个再不是，就只能下次再来了。备询在穿过这个位面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就是这里。看着这禁制，备询都要气笑了。要知道，他身上的金光是可以破了所有的禁制的，面前的这个禁制破不了，那只能说明这禁制是专门为他而设计的。召唤出金翅，带着自己直直飞起。在与山顶平齐的位置，他终于看见了一个白发男子，被重重铁链绑在山顶，不停地受着雷击。白发男子像是感受到了什么一样，费力地抬起头，却无法透过结界看到外面。没错，这白发男子就是凤千诀的另外一半神魂，跟他脑海中在天门前看到的一模一样。备询深呼吸，运起身上所有的金光，冲着那禁制狠狠地击过去。可就算是这样，那禁制也只是轻轻地闪了闪，连个裂痕都没有。别怕，终有一天我会打破这禁制，将你救出来。地府，我感觉不到玄儿的神识，他干什么去了？你就不能坐一会儿？你这么转，难道就能知道他去哪儿了？你是不是知道玄儿去哪儿了？其实你也知道他去哪儿了，不是吗？让他去吧，不然他不会安心的。这样也挺好啊。那小子不能去神山，不然那天雷劈了他所有的神魂，会灰飞烟灭的。不然当初领主也不会费力的去抢他那一半神魂。神山的天雷那可不是一般的天雷，跟上次劈你那个是两回事儿，那是雷罚。寻儿去了，这未必不是一个突破口。寻儿为他去了神山，可不管是万年前还是现在，他也为寻儿做到了极致。你总是觉得寻儿如今都是他造成的，可你有没有想过，就算没有他，寻儿的将来会如何？不懂情爱，神魂一次次的转世，受到天界众神的排挤，那样的寻儿就算永生又如何？他会快乐吗？那小子现在在魔族。此时的凤千诀站在魔界的入口，看着这已经万年不曾踏入的地方，眼底一片阴暗。当初他在最落魄的时候遇到了寻儿，寻儿就是他无趣生命里的那道光，
照亮了他的心。可天生魔骨，这就注定他的路会比同族其他的人更难走。魔界一旦发现天生魔骨，所有人都将联合起来将其绞杀，想重回魔尊之位，除了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再次将魔剑拔出，别无他法。而风千绝现在只有一半的神魂，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魔尊，您终于回来了。自从您出事之后，魔界再度陷入混乱，青衣费尽心力也只收复了1/3。如今魔尊回来，青衣愿意将手中所有人交到魔尊的手中，但青衣有一个要求。魔尊，青衣爱慕你。不可以！魔尊，你现在只有一半的神魂，如果这样贸然将魔剑拔出来，您的神魂会受不住的。而且其他各势力的人想必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本尊已经成婚了，而且本尊不需要任何人的助力。如果你愿意归顺，自然好；如果不愿意，本尊不介意将你送去跟反叛者团圆。凤千绝，你以为现在的你还是当初的实力吗？你现在只有一半的神魂，根本就不可能将这魔戒重新握在手中。只有我能帮你。瞬间三界所有的生灵都能看见魔界银光乍现，就连在地府中的崔珏都为之一震。他快速地找到叶白。你看见银光了吗？看见了。你也不劝劝他，他这样他不要命了吗？要是能劝得动，万年前他就不会凭借一己之力去踏天门了。崔珏看着魔界方向那冲天而起的银光，心中为风千绝紧紧地捏了一把汗。魏巡的神识正要回去，看见魔界上空的一片银色光芒，脸色惨白。风千绝，你真的不愿意接受我，那就别怪我了。继续攻，他现在只有一半的神魂，我就不信他能坚持到将魔剑拔出来。趁着他现在不能松手，赶紧上！难道你们希望魔界有人统治，掌握着咱们所有人的生杀大权不成？本来还在犹豫的魔族人再次冲了上去，不知道挡了几回，风千绝的嘴角慢慢的溢出血迹，却依然没有放手。他唯一的信念就是要保护备巡。天界、魔界、妖界都已经知道了备巡的存在，妖界尚不知道如何，但天界肯定是要将备巡诛杀的。现在唯有他将魔界收服，才能让备巡少一份危险。只差一点了。风千绝，金光，这怎么可能？寻儿，你怎么来了？泪水顺着风千绝的手渗透进了魔剑里，全身漆黑的魔剑竟然隐隐地发出金银两色光芒，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魔剑全部拔出。本尊就算只剩下半个神魂，也依旧是这魔界的主宰。魔界叛乱之人全部诛杀，一个不留。魔尊终于回来了。是啊，只有魔尊在的时候，魔界才是公平的。当年魔尊出世，魔界就跟以前一样，再也没有咱们的立足之地。魔尊再不回来，我马上就要被那些人打压的坚持不下去了。魔尊！眼看天就要亮了，风千绝只能快速地安排好魔族的事情，带着备巡走了。寻儿，风千绝，我懂，我都懂，我懂你的冷漠无情，懂你的杀伐果断，懂你从小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不易。我会努力，不会让你孤军奋战。虽然我不太能想起从前的事情，但脑海中时不时出现的片段让我知道了一些事情。风千绝，谢谢你，谢谢千万年来
你从不曾放弃过。应该是我谢谢寻儿，如果不是寻儿，万年前我不会去争夺魔尊之位，今日也不会有勇气再次去将魔剑拔出来。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可能至今都是一滩烂泥，随波逐流，最终消散在天地间。寻儿对我来说是永远都不能触碰的底线。天马上都要亮了，主子怎么还没动静啊？要不你进去看看吧，我怕主子出什么事儿，我是男子，不方便进去。华山，我在跟你说话呢，你听到了没有？你能不能闭嘴？主人说不许任何人进去，你是不是听不懂啊？主子的大师兄走的时候，怎么就没把你这个话痨一起带走？王爷，主子说了，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去，包括王爷。我知道，他已经醒了，我进去看看。不行，主子说了，没有他的话，任何人都不能进去。如果王爷要硬闯，属下只能得罪了。哎，姑奶奶，我的姑奶奶呀，快放下，有话好好说，这是干什么呀？你又打不过王爷，快放下呀！打不过也要打，主子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违背。主子说谁都不能进去，那就连只苍蝇都不能飞进去。华山，是王爷来了吗？是王爷来了。我睡醒了，让王爷进来吧。昨晚你干什么去了？我就去魔界门口看了看，然后随便逛了逛，哪都没去啊。后来看见荧光后就去找你了。我就是出去转转，这都不行吗？你不是也背着我回魔族了吗？风千觉理亏，只能小声的哄着。你的神魂没关系，休养一段时间就好。魔剑也能助我，不要紧。但是寻儿，你的神魂之力怎么会有枯竭的现象？昨晚上迷路了，找不到位面的入口，就将位面给撕了几个口子，然后再给补上，耗费了一些神魂。天一亮，一行人就坐上了马车，往兵部尚书夫人说的那处悬崖驶去。魏巡想去看看当初救下了林安舒的那家人还在不在。主子，前面没路了。尚书夫人说的应该就是前面那座山，那户人家就住在那座山的半山腰。这种地方，真的还有人愿意住在这里不想出去吗？就算不为了自己，也不为了孩子想想。回王爷，王妃，这屋子看起来已经很久没人住了，也可能是就没住过人。会不会是尚书夫人一家给了银子以后，他们搬走了？不会，当初尚书夫人要将人接到京都，他们都没去，又怎么会拿了银子自己搬走？跟着兵部尚书一家，不是比他们自己谋生要好得多？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家人根本就是假的。那现在的林安舒，也根本就不是当初从悬崖上掉下来的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能不能让大师兄查一查？不让雷劈死我，你是不是哪哪都难受？这件事情等回去以后，还是让人查一查吧，先不要声张出去。就算现在的林安舒是假的，但目前为止，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危害林家的事情。在有结果之前，咱们派人盯着点就是了。谢鸟，哎，费点也来了，估计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王爷，王妃，南疆突然联合北海，一起攻打我国边境。边境突发瘟疫，死了不少人，到现在无药可医。这瘟疫，怕是南疆的手笔。看来，本王要亲自去一趟了。你别阻止我，反正我肯定是要跟你一起去的。就算你不让我去，等你走了之后，我也会偷偷去。所以，你还不如就让我跟着。罢了，寻儿想去，那就一起去吧。皇上应该已经收到消息了，本王现在进宫安排一下，明日一早，咱们就先行出发，凤家军紧随其后。好，那王爷快去吧，我去找老张头，这不知道是瘟疫还是毒的，
估计就只有他有办法了。啊，对了，这是大婚前一日外祖母给我的，说是能调遣永墨古国外部的1万兵力，你拿着，以备不时之需。本王有凤家军，所以这块令牌还是寻儿拿着，本王也安心一些。啊？你说什么？要去南疆和南境的边境打仗？哎，不，我可不去啊！我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去了也是个累赘。南境边境出现瘟疫，已经有很多百姓因为这瘟疫丧生，军医至今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才会带上你。哎呀，这好日子才过几天呀，南疆就又开始做药，估计那不是什么瘟疫，是毒吧？用毒对付无辜的百姓，真是不要脸，丧尽天良。哎，小祖宗，咱们会在路上走多久啊？咱们不跟着大军走，到南境边界应该半个月就能到。够了，这半个月啊，我也研究点毒药，毒死南疆那群不干人事的小矮子。明日一早咱们就出发，今日你准备一下，需要什么东西或者药材就跟米峰说，银子从吴城革除，没有上限。等这件事情结束后，我再给你1万两红包，算是你这一趟的辛苦费。张子时激动地看着贝寻，差点没给他跪下磕俩头。1年多了，他终于见着回钱了。哎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天知道他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每天的1日3餐都得算计着花。对了，你那个小徒弟就别带着了，留在摄政王府吧，毕竟那边有战事，他太小，别再给伤着了。安王府。先生，本王的腿什么时候能站起来？再有10日就可以了。先生说的可是真的？自然是真的，但是王爷也别忘了答应过我的事情。我听说张子时和摄政王还有摄政王妃去了南境边境，这个是个好机会。张子时？他去边境干什么？他去当然是因为边境有了瘟疫，救人去。难不成那瘟疫是？不错，那不是瘟疫，是我胡家的毒。张子时不是一直都藏在摄政王府里不出来吗？我让在边境的胡家人联合南疆，将毒投到了南境边境的几个城镇中。这样一来，张子时就算不想去也得去。王爷，机会给你了，这次我一定要看到张子时的人头，不然王爷的腿我能治也能毁。本王知道了，这次一定会让张子时有去无回。老张头，你是不是拉马车上了？怎么这么臭啊？要熏死人了！老张头，你不会是把自己熏晕过去了吧？喂，你好歹出个声啊！难不成还真的把自己给熏晕了？哎呀，你这么大个人了，连个五谷轮回都解决不了，真是的，臭死人了！你才拉马车上了，你才解决不了自己的五谷轮回，你才把自己熏晕过去了。我在研究毒药，知不知道啊？你那毒药的作用，是不是就想把南疆的人全部都熏死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也不是不行，但你不能拿咱们自己人做实验啊！把我们都熏死了，你就不怕成为孤家寡人啊？这已经8天了，你没看到从咱们旁边路过的人和马看咱们的眼神有多嫌弃吗？小祖宗，您给评评理啊！我在研究毒药，蜜蜂非得说我拉车上了，还说呀我要把你们都给熏死。这件事啊，您必须得管管，太打击人家的自尊心了。那个老张头啊，虽然我挺想给你做主的，但是你这还不如就拉马车上了呢。你们怎么能这样呢？我这可是在研究能对付南疆的毒药啊！我这都是为了谁啊？我好可怜啊！你是失去嗅觉了吗？这么臭你闻不到啊？这几天你是怎么坚持过来的？
我就是好奇，你是怎么做到没把自己熏晕的？那个，我一开始研究的时候呀，觉得有些药的配比不太对，有一点臭味儿，然后就想改良一下。改良之前，我用银针封了自己的嗅觉，所以我……如果我现在给他一脚，能不能把他踹死？本王觉得，张神医还是赶紧将药给改良好，顺便将自己的嗅觉恢复一下。哦，对了，本王还有一个建议，为了神医你的小命着想，接下来几天，你最好弄点香香的东西出来，不然……如果你再不弄点香味出来，估计这一脚你是逃不过去的。张子时看着贝寻那不太好的脸色，马上像是小鸡啄米似的点头，拿起银针将自己的嗅觉恢复。这怎么这么臭啊？这也太臭了，不行了，我被臭死了！他还有用，不能踹死暂时不能踹死，等以后留着再踹。正在几人吃着干粮的时候，信鸟飞了过来，在头顶不停地盘旋尖叫。信鸟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叫，这怕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吃完马上启程，下面的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不停了，吃住接在马车上。魏泽中了瘟疫，我们日夜赶路，再有3天就能到。张子时一定会有办法救魏泽的。竹子，您不用安慰我，我知道南境边境的瘟疫，或者说是毒有多么厉害。消息上说，这毒军医暂时也只能缓解，如果中毒，最多只能撑10天。如果找不到解药的话，就只能等死。主子，别忘了你主子我是谁，就算魏泽真的死了，还有我在。你是不是忘了我曾经说过的话了？我要是不想让谁死，就是阎王都不敢收。王爷，王妃，开城门。回王爷，城内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感染了。魏泽在最后时刻将属下给赶了出来，将自己留在里面。张军医也在，但还是没能研究出解药。老张头儿，到地方了。来，一人一粒，虽不能治啊，但保证能预防，时效1个月。啊，对了，这种预防的，我们马车上还有个100多粒，时间太短，暂时呀只能做出这么多。不过没关系，王爷，你让人将这丹药化水，喂给没中毒的人喝下去，也能预防，就是时效短了一些，只有半月，不过也足够了。张神医，这真的能预防？这平谷镇目前已经全部沦陷，如果这丹药真的能预防，那后面和旁边的几个城镇里的百姓就有救了。放心吧，这老张头啊最是惜命，如果他没有确信的把握，这城门他是一步都不会踏入的。净说什么大实话呀，我不要面子的嘛。这个预防的丹药方子能不能？我知道这很冒昧，如果不行也没关系，我就是问问。不是我不愿意给，而是就算给了你们也没用。这预防的丹药对火候和配比十分的苛刻，甚至就连下药的时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如果错了一步，那就不是解药，而是毒药了。还请摄政王和王妃止步，城内的所有百姓已经全部感染了瘟疫，还请王爷和王妃保重身体，不要进来。魏大人已经染了瘟疫，王爷和王妃断不可以再有事啊！王爷和王妃还是不要进来了，我们这些人如果能救，那是大幸；如果治不好，也绝对不可以连累了王爷王妃。如今南疆和北海犯我边境，王爷和王妃绝对不可以有事儿。本王和王妃这次带了神医来，已经研制出可以预防的丹药，相信不出几日就可以彻底将你们治好。你们放心吧，本王和王妃会一直陪着你们。至于边关的战事，凤家军已经前去，待这里的事情结束，本王就会过去。不管是你们还是边疆，本王都不会放弃。直接到了知县衙门。回王爷，
自从下官知道了有人染上瘟疫，就第一时间封锁了城门，不许任何人进出。可那瘟疫传播的太快了，仅仅几日，就从3人变成10人，后来就愈发的不可控制。下官觉得不对劲，一边往京都传信，一边让还没染上瘟疫的人去边城找军医，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来的军医说，不仅是这里，其他城镇里也零星有几个染上瘟疫的人了。目前除了延长染上瘟疫之人的寿命以外，也没什么办法能治好。你也染上那所谓的瘟疫了吧？现在什么感觉啊？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突然体温升高，然后降低，反反复复，再就是咳嗽，后来咳血，最后染上瘟疫的人慢慢呼吸困难，最后活活被憋死。唉，主子，确实不是瘟疫，是毒。这毒很是霸道，就算是短期能解，后面也需要好好的调养一段时间。你确定能解？能，但我需要一点一点试，才能配出解药，大概需要3日的时间。而且主子，这毒应该是胡家的。胡家？胡家应该是跟南疆合作了，不然不可能在这毒发的时候，南疆和北海一同进攻边境。南疆留不得了。华山，你怎么来了？你别过来啊，快出去，这个会传染的。王妃，你们怎么也来了？按照路程，你们应该还要几日才到呀？这不是有人着急吗？主子怕把人急坏了，在收到你中毒的消息后，我们这一路几乎就没停几回，马车跑得飞快，几次都差点把老张头给颠飞了出去。你们有武功，你们了不起，就欺负我一个。其实我觉得自己还能再活几天呢，可以等到你们来救我，不用那么着急，路上找个客栈洗个澡的时间还是有的啊。当然了，华山，我不是嫌弃你身上的味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就算是臭死我也喜欢。这一路他究竟在担心什么呀？他这种人怎么会那么容易就死了？你啊，快别笑了。如果老张头最后研制不出解药，你就去地府跟我大师兄笑吧，看他能不能看在你笑得像个白痴的份上，让你投个好胎。张神医，张大仙儿，我祝你长命百岁，永葆青春，一辈子银子多得花不完。我保证，等回摄政王府后，您的1日3餐啊就包在我身上，保证餐餐吃饱，顿顿有肉。所以您一定能研制出解药的，对吧？华山还没答应嫁给我呢，还没给过我好脸色呢，就这么死了，我不甘心啊。你说话算数吗？别本神医将你治好以后，你翻脸就不认账了。认，不就是吃饭吗？只要我活着，我说的话呀就算数。3天，给我3天时间，本神医绝对让你比以前更生龙活虎。而且看在吃饭的份上，我再送你一瓶保肾丸，保证你和华山成亲之后甜甜蜜蜜，他呀天天给你好脸色。这保肾丸呀可是当初我给王爷研制的，可惜啊他俩用不上，倒是便宜你了。哎，王爷，您怎么过来了？本王来找寻儿还有张神医说点事情。贵泽，你感觉怎么样？属下还好，除了有些发热咳嗽以外，暂时还没有任何不适，好像比其他中毒的百姓症状要轻上一些。能不轻吗？在王府的时候呀，你这3天2头的，就算破了点皮啊，都得上我这儿蹭几个丹药吃吃，难不成那些丹药都白吃了？虽不能让你不中毒，但起码呀，你的体质要比一般人强上不少。就中这点小毒，你要是等不到我们来就死了，我还是个屁的神医啊，神官还差不多。我保证，等这边战事结束之后回到王府，每日呀再给您加个夜宵，我自己掏腰包的那种。张神医，不知道在路上您研制的毒药怎么样了？本王说的不是那个臭死人的毒药，
已经改良好了，一点都不臭，无色无味，保证呀比胡家这破毒强100倍。若是用在南疆军中，嘿嘿，您就等着瞧好吧。王爷，您让人啊站在上风口，将丹药捏碎，让风吹到南疆大营中就行。你确定这无色无味？确定。如果有一点味道，回来啊，您将我脑袋拧下来。你们留在这里，这一趟，本王亲自去。我也去，我可以放风，你就带我去吧。反正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他们在这里保护老张头就行。你呀，真是哪儿都拉不下你。华山，华山你在哪儿啊？主子，您叫我。我和王爷要出去一阵，你留在这里照顾魏泽。蜜蜂和魏海贴身保护老张头，估计这几天会有人对老张头下手，我们会尽快回来。咱们是在这里还是再更近一些？不着急，咱们等晚上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再放。就在天快要黑的时候，从南疆军营中突然出现一个身影，朝着两人所在的位置骑马而来。被发现了。齐将军，又见面了。这位是？这是本王的王妃，神灵之女，永墨古国的主人，真神。大师兄，大师兄快出来啊！人呢？大师兄，我有正经事找你。崔哥哥，你在不在啊？快点说话呀，真是急死人了。你说说你们两个，不用你们的时候哪都是你俩，有正经事的时候一个都找不到。你们两个到底上哪儿去了？快出来呀，有坏蛋！大师兄，他是谁啊？救命啊，要死人了！雪儿，杀了他，他是天上的众神之一，主战。万年前就是他带着一众小神将凤千诀拦在天门外，他此次下来就是为了你。除了他，应该还有其他人下来，但目前还不知道在哪儿，我会抓紧去查的。原来是你，怪不得身上的气息如此熟悉。当年本王征战南疆的时候，祁同可没有这股气势。本神这次前来是为了什么？想必你们应该知道。杀了你，我也好早日回去交差。身为神位，却在人间占着凡人的肉身，夺取凡人的灵魂。就算你回去，也会受到天罚。你们两人不也一样吗？要死，一起死。你想的倒是挺美，谁要跟你一起死？你自己死就好了。我们两个可跟你不一样。凤千诀自出生就在这里，肉身本来就是他的，只不过神魂才被找回来而已。而我，我大师兄说了，这具身体本就是我的，而原来的魂魄也早就送去投胎了。跟我们两个比，你比不起。那又如何？只要本神杀了你们两个，就算回去接受天罚，又如何？凤千诀，薰儿，你站着就好，我不会再让他们伤你分毫。万年前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允许它再发生一次。神斧和魔剑剧烈碰撞，一个神器，一个魔器，在半空中较量着，仿佛要将天给撕开一个口子。北巡见状，双手掐诀，将这一方天地单独分离出来，免得伤了附近的人。真神，还是那么泯然众人。如果当初你毫不在乎这世间的生灵，又怎会落到如今的地步？如果薰儿心狠一些，你以为以他真神的身份，你们还有机会如此对他？1万年前是他的出现，才得以让你们不至于消散在这天地间。可你们是如何回报他的？你们真的该死！这仇，就先从你开始清算吧。不可能！你现在只有一半的神魂，怎么可能跟魔剑合二为一？你以为魔界的魔尊是谁都可以做的吗？你以为为什么在本尊前，魔界没有出现过一个魔尊？本尊天生魔骨，别说只剩下半个神魂，就算没有神魂，
本尊一样可以杀了你。当初在天门前，要不是顾忌寻儿，你以为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跟本尊叫嚣？慌忙举起手中的神器抵挡，可就算他再强，也终究没有凤千诀的魔骨强。齐瞳消失了。凤千诀，寻儿，你就是你，你想做什么都行。就如万年前一样，本王依旧希望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那个喜欢吃果子变星星的小姑娘。本王无数次的想，如果当年你没有遇到我是真神，对不对？我有1万年的生命，我是永生的。如果不是因为遇见你，那我这1万年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不断的轮回，不断的重生，该是多么的无趣啊！遇见你，是上天对我最好的补偿。此时，我还真是好奇，老张头这药到底是什么作用？一会儿看看就知道了。这是各类蚊虫，马蜂、蚊子，地上那是蛇虫鼠蚁。是时候了。开门，王爷来了。见过王妃。王爷，将本王的盔甲拿来，让所有将领准备，半个时辰后开始攻打南疆大营，然后一路推进。这场战事过后，版图上将再无南疆。给我也准备一套盔甲，我也要上战场。嘴角含笑没有说话。魏深这是什么意思？看不起我？哼，小心我把他卷到天上，让他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硬。王爷，这是魏深大人让送过来的。凤千诀，我也要上战场。对待寻儿的事情上，我一直都这么小气。手链戴着吗？戴着呢，从来都没摘下来过。话说回来，我去战场，你那些将领和士兵不会有异议吗？毕竟我是女子。不会，在凤家军，本王的话就是军令。而且这一战过后，所有人都不会再对寻儿有任何异议。寻儿可有信心？那群小矮子，哼，一见一个。啊，凤千诀，我没有见。寻儿还记不记得，在万无山庄的时候，本王说要送你一把剑，就是这把。寻儿看看可喜欢？这是。不错，这跟本王的剑乃是一对，是700年前一个世外高人留下的，本王无意间寻得。原来当初在万无山庄，你还没有找回神魄的时候，就对本阁主起了贼心。这怎么会是贼心呢？这明明就是万年的情缘。众将士听令，一会儿对战的时候，尽量避开各种蚊虫鼠疫，就算被咬了也不必惊慌。刚才你们喝的药可以预防各种毒素，不用担心。这次本王就带你们将整个南疆彻底铲平，永绝后患。冲啊！要是寻儿万年前也能这样，如今这天下会不会将是另一番景象？哼，不会。万年前，寻儿不会置天地万物生灵而不顾，那是他身为真神，保护万物的本能。但如今，那本能已经被众神的无情给消磨得所剩无几。当寻儿想起一切的时候，怕是这天地间将会有一场大战。真希望万年前那群高高在上的众神，在见到寻儿恢复真神之力的时候，不会后悔他们当初和今日的所作所为。不过，到时候不管他们怎么求，寻儿应该都不会手下留情了吧？不会。万年前寻儿为了天地万物牺牲了自己，但却没想过会害得凤千诀在神山上受罚万年，也没想过领主会为了他至今下落不明。就连你我二人也身受重伤，躲躲藏藏。等寻儿想起一切，只会恨不得将这一切都毁灭。他来了，你我二人也该去见见了。至于寻儿，有凤千诀在，不会有事。是啊，万年了，
是该见见了。我爹的仇，到今日，也是时候先收点利息。叶白、崔珏，你们二人果然没死。吴琛，又见面了。我们没死，真是让你失望了。不过，就算是你死了，我们两个也不会死，因为你注定要死在我们的手中。想当初你爹死在我手中，你恨我入骨吧？当年没找到你，我本就怀疑你还活着。果然呢，只是我没想到，你居然能跟叶白在地府躲藏了这么多年，也忍了这么多年。我躲藏万年，就是为了今日。如果我爹知道我为他报了仇，他也会很欣慰的。我本来是杀贝寻那丫头的，没想到竟然将你们二人给引了出来。想来也是，只有贝寻才能让你们二人如此失控，居然能让你们二人在这个时候不顾自己的元神受伤，强行出了地府。还真是感人呢。这件事你不要插手，这是我崔家和他之间的恩怨，这仇在我心里憋了万年，今日终于能亲手手刃了他。崔珏，你崔家一族因为贝寻而覆灭，你不应该恨贝寻吗？你爹就是因为他才会死，为什么万年前在他跳进幽潭的时候，你还会舍命去救他？如果不是因为他，你和父亲至今还是神位，过着无忧的生活。你应该庆幸你吴家没有祖坟，不然今日就是你死之期，你吴家祖坟炸裂之时。玄清剑居然在你的手里，怪不得当初我找了那么久都没找到。寻儿只是个由头而已，今日你是第一个，下一个就是你背后之人。风清诀，我总感觉大师兄他们有事儿。寻儿专心一些，你大师兄他们不会有事的。崔珏，这一切都是因为贝寻，你爹，你大伯，你那才几岁的堂妹，虽然全都死在我的刀下不假，可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贝寻。这一切都不是寻儿的错，是你们的错。寻儿本就是真神，对世间有着大爱，他爱众生，爱我们每一个人。是你们将他逼到如此境界，是你们和你们背后的主子心生贪念，想将寻儿的真神之力据为己有，才会有崔氏一族的灭门惨祸。这一切跟寻儿有什么关系？跟寻儿有什么关系？我不会死的。卓人答应我，只要我杀了贝寻，就会将真神之力给我一份。我还没杀了贝寻，我不能死在这儿。所以叶白和崔珏看见的，他站在角落也看见了，看见了一切。崔哥哥，崔伯伯，还有崔家，都是因为我才覆灭的，对吗？你崔伯伯和我，还有崔家所有人，从来都不曾后悔保护寻儿。寻儿不必自责，这都不是寻儿的错，所有的一切全都是那背后之人的错，跟寻儿没有关系。我也从来都没有怪过寻儿。能保护寻儿，崔哥哥很高兴。寻儿，我们出来的时间太久了，该回去了。你也快点回去吧，你的神魂本就没有恢复，不能离开本体太长时间。这些事情你不要多想，任何事情都有大师兄和崔哥哥在。寻儿，你只记住，我们都是爱你的，我们做的所有事情没有一刻曾后悔过。你们放心，总有一日，我定会让背后之人付出代价，
到那时候，所有为了寻儿失去生命的人，也都将会回来。寻儿不会让他们就这么消散的。被寻神魂归位。凤千诀，我在。如果有一日，我是说如果，我终究会消散在这天地间，你一定要好好活着。不管玄儿去哪儿，我都会陪着。如果没有我陪着，玄儿无聊的时候谁陪你说话？玄儿怕黑，有我在身边会好一些。张神医，已经7日了，现在平谷镇的百姓已经都好的差不多了，我准备去找主子，你是留在这里还是跟我一起去？这么多人刺杀我，我跟着你去，生命有保障吗？我怎么知道？所以我才问你，你要是不走，米凤会留下来保护你，他可是江湖第一杀手。哎，我也要去找主子，在这里天天跟老张头守夜，我都快长毛了。看看小爷这张俊脸都熬成什么样子了，还不如就带着老张头去找主子。在军营里，那些杀手也没本事进去。那我要跟着去，我要去军营，军营多安全啊！主子，主子，我们来了，你有没有很想我们啊？老张头，你快点儿，怎么这么慢呀？这一路上就属你最耽误功夫，早知道不带着你了，就把你放在平谷镇得了。要不是你这一路又坐马车又遇刺杀的，我们2日前就到了。米峰，你还好意思说呢？如果不是你，我脑袋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大包啊？就算我是神医，药膏再好用，也得几天才能消下去。哎，别碰，把你爪子拿开啊！不知道很疼吗？一会儿见着主子呀，非得让主子揍你一顿不可。哎，华山，这么半天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呀？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哎，要不我给你看看，赶了这一路可别再生病了啊。我没事，只是祝你们好运。姑奶奶，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时辰主子还没起床。你们几个给我进来。哎，王妃叫咱们呢，你们2个上哪儿去啊？我们好像有东西落在马车上了，我们回去拿一下啊。磨磨唧唧的干什么呢？还不赶紧进来？要我出去请你们吗？哎呦，主子啊，我好想你啊，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呢。那个老张头啊，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招人恨呢。那杀手一波一波的来，连觉都不让人睡了。哎，你看看我这俊脸，都没眼看了。您跟王爷走了之后，我可真是太不容易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那么多人追杀我，我这命啊，差一点就要没了。我死了没关系，可万一主子以后有个头疼脑热的，让那群庸医耽误了怎么办呀？我不敢死啊，我得保护主子呀。这一路上我是拼命的护着那些丹药啊，生怕被马车给颠飞出去。研制丹药我费再多心神也没关系，可万一要是弄丢了，主子得少赚多少银子呀？我这脑袋被马车撞的几个包也不疼，真的不疼。比起丹药，这几个大包算什么呀？本王去给你们准备早膳，你们先聊吧。你还不走，在这站着等着发赏银吗？魏巡也不说话，从简易的妆台上拿了一个发簪戴在华善的头上。华善都有发簪，他们俩是不是也有点什么？呵呵，有顿揍。闭嘴。蜜蜂，这些日子你确实是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为了主子都是应该的。你保护老张头有功，本阁主一直记在心上。本阁主，蜜蜂听见被询的自称，突然觉得事情好像不是向自己想象的方向发展。本阁主最近不是跟王爷在攻打南疆吗？战事过后，这的亡魂实在是有些多了。从今夜开始，你每晚去帮着附近的鬼差收收那些魂魄。不过你放心，不用你亲自动手，只要你过去，那些魂魄自然会追着你杀。你只要将他们带去鬼差那里就好，鬼差自然会将他们串成串的。这样既能锻炼你的胆量，还能锻炼你的反应能力。怎么样，这个奖励好不好？别人都没有这个待遇呢。
在这人间能看见魂魄和鬼差的人没几个，你就偷着乐吧你。蜜蜂只觉得自己的眼睛一热，可又没有什么变化。没事儿，晚上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了。主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想要奖励，我只是单纯的想主子了而已。对，就是这样，只是单纯的想主子，怕主子出危险，想保护主子。哎，魏泽幸灾乐祸地看着蜜蜂，那眼神中赤裸裸地写着“活该”2个字。雪儿，让这小子跟蜜蜂一起吧，省得在这里惹本王心烦。活该，让你笑话我，这下好了吧？乐极生悲了吧？王爷，属下什么也没干啊。你差事办得不错，这是本王给你的奖励。怎么，你不喜欢？喜欢，属下谢过王爷。你们2个都下去休息吧，晚上还得干活呢。对了，你们俩晚上喊得小声一点，要是吵得我跟王爷睡不好觉，从明晚开始就去跟着鬼差一起抓魂吧。那个小祖宗，你快别笑了，我害怕。啊，老张头，你这次研制出的解药确实是不容易啊，有功了。我应该奖励你点什么呢？哎，不要，什么奖励都不要，这是我应该做的，能为百姓研制解药是我的荣幸啊，对，我的荣幸。要说不容易啊，主子才不容易，陪着王爷啊打南疆上战场，主子才有功。哎呀，我做的这点算什么呀？那个我有些累啊，就不打扰您和王爷用膳了，我这就出去啊。别啊，有功就得赏。那就奖励你今晚跟米峰和魏泽2人一起吧。不过你不用去引魂，你跑得没他们俩快。你的任务就是在他俩没力气的时候，或者要吓晕过去的时候，帮他俩一把。吃大药也行，扎针也行，看你喜欢。让他俩状态满满的过完这几天，一直到外面没有亡魂为止。对了，看着他俩的时候也别闲着啊，过不了多久就要攻进南疆的腹地了，你抓紧研制点能对付野兽的毒药，没问题吧？没问题。我的华善姐姐，这些天跟魏泽的相处还愉快吗？以后啊，还是不要相处比较好，不然他容易早死。华善啊，我觉得其实魏泽这个人挺好的，对你一心一意。那么抠的一个人哎，他居然舍得花那么多银子给你买首饰。虽说都不怎么好看吧，但毕竟心意在了，是不是？主子，我这辈子只想陪在您身边，照顾您，其他的事情没有想过。那嫁给魏泽不是正好？你嫁给别人，我还得担心你在婆家会不会受委屈，被立规矩。夫君是不是一心一意的对你好，会不会填房纳妾？但是要是嫁给魏泽，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魏泽是王爷身边的人，你就算是嫁给他，也可以一直留在我的身边，我们依旧不会分开，只不过是换了个房间睡觉而已。而且在我眼皮子底下，我也不会担心魏泽是不是会欺负你。如果有一日他对你不好，移情别恋负了你，我就直接让他下去找我大师兄报道。去而复返的魏泽手中拿着密报站在门口，听见被询的话，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好感动啊，不娶个王妃当跑腿的行不行啊？王妃，属下拿命起誓，以后保证对华善一心一意，绝对不会辜负他，就像王爷对您一样，将华善当眼珠子似的疼爱，这辈子呀绝不填房纳妾，不然就让属下死无全尸，让您把大师兄把属下带走，下辈子当猪狗。胡说什么呢你不知道主子从来都是说到做到的吗？你如今这么说，如果有一日你怕是真的连轮回都入不了了。我这一世啊，如果不能娶到你，还不如就死了。没有你，当不当人又有什么关系？把你手中的密报留下再去，滚吧。王爷，是不是从前就算你要死了，魏泽都没有跑过这么快吧？
看密报，少来打趣本王。都说女大不中留，这魏泽赔钱货。这南疆有很多人都会御兽吗？并不是，只有南疆皇族会。而且在南疆，没有被驯化过的野兽是不允许进入城市的。从前南疆的军营中，也不是没有野兽出现在战场上进行辅助，可以野兽为军队，这倒是从来都不曾出现过。会不会跟那些家伙有关系？不会，虽说天上那些人多得数不过来，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冒着魂飞魄散的危险来人间诛杀你。那些人呢，自私得很。野兽大军不是还有2日才到吗？到时候就知道了。这也别说，这2人的体力还真是挺好的，不愧是小祖宗身边的人。哎，就是的，别说我活着的时候，就是现在我已经是鬼差了，可能也没他俩跑得快啊。呦，快看呢，前面那个都跑出残影来了。哎，2位大爷，你们能不能快点穿，找一个长一点的锁链，这个太短了。哎呦，我真的快跑不动了。如果今天我累死在这儿，能不能麻烦你们一会儿穿我的时候轻一点，尽量保全我这张脸啊！喏，给你们续命的来了。蜜蜂，过来，吃药了啊！蜜蜂先来，魏泽一会儿来啊。你们2个的丹药不一样，别吃错了。啊，对了，你们2个别离我太近了，我给你们扔过去就好。虽然我看不见，但还是觉得挺害怕的。你以为就你害怕吗？小爷都快被吓死了好吗？你看看身后这一群，追上来了！老张头，你在跑什么？快给我丹药，我快累死了！实在不行，你给我扎几针也行。站住，别跑了！你大爷的！我扔给你，你可接住了啊！你别追我了，我害怕呀我。魏泽的我也一起扔给你了，瓶子上带花纹的是你的，不带花纹的是他的，你帮我给他吧，我就不去找他了啊，太吓人了。你听见没有？我让你别追我了，你怎么还追啊？哎呀，小祖宗救命啊！你呀，嘴上说来看热闹，其实明明就是不放心。这可不是我不放心，我是怕我家的华善不放心，这才带他出来看看的。是你非要跟着一起来的？主子就别拿属下打趣了。不过属下觉得他们这种训练方式特别好，应该长期坚持下去。一直这么下去，蜜蜂是肯定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你家那个能不能坚持住。不过这几日老张头应该会给他调理调理身子，锻炼锻炼也好。毕竟等回王府之后，本王妃就要开始筹备你们2个成亲的事情了。到时候魏泽要是不行，打的可是老张头的脸。你没听见刚才老张头说这2人的丹药都不一样吗？谁说要嫁给他了？蜜蜂说的，他跟魏泽一个营帐，说魏泽回去的时候可嘚瑟了，这一路上逮谁跟谁说，恨不得全军营都知道，还特意写了密信回去，告诉那些跟他交好的暗卫们。主子，能不能让追魏泽的魂儿多一些，累死那个王八蛋。人是你自己选的，以后哭的时候可别来找本王。我怎么突然觉得追我的少了呢？蜜蜂，是不是你？什么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把追你的魂都引到我这儿来了？明明我这刚才没有这么多的。怎么可能是我？我要是有这本事，早就让他们去追老张头了。不过话说回来了，好像真的追你的多了一些。主子还是心疼我的。对，都去追魏泽那个王八蛋，累死他！在第6天的清晨，不好了，主子，王爷，快醒醒！你们几个是不是不长记性啊？晚上不够你们折腾的，是不是？不是，主子，这次是真的有正经事儿。出什么事了？难道是魏泽或者老张头累死了？不是，他们俩好着呢，在后边。又没死人，你这一大清早的在这乱叫什么啊？主子，是这样的，昨晚我和魏泽吃了老张头给我们改良的丹药，
一直到今早都觉得有使不完的力气，然后就决定教老张头骑马，省得以后有急事的时候还得每次给他备马车，慢悠悠的。你们教老张头骑马？那个就是将老张头绑起来，扔到一匹小马上。我们是觉得先让他适应一下嘛。小马？不会马厩里那匹纯黑色，脑袋上有一朵白毛的吧？对对对，就是那匹。魏泽绑老张头的时候，我亲自去挑的，就那匹最小。那匹马怎么了？那匹马还未驯化。哎，李峰，你过夜的是不是啊？不就是我觉得一晚上得给你们喂好几次丹药太麻烦，加大药量让你们俩流鼻血了吗？就这么点小事儿，你们两个至于合起伙来要我命吗？那可是还没驯化的马呀，就算小，那也是还未驯化的呀。你们两个呀，都说最毒妇人心，你们两个呀，简直比妇人还恶毒。现在不是说你这事儿的时候，我事先也不知道那匹马还没有被驯服，就把老张头给扔了上去。结果刚扔上去，那匹马就跟疯了似的跑了。我跟魏泽追出去好几十里，最后在一个山坡上看见被扔在地上的老张头。但是话说回来，就算那匹马没被驯服，也不可能跑那么快呀。我袖子里有银针，本来啊想给那马一针，让它安静下来，结果扎歪了。就在我们将老张头扶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那匹马冲着旁边的树林去了。我跟魏泽拎着老张头就想把马给追回来，可没想到看见了一群野兽。那群野兽就好像咱们的军队一样，特别有灵性，狼一堆熊一堆的，什么都有，互相也不打架。我们在后边跟了一段，发现他们是冲着咱们军营来的，所以赶紧回来报信。按照他们的速度，今日午时就能到军营外边了。这些天对付野兽的毒药，你研制出来了吗？研究出来了，可是那群野兽太多了，我存的那些不够，估计啊只能放倒一半，另一半野兽怕是要将士们抵挡了。我这就回去多做一些，能做多少是多少。用丹药总比用人命去填好。米峰和魏泽连忙表示他们也可以去帮忙。丹药是谁都能炼的吗？哎呀，你们两个还是离我远点，别给我添乱的比较好，不然啊我真怕自己一个没忍住，先把你俩给齐齐毒死。从吴成阁拿1万两银票，一会儿给老张头送过去，不然估计他几个月都不能理你。对对对，一会儿我就给老张头送银子去。老张头见着银子肯定什么都不计较了。这银子不用从吴成阁出，这是我的过失，我自己出。我可没银子啊，我的银子全都在我家华善那里，现在我全身上下就只有10两，你要不要啊？还没等米峰说什么，军营的不远处传来一阵野兽的怒吼声。这要是没有老张头的毒药，怎么打得过这些啊？如果真的打起来，就算有张神医的毒药，也是场硬仗。我们曾经跟野兽对战过，那些野兽只听驯服者的号令，没有自己的意识，就算在死之前，也要咬下最后一个人的脑袋。主子，这2只老虎我见过，就是他们在带领这群野兽，如果要杀的话，先杀他们。不过我怎么觉得他们现在一点都没有早上我看见的带领野兽的气势呢，反而有一些讨好。是你们2个啊？你们2个居然还活着，还成了万兽之王，真是让我意外啊！戒备，全员戒备，保护王爷王妃。没事没事，收起来，别将他们2个吓得不敢过来了。王爷快将王妃带回来吧，跟野兽距离那么近，万一受伤可怎么好？无妨，王妃心中有数，让他们将兵器收起来吧。这场仗应该不用打了。那2只老虎突然呜咽了一声，齐齐趴在贝寻的脚边不停地蹭着，那讨好的样子分明就跟王府里的那只小奶狗如出一辙。这2只老虎啊，就是当初在宫宴上南疆带回来的那2只，后来在正月15那日被人设计喂了药放了出来。主子觉得这2只老虎有灵性，就让王爷将这2只老虎放回了南疆的边境，没想到
居然让他们混成了野兽的统领。那他们是怎么找来这里的？应该是本王带着玄儿去附近的城中暗访，在附近玩的时候留下了气息，这才让他们找了过来。这2只老虎已经开了心智，此次带野兽群来，应该是来认玄儿为主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这次带来的这群野兽群是来归顺我们打南疆的。虽说我不能听懂他们说什么，但我大概能感受出来，他们的亲人乃至孩子应该都死在南疆那些驯服野兽之人的手里了。他们想要报仇，他们不会跟我们为敌，只是想要报仇而已。好，那我们就带着他们攻打南疆，将他们的亲人救出来，然后放他们去他们应该去的地方。2只老虎高兴了，冲着身后的野兽群吼了几声。惊奇的一幕出现了，野兽群慢慢后退，四散开去，有组织有纪律，就好像从来不曾来过一样。没想到他们2个居然一左一右的守在营帐门口。咱俩这个月的月银不会直接发给他俩了吧？说不好啊。那可不行啊，我回去还要成亲呢，得多攒一些银子。王妃，那2只老虎抢了我的差事，守在营帐外面，说什么也不肯走。你去给他们2个弄点吃的，至于月银还是你的，毕竟我也不能让华山以后跟着你吃苦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华山的银子可比你多了，你这算不算是吃软饭啊？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本王，王府的银子一直都是你在管，月银也是你自己发的，如今怎么就怪到本王头上了？不过看在你就要成亲的份上，回王府之后去账上支2万两银子，就当本王给你随的份子了。多谢王妃，多谢王妃。华山，我又有银子了，等回去之后呀，全都给你。你当初对我夫君的父亲下蛊，是因为你们南疆的上一任王上留下的密旨吧？如果本阁主的消息没错，密旨上写的这一任南疆的王上应该是我的公公凤战，而不是你。是，你说的没错，凤战是我的六皇帝，是南疆的皇祖，是我父皇最喜欢的儿子。当年凤战不学无术，专门惹是生非，可父皇就是喜欢他。为了让父皇多看我一眼，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读书，所有皇子中我的才学是最好的。可是没想到父皇早早的就有意将凤战立为太子。南疆有老祖宗立下的规矩，皇子年满15才可以被立为太子，可当时凤战才8岁啊，我比凤战大3岁。有一次出去历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隐士家族，是他们给了我蛊虫。那隐士家族姓胡吧？不错，是姓胡。没想到你连这个也知道。本来我还没下定决心要给凤战下蛊，想着以后时间长了，也许父皇就能看见我的好了。可没想到几年后，我发现我心心念念的女人居然喜欢凤战。没想到你居然能活到今日，这真是天要亡我南疆啊！我该叫你王上，还是该叫你皇叔啊？你是该叫我一声皇叔的。当初我就不该下什么蛊虫，就该直接杀了凤战。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凤战能坚持那么多年，最后居然是死在战场上，而不是死在蛊虫身上，真是让我诧异的很呀。至于你，终究是本王大意了，居然让你活了这么多年。能活这么多年，是我的本事，也是你的无能。毕竟这么多年来，你派了多少人刺杀本王，都没成功过。上次就差那么一点，你派的人就能将本王毒死。还好你碰上了本阁主，不然你现在还指不定在哪投胎呢。你自称本阁主，你是叶芝？对啊，我是叶芝。
无城阁的阁主。不仅如此，我还是凤千爵的王妃。嘿，气人不？就因为他救了你一次，你就喜欢上他了。可是那又怎么样？你喜欢他，可他却不喜欢你，到最后你还不是嫁给了我。恐怕凤战到死的时候都记不起有你这么个人吧。我查到我父亲被凤家捡回去的时候已经10岁，从前的记忆已经完全没有了，应该是蛊虫造成的。当时我父亲中了蛊虫，不知道经历了什么，居然走到了南境的边界。外出的祖父看见我父亲在跟野兽打斗中突然晕倒，就将人救了回去。可能是缘分吧，我祖父一生没有娶妻，最后就将父亲当亲儿子在养，并对外说这是他的私生子，并取名凤战。一直到最后，我父亲虽然知道他可能出自南疆，却并没有来得及细查，就死在了战场上。原来他真的不记得我。你长得很像你父亲。这么多年，你的心里居然还在想着他。当年是我做的不对，我为了得到你，不惜强占了你的身子，逼得你和你的家族不得不将你嫁给我。可在我坐上南疆王位之后，对你是有求必应啊，有什么好东西都第一个送到你的宫里。你身体有缺陷，不能给我生下子嗣，可我依旧封你为皇后，而且一做就是这么多年。你知道我顶着多大的压力吗？凤战他有什么好？他到底有什么好？你说啊，你说啊！凤战哪儿都好，起码他不会像你一样，做任何事情都这么的不择手段。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你甚至可以泯灭人性。你当真以为我身体是天生的缺陷，不能给你怀有身孕，给你诞下子嗣吗？那是我在得知自己被你玷污，必须要嫁给你之后，让身边的丫头去买了药。别说，那药可是真好啊，只一副就能让我这辈子都不能怀上你的孩子。你不知道，从嫁给你开始，我每见你一次，我都恨不得杀了你。每次被你触碰过后，我都想杀了我自己。可是我不能，我还有母族，还有父母，还有兄姐，所以我只能忍着。我每天都在祈祷，老天什么时候能够开眼，让你和南疆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今日终于等到了，我终于等到了。老天真是有眼，这都是报应啊，这都是报应啊！你睁开眼睛看清楚，这是凤战跟别的女人生下的孩子，他不喜欢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那又如何？喜欢他，从来都是我一厢情愿的，他也从未说过对我有心。以你父亲的性情，能让他娶的，一定是他挚爱之人吧？是，父亲和母亲感情很好，我母亲之所以离世，也是因为接受不了父亲的早逝。那就好，那就好。没想到吧，我居然会武功，是不是很意外？这都是凤战小时候教给我的。我小时候，我父亲还不是一品大臣，官位低微，所以总是被其他官家女欺负。是凤战无意间遇见为我出头，后面更是偷偷教我武功。今日我就用他教给我的，亲手杀了你。就算死，你也要跟我死在一起，到死我也不会放开你。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
你都休想逃离我的身边。是啊，我是你的皇后，怎么能逃得开呢？你放心，虽然你的这辈子我已经无能为力，但我保证，下辈子、下下辈子，你都不会再遇见他。你会遇见一个与你相爱之人，宠你入骨，你们会有自己的孩子。很多年之后，儿孙满堂，享天伦之乐，安稳、幸福，无病无灾地过完一生。我真的可以吗？可以，我保证。不，你不能这么做，把它还给我，还给我，它只能是我的。是你大爷的！你这种人，就算是死了也没有好下场。你就好好的在地府享受你的百年孤独吧，还想拉着人家皇后下水，你想的倒是挺美。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我是你祖宗。我代表南疆所有宫内的侍卫，愿归顺南境。愿归顺南境。我们也愿意归顺南境。等这边结束后，就是北海和东洋。安稳下来之后，我就陪你回永墨古国。不着急，反正外祖母也已经回去了。等南境的事情全部结束之后，我们再回去也不迟。京都里还有几个小猫小狗没收拾呢。魏泽和华善也还没有成亲。蜜蜂，最近千衣坊有没有新的天丝云锦，红色的？有，我早就让人留意着呢。大红色的、暗红色的、红色带暗花的，我全都收回来了。那就好，等回去之后让华善挑一挑，再给他们挑个好日子，把亲成了。主子，您说什么呢？谁说要嫁人了？我说的，华善，你不是已经答应嫁给我了吗？我只说考虑考虑，谁知道你那么不要脸，到处跟别人说自己要成亲了。好啦，人这一辈子可别让自己留下遗憾。要是哪一天魏泽突然就死了，你会不会后悔现在没答应嫁给他？话是好话，但怎么就那么不对劲儿呢？真是便宜他了。是王爷回来了，停车。雪儿，我回来了。我身上脏，先换个衣服再抱雪儿。我不嫌弃你。天快黑了，今晚就在这休息。你们各自去准备吧。我知道你们两个就要大婚了，这不，我呀来提前给你们送新婚贺礼了。哎呀，是真的，真的是给你们的新婚贺礼。什么新婚贺礼？我也来瞅瞅。要是好东西的话，哈哈，等我以后成婚，老张头，你也照这样给我准备一份。好，只要你们喜欢呀，以后我每人给你们准备一份。张神医给的新婚贺礼，他能有这么好心啊？这明摆着就是不想给份子钱，拿其他东西凑凑数呢。华山，你看啊，这个让魏泽吃了，能增进夫妻感情，你懂哈？这个跟那个相反啊，是让他吃了他就不行了。这2瓶可千万别弄混了啊！瓶子上我都贴好纸条了，你们吃之前先看看，别到时候适得其反，再怪起我来了。这个是给魏泽调理身体的，这个是给你调理身体的，这个是容易有孕的，这个呢是暂时不能有孕的，还有这个啊，还有这个哈，这个最绝，是我刚研制出来的，也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啊，吃了能让他闭嘴，一粒管1天，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神奇啊？哎，华山你快拿着啊，这些都是给你的，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保证对身体没有一点副作用。张子时，你是不是在报复我啊？这1万两银票你拿去给张神医，就说是本王给他，让他随份子的银子。你身边这几个人呢，可真是难缠。本王要是再不出手，估计魏泽这货到新婚之日，怕是连洞房都进不去。哎，华山、魏泽，你俩等等啊！刚才啊，我是跟你俩开玩笑的。这8000两银票啊，是我给你俩成婚的份子钱，说好了，发，多好的寓意啊！不用谢，不用谢啊！
8000两，老张头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这银票是王爷刚才让我给他，让他给你俩的礼钱。不过王爷给的是1万两银票，给多了吧？不过这也不能怪你，就算你只给1000两，老张头也能扣下200两。毕竟张子时对银子的执着，比之前的魏泽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别说银票了，就是路上看见一个铜板，他要是没捡起来，那都得算丢，还得后悔好几天都不能睡着觉的那种。这次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都不给张子时那么多银票了吧？因为给多少都不够他花的。他呀，这辈子最看重的2样东西，一是他的小命，另一个就是银子。张子时在自己的马车里，哎呀，果然啊，银票就得随身带着，不然我哪能眯下这2000两啊？加上这2000，刚好2万两，够我买。张神医，王妃让我来跟您说，上次在鬼市买的东西不用你的丹药抵债了。哈，太好了，我就知道主子那么大方的一个人，怎么会跟我计较那么点丹药呢？那小祖宗大方，你这脑子怕不是有点什么大病？王妃说呀，丹药就不要你的了，让你给他2万两银子就行。鬼市上的那些东西啊，可是一共花了大几10万两。王妃说1两银子都不让你出，怕你不好意思。我好意思啊，我好意思啊，我特别好意思呀。王妃还说这2万两她知道你有，给，哎呀，都给你，正正好好2万两，拿去给他。你还在这儿数？哎，不用数了，我刚数完。哎，快走，拿着快走，不然啊，我怕我马上就要上手抢回来了。这夫妻俩绝对是故意的，这绝对是他俩给我下的圈套，先给我银票，让我给魏泽他俩随礼，然后再把银子要回去。我好不容易才攒下的呀，我看上的那套琉璃瓶子，还有那组漂亮的柜子，哎呀，我不想活了。张神医，这是主子让我给你的，说是答应给你的辛苦费。不要。要。自己看了无数遍的银票，怎么可能认不出来？这分明就是他刚给出去的呀。你可做个人吧，我求求你了，你可做个人吧，行不行啊？你说给我1万两的，我给你了呀。可你跟我要了2万两啊。对啊，那是你欠我的呀。你1万两的银票，随礼只给了8000两。张神医貌似还欠本王2000两。回马车上以后，自己找点丹药吃，别回头把自己气死了，没命恢复。要知道啊，如果你真的死在路上了，主子是绝对不会费力把你拉回去，再给你找个风水宝地的。估计啊，也就找个他看着顺眼的土坡，就地把你给埋了啊，再随便找个破木头，上面写着老张头之墓。我可真是谢谢你的好心了啊！不过放心，我保证活得比你们都长。这时，在那里，王爷皇妃在那里。这是皇上身边的贴身侍卫。侍卫统领赵向明见过摄政王、摄政王妃。起吧，你不在京都保护皇上，怎么找到这里来了？回王爷，京都出事了。起来吧。京都出了何事？为什么本王没有收到消息？王爷，您快回去吧。这京都里出现了一些怪人。也不是，就是明明是正常的普通百姓，突然就变得不正常了。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脾气暴躁，见人就打杀，而且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我们抓了几个带回宫里，可太医们也只能看出他们的脉搏比普通人强上几分，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异样。我们不是没有派人给您传达消息，而是从宫里派出传递消息的人，这出了城就不见了踪影，根本就没有到达下一个驿站，应该是在半路被高手截杀了。不仅这样，就连宫中的信鸽，只要飞到半空中，就莫名其妙地掉下来死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就去了摄政王府找管家，希望能让费银子和费一点给送消息。
可费银子和费一点就缩在王府，不管怎么样，拿什么诱惑，他们就是一动不动，不肯出来。管家说呀，他们从我们去的前几日就开始这样了，不仅不飞，还从最喜欢的大园子里搬到魏泽的房间里去住了，已经好多天都没有出来了，就连每日的食物都要给送进去，连房门都不肯出一步。还有那只叫做小黑的小奶狗也被费银子给叼进去了，不许它出门。没办法，我只能将宫里部署好之后亲自出来寻王爷，这一路上不知道遭到多少暗杀。属下一共带出来20人，现在包括属下在内就只剩下7人了。哎，你说的突然就不正常的那些人，是不是一到晚上天黑之后就特别兴奋？对，白天的时候零星的胡乱打杂，就像疯了一样，但是一到太阳落下就会整齐划一，就像受过训练的军队一般。哎，对对，没错，张神医，您说的都对。这是胡家的毒，跟当年永墨古国胡家下的毒一样，只不过没想到这种毒他们居然还有，并且用在了京都。要知道永墨古国是有明文规定的，古国里的东西比外面太过强大，毒和武器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允许用到古国之外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古国和四国的边境常年有军队镇守。但要是胡家，他也能理解吧，毕竟他们已经可以算是叛出古国了。张神医既然认识此毒，是不是可以研制出解药？当年永墨古国之所以能够解了这毒，是因为避毒丹。那避毒丹是永墨古国珍藏了千百年的，而且只有1颗。这些年我每日都会试着做出第2颗避毒丹，但始终都没有成功过。至于解药，当年我张家也只是研制出在百姓恢复正常后去除体内余毒的药物，可那并不是解药啊。如果连张神医都没有办法的话，那这世上估计就没人有办法了。你们今晚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一晚，明日一早我们就赶回去。本王知道下毒之人是谁，他们会有解药也说不定。是属下焦虑了。这晚，王爷，我知道您叫我来干什么，但是我真的研制不出解药。本王知道，本王是想问问你，你是一点头绪都没有，还是缺点什么东西？王爷怎么知道缺一样东西？古国的避毒丹确实是我张家祖上炼制的，就是那位创立张家的神秘人将避毒丹研制出来，是我从小的信念。为此我几乎将所有的张家祖籍都翻烂了，这才从其中找到一丝蛛丝马迹。我从在创立张家的那位神秘人留下的手札中找到了大概的药方，可上面很多药材都已经绝迹了，就算是有，也是特别珍贵，可遇不可求的那种。这些年我几乎将药材全部找齐，就算是已经绝迹的也找到了可以替补的，但只有一味药材我哪儿也找不到，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药材。是什么？我看看我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让米峰去查查哪儿有，我花高价给你买回来。如果对方不卖的话，我去给你偷。金血，金子的金，鲜血的血。金血？怎么这么耳熟啊？我好像听说过，或者从哪本书上看见过。容我想想。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这种表情，我怎么觉得你想将本王妃的脑袋掰开，自己进去找找呢？我表现的这么明显吗？哎，谁不知道一提到书啊，你这脑袋就不怎么好使。如果可以的话，我巴不得自己找呢，不然等你找到了，京都里的人啊，也死得差不多了。哎，别打扰我，你越催我就越想不起来。金血2个字，他肯定是近期看的，如果是以前看的，他早就忘了。金血，散落人间的真神之血，他妈的，费了这么大的劲儿，那不就是自己的血吗？凤千诀啊，你是不是知道？啊？知道什么？知道金血是什么？算是知道，不过不能确定。正好玄儿听过，让玄儿去查查也好。
哎呦，我的姑奶奶，快别生气了！哎，赶紧告诉我，金血是什么呀？哪里可以找到金血？或者哪里有卖的？长在哪里？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找到。金血是真神之血。真神？这是人间，能有什么真神啊？南境出了这么个小祖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完了，这辈子呀，我应该是跟碧都丹无缘了。真神了，巧了不是？你面前的小祖宗就是惊不惊喜啊？意不意外？金血这件事我得想想，你先回去等消息吧。雨凤，我需要你帮个忙。如果你帮了我这个忙，以后你要什么丹药，我绝对没有二话，并且双手奉上。就算我没有，也一定给你研制出来。总之啊，除了银子和我这条命，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这也没发热呀，怎么还说胡话了呢？你先说说，让我帮什么忙？我偷你大爷！你居然让我去偷那小祖宗的血，我是活够了吗？我那小祖宗那么怕疼，我让他流血，他不得宰了我呢？当初被孟香抓了那小祖宗的手，那还没流血呢，王爷都要了他的命。我可不想被那夫妻俩在这附近找个顺眼的土坡给埋了，还给我丹药。你就是给我金山银山，再把你这条命给我，我也不敢啊！你可给我滚远点吧你！你别再跟我说话了，别人找我帮忙只是费事儿，你找我帮忙那是费命。我是绝对不可能帮你的，你死了这条心吧！张子时又把目光看向看热闹的魏泽和魏海，可没等他说话，两人就同时转开了视线。你们，哼！我想办法自己偷还不行吗？我现在体内的血虽然能辟邪，也有些神力，但终究不是金血。如果想让你的血变成金血，你必须在神位才可以。我是魔尊，对天界这种细节的事情不是很了解，或许可以问问你大师兄。大师兄你在吗？找你有事啊，大师兄。这大师兄要是跟小黑一样叫一声就过来，那多好啊！我每次叫小黑，小黑都是第一时间应我，还冲我摇尾巴呢。算了，还是叫崔哥哥吧。薰儿，你大师兄查到人间还有其他小神下来，去追查了。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崔哥哥说。看吧，还是崔哥哥跟小黑比较像，每次都能及时回我。要不我走？崔哥哥，我想问你啊，我能回神位吗？能啊，你本就是真神，怎么会回不了神位呢？等你神魂恢复，所有事情解决后，你就能回神位了。哦不，我是说现在，或者说最近几天我要回神位。玄儿，你多看看书行吗？如果只是要金血的话，也不是非要回神位才可以。只要将你的神魂和现在的身体融合，你的血就是金血了。可就算这本就是你的身体，你的神魂也只在身体中不到2年，强行融合怕会很痛苦啊！这中间还得让那小子帮你。很疼？有多疼？哼，反正总不会有你跳幽潭疼就是了。薰儿，咱们不要金血了，我会想其他办法。既然老张头说没办法，那就真的没办法了。胡家的背后如果真的是当初害我的人，那胡杰就绝对不会将解药交出来。更何况我觉得胡家也不一定会有解药。小祖宗，煮好好了，我给您端上来啊！我的手！不，你扎我麻筋上了，小姑奶奶，你扎我麻筋上了谁让你不安好心的？下次再敢用你那破银针暗算我，我非把你扎成刺猬不可。银针是你这么扎的吗？你好歹扎个穴位啊！我又不知道穴位在哪儿，只是本能的反应而已啊。你看看，
都流血了。切，我又不会扎针，银针那么软，我将银粒注到银针上，这才扎进去。哎呦，好像是扎的有点深啊，我下次注意。哎，你赶紧找个瓶子，把你这血装进去，别浪费了。没准你的血也能让你炼个避毒丹出来呢。我还是回去抹点药吧。不过呀，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张神医这是怎么了？他给自己放血呢，准备看看自己的血能不能炼出避毒丹。张神医为百姓们做的一切，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我们替南境的百姓多谢张神医大恩。今日再在这里停一日，明日再出发。神花，这是神花。凤千诀，你告诉我，昨晚你是不是去了冥界？说话呀，告诉我，你是不是去了冥界？你不告诉我，我就不要这神花。这神花本就是伴你而生，里面曾吸收过你的神力。天黑后，我陪你回地府，让叶白将这神花打入你眉间，这样能减轻你融合的痛苦，对你神魂的恢复也有好处。薰儿，这神花天地间只有这一朵，别任性。凤千诀，你告诉我上哪儿了，让我看看好不好？我可是魔尊啊，怎么会有事？你未免也太小看你夫君了，只是体内的灵力耗费的多了些，有些累。等我洗个脸，在马车上休息一会儿就好了。这一天，风千诀睡得极沉，就连饭都没有吃。他是这天地间唯一的真神，所以这神花也只有这一朵。他不知道风千诀用了什么办法，付出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才将神花从四大守护兽眼皮子下拿了出来。月上中天，有粥吗？饿了。薰儿，这粥是用什么熬的呀？软软糯糯的，真香。药炉。张神医居然舍得将那药炉借你熬粥，真不容易啊。不舍得。那抢的。这粥里怎么还有淡淡的药香啊？我下药了。什么药啊？吃着还挺甜的。毒药。薰儿，我真的没事，不信你看，睡一觉我都觉得自己好多了。是啊，挺好的。你这脸色再白一些，我就可以召鬼差过来了，直接将你带走投胎了。别说鬼差了，就算是叶白，也不能轻易将本尊拘走。这天地间能拘走本尊的，就只有你。答应我，以后别再做这种事儿了，别再为我冒险，算我求你了。凤千诀，你知道吗？当我在神山上看见你另一半的神魄日日受着雷罚，在知道你每日要忍受着无尽痛苦的时候，我心疼的都要疯了。好，我答应你，我保证，以后我去哪儿都会告诉你，绝对不会再瞒着你。我会好好保重自己，不会让你担心的。所以，这次就饶了我，好不好？快走吧，还要找大师兄去呢。我白天问过崔哥哥了，大师兄已经回来了。地府中，凤千诀，你去冥界了？对。胡闹！你想用神花帮薰儿，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去帮你取。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出了事，薰儿怎么办？融合的事情可以慢慢来，但冥界岂是那么好闯的？那里不仅有四大守护兽，还有专门对付有灵力者的毒物。你是怎么拿到这种神花的？你们与其在这里训我，还不如抓紧时间将这神花打入薰儿的额间。你们两个出去吧，薰儿留在这里，我帮他将神花打进去。你们两个在这儿会打扰我们。大师兄，凤千诀是不是受伤了？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就连嘴唇都白得可怕，还睡了整整1天。薰儿，冥界不只有守护神兽和毒物，还有神皇。想要到达神花所在的位置，就必须要穿过神火之路。说是路，但其实那就是一片火海。神火？魏巡震惊地看着叶白，
神火是魔族的克星，冥界不能使用灵力，只能用神魂生生的扛过去。凤千诀他，雪儿，既然他不想让你知道，那你就装作不知道，别让他担心。这神花，你千万不要浪费了。大师兄，我知道了，他用命换来的，我怎么可能舍得浪费？我们开始吧。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闯冥界？别说你现在只有半个神魂，就是你现在有全部的神魂，且在巅峰时期，那冥界都不是你能去的地方。如果你死了，我绝对会让寻儿再重新转世一次，将你忘得干干净净，然后嫁给别人。我只是不想让寻儿疼而已，她受的罪已经够多了。如果不是我，如果不是你，她的生命将毫无意义。天帝在创造真神的时候，本就是让他大爱三界，所以根本就没有给他情缘。你是说寻儿没有情缘？是，真神是没有情缘的。天帝怕真神因情爱误了三界，所以只教他大爱三界，根本就没有情缘。这件事就连叶白都不知道。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崔氏一族本就是世代守护真神的氏族。在寻儿初次化形的时候，我父亲曾去探查过，那时候的寻儿是没有情缘的。可随着寻儿慢慢长大，我却无意中发现了他神魂中的情丝，那是在他遇见你之后才有的。所以风千诀，你就是寻儿的天命。或许这场情缘对寻儿来说是场劫难，不管是寻儿的劫难还是你的劫难，已经走到现在了，难道你还要放弃不成？要是让寻儿看见你这身上，指不定又要想些什么。你这一身的伤，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坚持过来的。不，就算是劫难，我也不会放弃。我会用命护他周全。至于这身伤，不是还有你在呢吗？我真是欠你们两个的。寻儿，今日咱们就出发回京都，你在路上融合，我会在一旁护着你。其他人倒是不敢干什么，你只要看好老张头就行。前几日我听见他跟米峰说他不会武功，觉得没有安全感，想让米峰去给他弄一只驯服过的野兽来保护他，所以我才告诉他我是真神的事情，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不然我真怕米峰禁不住他魔道同意了，然后找个不靠谱的野兽回来把老张头给吃了。主子，早上吃一个果子呀，对身体有好处，我来给您削个果子吃。上来吧，我跟王爷已经起了。主子您看啊，这果子呀又大又圆。老张头，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敢拿匕首在我跟前比比划划的，下次我就将匕首直接插你身上，在你身上扎100个窟窿，看你还敢不敢动这歪心思。还有，这一路上我要练功，你可千万别过来找死啊！万一一个不小心把你给伤了，那我也就只能就近找个土坡把你给埋了。啊，我知道了，我再也不拿针扎你，也不拿匕首刺你了。松手！哎，你快松手啊，小祖宗！金血我到京都的时候我会给你的，你准备炼制避毒丹的其他药材吧。姑奶奶，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你真的给我金血啊？真的，但是这几天别打扰我，我要练功才能有金血。哎，不打扰，我保证这一路安安静静的，绝不会大声说一句话。只要能让我炼出避毒丹，就是做鬼我也乐意。避毒丹，那可是避毒丹啊，我一辈子的心愿。那个小姑奶奶，到时候那个金血能不能多给我一些啊？我想多练几颗，我也不多要，把这个装满就行。
么大的瓷瓶，你可真是敢呐！你那是要金血吗？你那是想要老娘的命吧？张子时，我告诉你啊，就1滴，多了没有？要不是时间紧，暂时没有其他办法，1滴我都不给你。那这么大的行不行？张子时，你给我滚！好嘞。我怎么觉得老张头离主子的大师兄越来越近了呢？哎，其实这样也好，让老张头先给咱们探探路。你没听见刚才主子说要练功吗？这几天咱们多注意点，加强巡逻，尽量安静一些。10日后，这里一般不会有人来，咱们今晚上就在这里休息吧。明日下午应该就可以到京都了。明日就到了，也不知道主子怎么样。王妃这是要修炼完了？练完了会不会变漂亮？不会失败了吧？如果失败，会不会变成老妖精啊？能不能闭上你的乌鸦嘴？主子是不会失败的。王爷，主子他……寻儿晋升为半神了。这真神？不是半神。寻儿的神魂还没有恢复，要不是凤千诀找来神花，寻儿根本就受不了这神光。没想到呀，融合神魂居然直接让他晋升为半神。真神果然不是天上那群废物可比的。照你这么说的话，咱们3个应该都是废物。不，咱们是有用的废物，不是天上那群狼心狗肺能比的。寻儿，恭喜，你不仅成功了，还晋升为半神。半神？那我们能报仇了？如果说京都里的仇，那肯定可以。如果是天上那群混蛋，还得再等等。行吧，先收点利息。啊，你们怎么都跪在这儿啊？虽然我们也去寺庙里拜过，但从来都没有见过真正的佛祖。可主子，您是半神啊，还是活着的半神？趁着金光还未消散，你们几个赶紧去练练内力。就算是魏泽这种有些那个什么的，都会有很大收获的。直接说我笨就好，我不介意的啊。他们都有内力，那我呢？这金光对他们有用，对我没用啊。哼，这金光就你最占便宜，慢慢感受去吧。到时候控制着点儿，别乐死了就行。对了，我的马车坏了，将你的马车收拾出来，我要用。你就在后面装行李的马车上凑合凑合吧，反正明天也就到了。自己的马车坏了就来抢我的马车，还让我自己收拾东西，这叫什么事儿啊？从前我张家的永茂古城的时候，谁见着不礼让3分，全都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们。这倒好，出来之后啊，还得看别人的脸色，还有没有天理了。我还乐死，我哭死还差不多。半神了不起啊，半神就能随便欺负人啊？哎，我就摸了这药材一下，怎么会这样？这本是中等药材，这怎么就变成高等的了？这半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吧？半神了不起啊！半神真的了不起，半神最了不起。我这是长期的还是一时的啊？华善他们将内力提升后就是自己的了，金光赋予你的天赋自然也是长久的。你哭什么？不许哭，憋回去。我只是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啊！小祖宗，你不知道啊，对我们医者来说，药材的好坏简直太重要了。这下好了，以后呀，我就不用花那么多银子买极品药材了，我买低品的，自己回来摸一摸，实在不行啊，我就搂着他们睡觉啊。赶紧的将你的马车腾出来，然后赶紧去后面的车上炼药。对了，给我找个瓷瓶，我给你金血。明日能炼出避毒丹吗？明日炼出来？就算我现在药材齐全，可最少也得7天才能炼出来。你现在用不了7天，3天就够了。最晚后天我就要看见避毒丹。伸手。我可不用你，
瓷瓶给我，我自己来。在张子时的注视下，魏巡接过银针，伸出手，后槽牙都快要咬碎了，也没有扎下去。哎呀，你可是半神，就一滴血而已，至于跟要你命似的吗？你来，我自己下不去手。你下不去手，我就能下得去手吗？扎你，还不如扎我自己呢。可是王爷，你的血也没用啊。薰儿，睁开眼睛。怎么？这还有人？你别……给你，赶紧拿走啊！就这一次。就一滴血，真的不至于，不会死人的。哎，也不是多给2滴，简直抠死了。天快亮的时候，好了，赶紧出发回京都吧。现在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林家姐妹欢颜还有韵儿都在京都，我怕他们有危险。将城门打开！快开城门！摄政王和王妃回来了，我们有救了！京都的百姓终于有救了！快，赶紧去通知赵大人，说摄政王回来了。几人回到王府，我进宫看看皇上，你先休息一下，注意安全。我也要去看看林家姐妹和欢颜他们。安王和胡杰很快就会知道咱们回来了，所以今晚一定会有动作。哎呀，多亏呀，多亏路上带的药炉多，不然照这么个扎法，都坚持不到回府呀。张子时，我告诉你，明日一早，我必须要看见必毒丹。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我今晚不睡了。这药材的配比啊，我一定能研究出来。这张家的老祖宗也是，药方都记下来了，怎么就不能多写几笔，把配比也写上？多写几个字能累死啊！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张家的祖宗根本就没想到，这世间居然还有奸邪？那米峰也是啊，我还想找他帮忙呢，结果一回来他人就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儿，真是的。娘，这可怎么办啊？总不能这么一直绑着若儿，这都好几天了，他再这么不吃不喝，就算能救回来，人也废了。都怪我，要不是我不小心，若儿也不会为了救我被那些人抓破了手臂。三哥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从那天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连个消息都没有。现在这种情况，全城戒严，就连出去找他都不能。娘，我们进宫去请太医好不好？你爹一直在宫里保护皇上，昨日刚传来消息回来，说宫里的太医也还在研究这毒，目前还并没有解毒的办法。现在城中都在到处抓中毒之人，若儿之所以到现在还能留在府里，还是他们看在摄政王妃的面子上。所以啊，我们不能再给王妃添麻烦了。等等吧，总会有解决的办法。若儿染上毒了。星儿，你终于回来了。4天前，有一批染了毒的人，一到晚上就开始攻击大臣的府邸。若儿当时为了救我，不小心被抓伤了手臂，好在府中的人都会一些拳脚功夫，这才没让他们冲进来。可若儿，星儿，你有没有办法？能不能救救若儿？你府中不是有神医吗？他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然而不得无礼，还不快将王妃松开！我不松，我知道雪儿一定可以救妹妹的。你就这么抱着我不松手，我还怎么给若儿解毒？王妃，您是说您有办法救若儿？有，不过得先让我身上这个挂件下来。我下来，我马上就下来。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一个不留，一个都不能留！全都去死！全都去死！王妃，若儿，看着我的眼睛，我命令你，看着我的眼睛。薰儿，真神，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能听见。你现在已经能说话了？能了。1天前刚刚可以，因为您晋升半神，所以连我也得了您的恩赐。真神，我感觉到这小姑娘身上
有我妖族的妖气。妖气？对，是一种迷惑心智的妖气，很轻微，跟毒混在一起，并不容易发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万千年的事情，怕是妖族也有人参与在其中。万年前，我明明发过禁令，任何人都不许做出危害真神的事情。我虽是妖族不假，但是我也是有良心的。您降临的时候，我已经是妖王，当时3界濒临崩坏，其他2界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就我妖界已经出现了地狱之火。那些刚出生的小妖被自己的亲人护在怀里，所有人都满眼惊恐地站在妖族最大的空地上，无处可逃。我费力支撑着将要消失的界面，想着能拖一时是一时，可最终依然逃不过。地上的裂缝越来越多，地狱之火也不停地吞噬着，天越来越黑，眼看着就要塌下来了。你不知道，当时我真的已经绝望了。可就在这时，一道金光霸道地将原本要塌下来的天给撑了起来，就连地也在慢慢地合上。本来已经失去生命的小妖们，甚至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妖族之所以能够活，全都是因为你呢。真神降临，金光是神的恩赐，给了万物无限的生机。在陈家皇陵，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只看出了您是领主的女儿，可没有想到您竟然是真神。我知道了，我现在已是半神，你好好休养，等恢复之后，我就送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我一定会将当年害您的人找出来，不管是谁，绝不姑息。将若儿解开吧，她已经没事了，吃点好的，多补补就行。臣妇多谢王妃救我女儿性命。虽然王妃没有说，但臣妇看得出来，王妃定是今日刚回来就来看我这2个女儿了。我们何德何能，能让王妃这样惦念呢？青姨，您这是做什么？不是您说要将我当亲生女儿对待吗？怎么现在一口一个王妃的，如此生疏起来？以后可不许这样了啊！您就该像那2个丫头一样，在我面前什么规矩都不要才好。对了，我刚才在门口无意间听到你们说话，知道尚书大人现在在宫里保护皇上。青姨且宽心，王爷已经进宫去了，不会有事的。尚书大人应该最迟明日就能回来。是，珣儿说的是青姨想多了。娘，你怎么知道珣儿是刚回来就来看我们的呀？就你这样，将来要嫁到谁家去做主母啊？要是那家人没有小妾还好，不然就你这观察力，不出2月就得让人给害死了。你看，珣儿的鞋面上有少量泥土，就连衣裙上也有些许褶皱。要知道，珣儿可是很爱干净的，如果不是刚进城就赶过来，她身上绝不会这样。珣儿，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说。青姨您说，咱们之间没什么不能说的。那个，就是几日前咱们府上被攻击的时候，我在人群中好像看见了贝太傅，他似乎不太好，应该也是染了毒。贝太傅啊，不必去管，生死自有天命。那狗屁太傅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这天道也不知道一天到晚在干什么，跟个神经病似的。虐待女儿和孙女，只要没死就不受罚，但如果一旦反击，不小心把他们弄死了，就有报应。哼，死了知道是血亲了，他们虐待的时候怎么就不知道是血亲呢？死天道，早晚有一天你会遭报应的。哼，我都不用下去看就知道，一定是你俩那宝贝女儿在骂我了。当年要不是我护着你们护着她，她现在还能在那儿跳脚骂人吗？早知道当初就不该给予那点功德，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护他晚年。你俩看看他给我那天雷下的，天天躺那装死。再说了，我只是个执行者，那规则又不是我定的，骂我干什么呀？我也很委屈的好不好？就直接去了曹运的府上。多谢公子特意来这一趟，我没事，我家人也没事，多谢公子惦念。哟，居然有戏看。那个，你不用客气，是主子不放心，这才让我跑了一趟。既然你没事儿，那我……这米夫原来还有这心思，不过这方面他跟魏泽比起来，可真就差远了。原来你这一路上将马车赶得飞快，一进城就消失，是急着赶着来看韵儿啊！早知道你来，我就不来了，害得我紧赶慢赶的，差点没累死。那个，这不是主子路上说不放心这些姐妹们吗？我这是帮主子分忧。本阁主的姐妹那么多，你为什么不去看邻家姐妹和欢颜，偏偏来看韵儿啊？要知道，韵儿这里距离王府可是最远的。曹韵看着米峰的侧颜，脸上一红，这么好的男子，是他不配。韵儿，看见你没事就好。展儿和若儿还有欢颜都很好，你不用担心。我今日很忙，有些话跟你长话短说。韵儿，你不比任何人差，甚至心智比常人要坚定许多，将来一定可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我知道，主子不必多说，您担心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我配不上他，所以不会生出非分之想的。我现在只想成就一番事业，不再成为爹娘的累赘。您放心，以后我再也不会见米公子了。韵儿，你在说什么呢？我哪是那个意思呀？我是想说，韵儿，你不比任何人差，甚至比其他人要强上几分。你在某些事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天赋，你不必觉得自己因为那件事就低人一等。那件事不是你想发生的，你只是受害者。我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改变不了，你就当被狗咬了一口。如今荣王已经疯了，这次的毒他怕是逃不掉。至于安王，今晚过后，这南境就再没有安王。韵儿，你的仇马上就要报了，放下吧。米峰常说，江湖儿女不拘小节，你的事儿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不会在意的。他应该是最近才发现对你有心，如果你心里也有他，就不要错过。我该回去了，今晚你们守好门户，不要出来。明日一早，所有事情都会过去，京都的毒会消失。韵儿，你也该有自己的幸福了。勇敢一些，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还是很美好的。这边，老张头，你要死啊！喂，没怎么你啊！哎，快把你手里的凶器给放下啊！不然我可真的要动手了啊！哎，主子，正好你来了，你赶紧看看，这老张头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给上身了？我这一回来就过来找他，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地方，毕竟咱们时间紧，任务重嘛。结果我刚一进屋，他看见我就拿着刀冲过来，追得我满屋子跑。百姓们都等着他炼的避毒丹解毒呢，我也不敢对他动手，生怕一个不小心把他给打残废了。这还是亏了他腿脚不怎么灵活，不然估计我现在都已经下地府去了。主子，你快看看，这周围是不是有什么鬼差等着收我魂呢？那个我觉得研究的差不多了，就只有2种药材的配比还没弄清楚，精血就1滴，又不能随便使，所以我就想借米峰几滴血。他的血又不是金血，滴进去有什么用啊？再说了，你要跟他借血，直接告诉他就是了，他还能不给啊？哎，你自己不是有血吗？为什么一定非要别人的？我看你那样子，就觉得扎一下肯定很疼，而且我还得研究避毒丹呢，身体绝对不能出问题。再说，
米峰，他一直说不是正常的血不能流，不然不吉利，所以我才会。你还信这个？他可信了，他不是发誓说主子是要做赔本的买卖，他就一辈子娶不上媳妇吗？就您白给了王爷丹药那次，自打知道了您真的做了赔本的买卖之后呀，他隔三差五的就去各种寺庙里，每一个佛祖都拜，虔诚的不得了。我拜怎么了？这不佛祖显灵了，我马上就要有媳妇儿了，就要入冬了，我努力努力，争取在年前将媳妇儿娶进门。到时候我跟魏泽就都有媳妇儿了，就你没有。切，你说气人不？哎，你都去哪个寺庙了？回头给我列个单子，我也去拜拜。你先别想着媳妇儿的事儿，赶紧将避毒丹给我研究出来才是正经的。不然米峰的媳妇儿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你未来的媳妇儿可就不好说了。我这不是一直在研究吗？要不你就别做梦了，我是绝对不可能再给你金血的。也不是我不给你，因为就算我给了你也没用啊，这毕竟是在人间，我晋升半神已经是个意外，而且金血只有最初的那滴功效才最强，后面的都只是普通血而已。不然我全身就是金血，一旦被别人知道了，都不用别人，就你一个都已经够我受的了。那你不早说。一开始我是不想多放血，被针扎多疼啊！可昨晚我怕你失败，想着再给你几滴，结果放出来的全都是普通的血，还让我白白的扎了自己一下。你知道就那一针，我给自己下了多久的决心吗？你现在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赶紧滚回去研究。安王和胡杰知道咱们回来了，怕你研制出解药，所以今夜一定会来取你狗命。不，王爷，您还是饶了我吧。我这人自由惯了，除了主子，受不得任何人的管制。要是让我每天像其他大臣一样，天没亮就得起床去上朝，那还不如杀了我呢。啊，让主子认我做哥哥也不必啊。我胡闹惯了，别连累了主子的好名声。如果韵儿的父母真的不同意，我就学魏泽，死缠烂打，天天去曹府献殷勤。就是的，向我学，我骄傲，我自豪。大可不必担心我的名声，毕竟你主子我在外面怕是也没什么好名声。对了，我这就去看看我这些年都攒下了什么好东西，等这件事情结束了，我就给韵儿送过去，再给韵儿的父母也挑几样，可好的挑，绝对不能差了。怎么说这将近2年，我也攒下了不少银子。魏泽送给华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他都是从哪儿淘换来的。虽说每样都价格不菲，但那样式，也不知道华善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收下的。他不想揍人嘛？尤其是那什么白菜玉簪、元宝型的坠子，还有那个上好的翡翠，那么好的一块翡翠啊，偏偏雕刻成铜钱的样式，简直了，没眼看。你礼貌吗？好，反正现在天也没黑，他们也不会这会儿来，你就先去挑挑，挑好了再过来，我在这儿就行。为了以防万一，今晚我跟米峰就在这儿保护你，所以今晚咱们3个谁也别睡了。哼，什么保护我？监视我还差不多。其实根本就不用，我是绝对不会偷懒的。虽然避毒丹一旦被研制出来，马上就会被用掉，可我在乎的是研制的过程，根本就不是结果。主子，您看我什么时候去提亲合适啊？也不知道韵儿会不会答应我。韵儿好歹是官宦人家，我现在无官无职，也不知道他爹娘会不会同意她嫁给我这样的人。官宦人家又怎么样？安王和荣王还是王爷呢，结果呢，没一个好东西。想必韵儿的爹娘是不会在乎你家世的，对父母而言，只要自己的女儿过得幸福就好。当然了，不包括贝成平那个混蛋，死了还得坑我一把。你如果这么在乎自己的家世或者有没有官位，不如就让玄儿认你做哥哥，本王再给你封个官当当。以你的实力和心性，绝对比那些只吃饭不干活的大臣们强多了。
本王也能少费点心。这样一来，你就家世也有了，官位也有了。主子，您看看我整理出来的单子，这份是给韵儿的，另外一份是给他父母的，您帮我看看还要不要再添点什么？这不马上要成亲的人了，在这儿呢，让他也看看吧，顺便让他学学，免得给华善聘礼的时候闹笑话，再让人家给抽出来。那给你看看吧，实在不行的话，到时候我可以帮你。不过啊，估计你看不上我挑的，毕竟我这里没有你那些独特的造型。哎，魏泽，要不这样，你找点药材来，我给你摸摸，顺便给你做成极品丹药，这样以后挨揍或者被华善套麻袋的时候，还有个救命的，就不用每次都来找我了。不用你俩在这儿假好心，华善说了，我俩都没有父母，所以啊，就不用另外买什么了。我以前给他的那些银票，就当做聘礼，我将全部身家都已经给了华善，现在全身上下就10两银子，还是应急的，不能乱花。华善是怕你再买那些造型的东西，你怎么就不明白呢？除了在平谷镇那次，你见华善带过你送的东西吗？我觉得啊，他不是不喜欢带，而是带不出门儿。反正要是我呀，我也不带。知道的是别人好心送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多爱财呢。王妃，外边的街上开始有动静了，今日出来中毒的人比前几日生生的多了几倍，也不知道王府的大门还能不能守住。据探子来报，他们去的方向有2个，一个是王府，另一个就是皇宫，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会武功的，那些人看着不像是中毒的样子。王爷走之前已经将府中每个角落都布置好了人，除了大门，其他地方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听林家姐妹说，他们前几日还去攻击一些大臣家，今日去了吗？没有，外边就只有2批人，一波在去皇宫的路上，另一波在来这边的路上。前几日攻击的那些大臣家，今日倒是连看都没看一眼。啊，我看了吴成阁的报告，之前受到攻击的那些大臣家，全都是拥护皇上和贤王的，攻击咱们王府的人倒是没有多少。今夜来攻击王府，应该就是怕咱们府里去援助皇宫，另一个就是来杀碍事的某人。王妃不好了，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弄了辆工程车，这会儿停在咱们府门口一辆。如果他们真的用工程车的话，咱们府上的门怕是坚持不了多久。工程车？你收到消息了吗？没有，看来他们藏得挺深啊，显然不是一日之功，而是有预谋的。就连这次南疆边境的战乱，怕是都有他们的手笔。工程车肯定不止1辆，那剩下的必然是去了皇宫。也不知道王爷那里啊，能不能撑到天亮。还有张神医这避毒丹，马上了，现在就只剩下1味药材的配比还没研究出来，我保证天亮之前避毒丹必定能完成，让外面那群无辜的百姓都恢复正常。然后呀，咱们就去杀了胡杰，那个王八蛋居然对百姓动手，简直是畜生不如。他那个再炸几炉肯定就能研究出来了。毕竟啊，避毒丹不是寻常丹药，炸炉很正常，真的很正常。你们要相信我啊！天亮之前，如果我研制不出避毒丹，我主子，你就把我炼成避毒丹。你们几个坐下，都站在那里干什么？他们还不一定什么时候能攻进来呢。陪我吃点果子，嗑嗑瓜子。咱们几个有多久都没坐在一起聊天了？明日一早，就算老张头没有将避毒丹研制出来，咱们也要进宫去找王爷。也不知道他那边怎么样了。张子时，你炉子多是不是啊？这是一次练了多少？我告诉你啊，要是再让我听见你炸炉，买这些药材的银子就全都从你的月银里出。可不是用你银子买的药材，这浪费起来可真是一点都不心疼。
而且炸掉的药炉，我也绝对不会让米峰给你买新的，就连最差最小的都不给你买。要是你今日将药炉都炸光了，以后再炼丹，你就去厨房用大锅吧。启禀王爷，荣王已经死了，不仅是荣王，整个荣王府都已经被这些毒人杀得一干二净，一个活口都没留下。只是贤王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了。当属下带人过去的时候，贤王府已经成了一座空府。属下怀疑贤王府中有密室，但是来不及搜查。不妨，等明日一早，本王坐上那个位置，还怕找不到贤王一家人？反正都是要死的，只是早晚而已。对了，胡先生已经去了摄政王府了吗？是，已经带人去了，想必现在已经攻进去了。王爷，有句话属下不知道该不该说。说吧。你是本王的贴身侍卫，从小跟着本王，还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王爷，这胡杰有些邪门啊，而且这些毒人都只听他一个人的命令。刚才属下看见他带去摄政王府的那些毒人，跟留给咱们的并不一样，杀伤力要强上不止1倍。等王爷事成之后，这人怕是留不得。你说的事情，本王知道了，一切且等明日再说。摄政王府的门终于是倒下了。你怎么跟那个念宁一样看着本王妃啊？眼珠子不想要了？还是差一点。已经很好了，这要是魏泽，怕是连一个人都射不穿。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敢对我出手，那你就先死吧。小心。天亮了，不能啊！哼，我小祖宗在外面呢，那姓胡的死定了，还想取我的狗命，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啊，呸！我才不是狗！站在皇宫城墙上的凤千珏，胡杰带去王府的人不少，王妃能挡得住吗？也不知道张神医什么时候才能将避毒丹研制出来。张神医不是说了吗？就算研制出来，也得在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下的时候才能起效。况且，我们应该相信王妃，毕竟，王妃不是一般人。要不，属下回府去看看。不必，我相信薰儿。他刚晋升为半神，需要历练才能将神力和身体完美的融合，这正是个好机会。王爷，这些人好像是附近城镇的驻军呢。驻军？可王爷怕调动军队来，反倒被毒控制，所以根本就没有调军队，还让赵向明将京都所有的城门都关了。那这些驻军，安王可真是好样的，这绝对不是一日之功。你们几个小心些，将人逼退就行，尽量别要了他们的命。这些百姓和驻军都是受到了毒素的影响，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王爷，女帝知道了这边的事情，特意派我们过来援助，因为路途较远，现在才赶到，还不得已拆了京都的城门。等这边结束后，我会命人修好，请王爷见谅。有劳了，等事情结束后，本王一定带薰儿回去，亲自谢谢女帝。薰儿在府里，不知道你们有派人过去吗？未来女帝没跟王爷在一起吗？没有，薰儿在王府陪着张神医在练避毒丹。这是古城令牌，能统领古城的士兵，他们就交给王爷了。我去看看未来女帝。薰儿就在金光那里。这速度比米峰还快吧？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快的速度。这要是让魏泽看见，怕是得咬舌自尽了。贝寻用金光将所有中毒的人控制在原地。没想到那人说的果然是真的，永墨古国的主人居然是真神。不过看你现在这费力的样子，应该还没有晋升到神位吧？真是可惜了。
这么绝色的容颜，今日就要死在这里。如果你不是真神，或许我还能留你一命，让你做我的田房。这货到底还行不行？哼，田房？那如果小爷把你废了，你的房是不是就塌了？蜜蜂，我的，你竟然废了我！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真是恶心死了！就你这，还想要田房？我家的小黑看见你都要嫌弃。属下是。我知道，是我外祖母派你来的吧？是，您放心，军队已经到了宫中，那边的情况也已经基本控制住了。属下留在这里保护你。老张头，天马上就要亮了，如果你再炼不出避毒丹，我就把胡杰送到你的房间里，你们俩过日子。主子这个主意好啊，反正胡杰现在已经废了，也不知道这样他能不能打得过。没关系，把胡杰扒光了就行，这样他身上应该就没有毒了。扒衣服这件事啊，我可以来。那给避毒丹练出来了，我练出来了。哎，你们可千万别把他跟我放在一个房间里，我不要跟他过日子啊！我是喜欢女子的，只要主子你不让我跟他在一起，炸了的药炉我不买了。从明日起啊，我就去厨房用大锅，只是会多费点柴火，您别介意啊。你们守在这里，我去宫里找凤千诀。就这么走了？不会真让我用大锅炼丹吧？我就是说说而已，他可千万别当真啊！属下见过张家神医。不必多礼。凤千诀站在皇宫最高的观景台上，看着远处被寻飞过来的身影，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天知道，从今晚他跟被寻分开以后，他有多担心。寻儿，你脸色怎么这么白？胡杰带了不少人去了府里，那毒信居然比外面的还要强上不少，还说要抓我去给他做田房。不过米峰已经将人给废了，是真的废了那种。米峰做得不错，等回去后，本王亲自去曹府给他提亲，聘礼本王出。你这个人呢，还真是个醋坛子。前世的你是不是也这样啊？前世那些众神都恨不得你离远远的，除了本王和叶白几人，谁还敢不要命的往你身边凑啊？只是没想到现在到了人间，出了那么多情敌。那些也能叫情敌？你可真是。太阳升起来了，将它扔到半空后，用灵力稳住。当第一缕阳光照射过来的时候，那避毒丹瞬间发出了阵阵幽香，四散开来。我这是在哪儿啊？这是皇宫？我的老天爷呀！我居然在皇宫里！我这几辈子都没出过一个做官的。爹呀，娘呀！我出息了，我又出息了，我进皇宫了。你看看旁边的侍卫，再看看这一地血，你就不想想咱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吗？不仅如此，咱们在这里都做了些什么，你也不想想吗？哎，你们快看，那个最高的台子上好像有人，天上还有个小小的圆球。那好像是摄政王还有王妃啊。哎，对，就是摄政王和王妃。我在街上见过王妃几次，虽说这会儿看不清脸，但那通身的气质绝对不可能有第二个人。所以是摄政王和王妃救了咱们。摄政王府，张大神医，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这么怕这个胡杰啊？我不是怕他，我怎么会怕他呢？我是恶心。你们不知道呀，胡家的毒为什么会这么厉害？他们用自己的亲人甚至孩子制毒，有些人啊，甚至将自己都制成毒药，方法我就不说了。总之啊，是既残忍又恶心。这个胡杰啊，就将自己制成了毒药，而且毒素呀，已经深入骨血，和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你们就算把它全扒光了，放开水里烫一遍都没用。你事先吃了我预防奇毒的丹药，碰了它是不会中毒的。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回去好好洗一洗。那个，反正现在都已经没事了，剩下的事情你们也能解决。我就先回房了，我也得去淋个开水浴。
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去看看主子。行吧，媳妇儿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薰儿的神魂，这次会被修复好吧？是啊，我原本还以为要等到他这一世结束后回到神位，他的神魂才能被修复好，没想到在人间他居然会有这种机缘啊！这下等薰儿再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我就不用嗷嗷跑了。你可不知道薰儿那速度呀，我要是不用尽全力，估计后果比那些鬼差们还惨。原来你还知道我们惨呢，那你每次还故意将那小祖宗往我们这儿引。哼，薰儿现在的性格跟前世一样，但又不一样。前世薰儿大爱天下万物所有生灵，可最终却落得了那样的下场。这一世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前一世里的影响，他从小就一点委屈都不受，睚眦必报。谁要是惹了他或者他在意的人，他当场就会报复回去。如果当场不行，也绝不会超过3日。神魂恢复之时，薰儿的记忆也会恢复，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受得住。当年你还在养伤，薰儿化形，2、3岁的时候呀，就能将地府里所有的鬼差折磨得见他就跑。为了帮我出气，他甚至半夜不睡觉，就为了起来偷偷找那些不服我的鬼差给我出气。我突然有些期待薰儿回到神位去复仇的那天了，一定会很热闹。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找领主夫妻俩的下落吧。如果我猜的没错，他明晚就会回来。天色大亮，魏巡睁开双眼，定定地看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久久没有动一下。薰儿，这摄政王和王妃，他不是一般人吧？王爷和王妃就是一般人，是普通人，有血有肉的正常人。方才的事情我们谁都没看见。今日是摄政王府中的神医研制出了避毒丹，这才将毒给解了。哎，没错，是神医研制出了避毒丹，王妃及时给送了过来。对，就是这样。刚才的一切都是我们在解毒的时候出现的幻觉。母后，其实我觉得摄政王才适合当这南境的皇上。如果是摄政王，南境一定会更好，百姓们也会更好。母后，皇儿其实并不贪恋这个位置的。他不会要这个皇位的，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凤千诀，我在。我想起来了。薰儿想起什么来了？什么都想起来了，想起我的爹娘，想起大师兄崔伯伯、崔哥哥，还想起咱俩是怎么认识的，又是怎么分开的，一切的一切，我都想起来了。薰儿，别想那么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们报仇就是。但是薰儿，这一次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许再跳进幽潭。你就忍心为了天上那些自私的混蛋，将我们全都丢下吗？这次我不仅不会跳幽潭，还会将万年前逼迫和诓骗我的人全都从幽潭上扔下去，尤其是那个背后主使一切的人，我会将他的神魂打入冥界，直至神火将其烧成灰烬。可是凤千诀，就算是这样，我都觉得便宜了他们，我这口气都出不去。如果当年不是我受了诓骗，一意孤行，爹和娘都会好好的，说不定我们早就在天界成亲。不管是我去魔族，还是你来天界，怎样都好，我娘那么喜欢你，一定会对你很好很好的。还有崔伯伯，现在估计已经可以抱孙子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薰儿，这件事不是你的错，你是真神，本就是为了保护着天地万物才降临。上一世你心中大爱，又被保护得太好，而那背后之人正是看清了你的本性，才会去算计你，造成最后的结果。可这一世
你感受到了人间冷暖，看尽了那些为了达到目的机关算尽的人，这才让你慢慢成长起来。这也是叶白将你送到人间的原因之一。薰儿，你已经一宿都没休息了，现在听话，好好睡一觉。有什么事情等咱们醒了再说可好？魏泽一直等在门口。王爷，安王和胡杰已经被抓了起来，我们还派人去了贤王府和荣王府。贤王他们在发现事情不对的时候就藏进了密室，下人们也都藏到了教中，躲过了这一劫。而荣王府等属下到了的时候已无活口，荣王的贴身侍卫紧紧地护着荣王，直到最后一刻都是保护的姿态，也算是没有辜负荣王这些年对他的偏爱和保护。府中的人怎么样？可有人受伤？王爷放心，我们都没事儿，没人受伤。是什么？就是张神医和米峰两人还在沐浴。打了一夜沐个浴有什么好奇怪的？王爷，他们从太阳升起的时候就开始沐浴了，一直到现在，而且沐的是开水浴。随他们去吧，烫够了自然就出来了。吴杰现在在哪儿？在地牢，跟安王关在一起。走，去看看。就是你，昨晚让本王的王妃跟你做填房。是又怎么样？那绝色的容颜，那身段，那气质，就算是现在想起来我都流口水。况且她可是真神，让真神当我的女人，我做梦都会笑醒。她当初差一点就要跟魔尊成婚了，要不是主人，现在的天界怕都是他们的了。这样的女人，谁看了不会动心？原来你还知道她是本尊的女人，敢觊觎本尊的女人，并当着本尊的面说出口的。如果你将你背后之人说出来，或许本尊还能少抽你几鞭子。你竟然是魔尊！魔尊不是已经被压在神山下了吗？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这里可是人间，就算是主人也不能轻易下来。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嘛，还知道本尊被压在神山下。你的主人不能下来，那必然就是天界之人了，而且还是个极其惜命的。你不用套我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主人是谁的。就你们几个，永远都斗不过主人。要不是真神只能自愿散尽修为，消散在天地间，你以为他还能活到现在？现在可，他神魂重组后被送到人间，这简直就是送死。虽然主人不能下来，但我这样的人在这世间不知道有多少。不仅仅是我，还有其他源源不断的众神下来。你们最好能永远护住他，但只要有一丝机会，就是他的死期。真神本就不该存在于天地间，凭什么他能掌握众神的生杀大权？在他降临救世之后，本就应该自觉了断消散，就不应该活下来。这就是你主人跟你说的吗？他就是这么跟你们讲的。那当初真神降临救下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不说不用？怎么不让他在救世之前就消散在这天地间？真神降临，不是他们自己求来的吗？你主子这么有本事，当年他怎么不出来拯救万物？人间又怎么样？不管是妖族、天界还是魔界，都是因为真神的降临才得以存活至今。寻儿当初就不该救下你们，就该让你们去死。既然你不想说，本尊也不勉强，你就好好在这里受完10000鞭再去死吧。风千绝转身去了另外一个牢房。安王，本王现在心情不好，所以不想跟你废话。明日本王就会把你带进宫里，交由皇上和百官处置。虽然你是皇族，但就你做下的事情，死后连皇陵都进不了。凤千诀，
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那小皇上才6岁多，他能管理好南京吗？我看你就是怕我以后坐上皇位之后，再也用不上你这个摄政王了。我知道了，你是想当一辈子的摄政王，将南京牢牢地控制在你的手中。宫里的那个小皇上和太后居然还以为你是好人，处处为你着想。你根本就是想让他们做你的傀儡。这是我南宫家的天下，不是你凤家的。你其心可诛。本王对南境没兴趣，更是对你们南宫家的皇位没兴趣。本王之所以会扶持当今皇上，一是受了先帝的嘱托，二是虽然他现在年纪小，但他的心是你们几个皇子之中最纯善的。如果你们今日换个位置，他也定不会做出用百姓当毒人来帮自己谋取大业的事情。他就是个好皇帝。至于本王，皇上现在对朝政处理得很好，已经用不着本王了。等其他3国使臣送来降书离开后，本王就会提出辞去摄政王一职，并将凤家军的军权交给皇上。凤千爵，你是不是被毒傻了？这南境是你跟你父亲费了多大力气，打了多少场仗才换回来的？凤家军更是父皇亲口允诺给你，并承诺永不收回兵权，这等于就是你的私兵，是你的底气。现在其他3国已经自愿成为附属国，你现在放下这唾手可得的一切，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本王想要的从来都只是一人而已，其他一切本就是浮云。千爵，你知道哀家一直把你当作亲儿子，不管外面怎么说，哀家和皇儿都不会对你存有疑心的。就算是这皇位给你来做都可以，对哀家来说，你和皇儿都是一样的。虽然我知道你志不在此，但是你能不能不要急着？镇国将军的老夫人是永墨古国的女帝，而寻儿是永墨古国未来的女帝。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呀！哀家就说，永墨古国怎么会突然来人杀了贝承平呢？千爵，凤家军的兵权你自己留着，不必交还回来。你的王妃是女帝，你跟她一起过去，哀家怕。太后放心吧，寻儿不是那种人。太后放心，我们不会马上就走，京都里面还有一些人没有收拾。魏巡这一觉直接睡到了傍晚。主子您醒啦，正好到了用晚膳的时候。王爷带着魏泽出去办事了，说会晚些回来，让您不用等。这样啊，那让他们多拿些饭菜过来，叫上米峰和老张头，咱们一起吃。我有话要说。你们2个这是怎么了？中毒了？怎么白了这么多？看着还有些胖了。主子，他俩不是胖了，是泡芙囊了。啊？他们2个从您走就开始去沐开水浴了，一直沐到刚才属下去叫他们吃饭。沐浴？沐开水浴？那个华善，将这饭菜分一半到旁边的小桌子上，今日他俩在那儿吃。我洗干净了，真的洗干净了。我也是，我洗了1天呢，皮都快搓掉一层。洗干净了也离我远点儿，我心里膈应。等过些天我把这事儿忘了就好了。今日叫你们过来是有事情要跟你们商量。反正不管主子您去哪儿，我都是要跟着的。至于魏泽，如果他想要留在这里，我也不强求。别想留下我，我也去，我这辈子就跟着你们了。至于韵儿，主子也不用担心。从前他在吴城阁的时候就说过，如果有一天主子要去别的地方，他也希望可以跟着。你们在说什么呀？你们要去哪儿啊？没什么，你们心中有数就好。我跟王爷已经商量过了，最迟2个月后入冬的时候，咱们就会离开。去哪儿啊？怎么没人回答我？哎，你们都知道，就不告诉我一个，是不是歧视我呀？我告诉你们啊，
我可是研制出避毒丹的人，您不能这么对我啊！去哪儿？去哪儿？去你家！啊？去我家？主子啊，你要回古国呀？那我能不跟着一起回去吗？我就留在乌城阁，其实挺好的呀。不是，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我不想回家还不行吗？我从小是被老祖宗养大的，我父母这么多年，就像是没我这个人一样。至于我祖父，将掌家权交给我之后呀，就一心研究他那些奇奇怪怪的毒药。不过他跟胡家人不同，他从来都不用人或者小动物试药，只用他自己，和我。小时候我不懂啊，觉得祖父研制的那些毒特别好玩，总能把自己毒得花花绿绿的，没事啊就会去偷看。直到有一次，我祖父意外发现我的身体被老祖宗养得能解百毒，就开始各种引诱我给他试药。虽然死不了，但是真难受啊。从那以后，老祖宗就要让我躲着祖父走，可我总能被他抓住。偏偏啊，我又是个经不住诱惑的。这种情况一直到老祖宗离世后，我出来找主子，这才好了一点。您现在要带我回家，虽说我不会被毒死，但一定会被折磨死的。啊？既然你的身体能自动解毒，那为什么我们在吃解毒丹预防的时候，你还要跟着我们一起吃啊？我又不是神仙，我老祖宗也不是。虽说能解毒，但不包括吃了碰了马上就死的那种。吃解毒丹是防患于未然，万一碰上那种我身体解不了的，把我毒死了呢？要说保命，你绝对是第一。不，我可不是第一，我老祖宗才是。我老祖宗那人呢，怎么说呢，就是出门下雨都怕把自己砸死的那种，绝对活得小心翼翼。不然啊，他也不能用药把我喂得能自动解毒。跟他比起来，我可是强了不知道多少倍。起码呀，下雨的时候我敢出门，他就不敢。那您家老祖宗应该活了个大岁数吧？不是，老祖宗没有活到寿终正寝。按理说，以他的身体状态，应该还能活个10几20年的。可没想到呀，不知道是不是平时太小心，就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喝了口茶水，就把自己给呛死了，而且还没救回来。那个主子啊，所以我能不能不跟你回去啊？老祖宗没了，就没人能管住我祖父了，我回去啊就等于送死。我就在京都生活，等您这一世结束的时候来接我就行，到时候呀我跟您走。也行吧，毕竟我也不能强人所难，不是？你就留在京都好了。不过从我们走了以后，你的月银就没有了，你得出去找个活计，自力更生。到时候你这脾气啊就得收敛一下了，毕竟哪个药铺也不会要个祖宗。哎，就某人啊这么能霍霍银子，到时候别说研究丹药了，就连活着都是个问题。如果自己开个药铺的话，没有咱们的保护，他又没个武功，说不定哪天横死街头都不好说。还等着主子您来接他，我觉得啊他等不到。哎，主子，我有一个想法，要不咱们先找个风水宝地，把老张头的墓给修了吧。好歹相识一场，总不能让他暴尸荒野不是。咱们啊就当做了个善事儿。主子您挑地方，银子我来出。我真是谢谢你们啊！哎，你们赢了，我跟着还不行吗？我回古国还不行吗？我就知道，你们嘴上说着让我留在这里，还什么为我着想不强人所难，实际上呀，根本就没想把我留下。这会儿你就不提你的张家祖训了。你张家祖训就是让我回古国，然后放你在外面逍遥自在。要不这样吧，我把你张家的老祖宗叫上来，看看是怎么个说法。哎呀，我错了，主子，我错了，真的错了，我就是说说而已。我怎么会让您自己回古国呢？我肯定是要随时保护您的。虽说您现在是半神，但毕竟在人间，您就是个肉体凡胎。要是没了我的保护，你有个头疼脑热可怎么办啊？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您去哪儿啊，我都跟着。所以啊，这事儿就不用麻烦我祖宗了啊。王爷也问过魏泽了，他说他要跟着你，所以你不必担心。就他那样，估计就算到时候你不带他去，他也会抱着你的大腿不撒手的。我跟王爷已经看过了，下月初8是个好日子。都听主子的，
这一晚，嘿，我就知道你今夜定会回去一趟。地府中，雪儿，欢迎回来。大师兄，辛苦你了。虽然我当时神魂消散，但仅有的一魂一魄，还是记下了那几千年你护着我躲躲藏藏、颠沛流离的日子。还有那女子，大师兄，你放心，我定会找到她，让你们团聚。雪儿长大了。崔哥哥，是你当年跳下幽潭才保下我的一魂一魄，不然我现在也不能站在这里。该说的他早就已经说过了，他们为了寻儿做的一切，从来没有一个人后悔过。雪儿，如果我查的没错，领主夫妻俩并没有死，他们当年跟你一样，在即将消散的时候被一个高人救了一魂一魄，现在怕不是在哪里养呢，所以都会好的，我们所有人都会团聚，别伤怀。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将当初背后的人揪出来。玄儿在人间成为半神，那是不是说明他的另外一半神力也被封在这人间？所以叶白你当初送玄儿到这个位面，一是为了让我们相遇，另一个原因应该就是想让他早日回到神位吧。不错，我也是依天地而生，跟雪儿算是同源。我感受到这个位面有一股神秘和熟悉的力量，而且又得知你也在，这才将雪儿给送了上去。只不过我以为他在得到那神秘的力量后才会是半神，却没想到你居然不要命的去给他找来了神花。所以雪儿如果能得到那神秘的力量，他就能回归神位，晋升真神。那神秘的力量是什么？不知道，也许是你降世时遗留下来的，也许是你跳幽潭时消散的神力，也或许是领主留下来的，这都说不好。但我能感觉到那熟悉的力量一直都在等着你。3日之后，贝寻带着华善去了千衣房挑衣料。你俩的速度还挺快啊。月儿既然来了，那正好，赶紧一起挑一挑做嫁衣的衣料。等华善大婚后，我跟王爷就给你俩也挑个日子。嗨，这2个月怕是有的忙喽。主子，不着急，我只是先跟韵儿表明了心意，还没有去见韵儿的父母呢，也不知道。王爷说了，他会亲自去曹府替你提亲，聘礼他给你出，这是你废了胡杰的奖励。我已经和我爹娘说过了，他们都同意，只等他上门提亲了。同意了？真的同意了？他们不嫌弃我不是世家子弟，也不嫌弃我没有父母？这有什么好嫌弃的？我爹娘说，遇到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比什么家世都重要。来，先挑嫁衣的料子，然后一会儿咱们再去挑挑首饰和香料，所有的费用全部我来出，你们不用管价钱，尽管选自己喜欢的就好。那个珠子，我能不能挑好料子让绣娘做啊？您也知道，让属下亲手绣嫁衣，还不如您当时绣的盖头呢。可以啊，等你挑好了之后，我给你找最好的绣娘做，只要魏泽没意见就行。魏泽？就他还敢有意见？只要华善愿意，就算他成婚之日穿个红麻袋，那小子都不敢说什么。怎么样，你的嫁衣是要自己绣呢，还是找绣娘啊？这么好的料子，我从没想过能够穿到自己的身上。至于这嫁衣，我想自己绣。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嫁给我以后，应该是别人羡慕你才对。虽然天丝云锦是专供主子的，但是没有天丝云锦，还有蚕丝锦缎，总不会亏了你就是。小爷可跟魏泽那小子不一样啊，小爷有的是银子，你不用省着，随便花。就你有银子啊？我也有，我的银子全都给华善了，华善自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就你会疼媳妇儿，我也会。这是我刚从工匠那里取回来的，戴上看看合不合适。这水晶啊，可是我让人从沿海一个游商那里高价买来的，数量极少，只剩那么一块，
拿回来啊就赶紧找工匠赶制出来了。微子，我承认，你这簪子的材质确实是没得挑，整个南境怕只有主子那里有几块。但你这个簪子上雕个蛤蟆是怎么回事？你这是想让华山在脑袋上顶个癞蛤蟆吗？不过你这寓意也没错啊，我们华山嫁给你啊，确实是等于嫁了个癞蛤蟆。你懂个屁呀！这是黄水晶，上面这是金蟾蜍，金蟾蜍懂吗？招财的，好歹是他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等回去之后，我去库房给你和韵儿挑几个好的，咱们一起画个喜欢的样子，找工匠雕出来。你手中这个跟以前那些放一起吧，万一哪天穷了还能卖点银子。留着传世也行，毕竟这种造型的首饰全天下也只有你手中有了。你们说我送白菜啊、元宝呀、铜钱那些造型太俗气，我就做了个金蟾蜍，怎么还被嫌弃啊？华山，真的就那么难看吗？这个挺有新意，我从没见过这种造型的簪子，你有心了。可不是有新意吗？这玩意儿除了他，谁还能想得出来？你也是难为人家工匠了。这天丝云锦可真是不错呀，再配上华山的手艺，嘿，我很期待大婚那日，你穿上嫁衣的样子。如果是华山亲手绣的嫁衣，那我也挺期待的。贝太傅怎么样了？还活着吗？凤千劫说这些事交给他去处理，所以我一直也没有问。啊，主子，这件事儿我还真知道。不过就算现在您不问我，晚上王爷回去应该也会跟您说的。死了？那倒没有，贝太傅他丢了。你说什么？丢了？我那个便宜祖父那么大个人丢了？确实是丢了。据情报上说，贝太傅在毒素蔓延的第5天就中毒了，然后跟着那群毒人到处游走。逼宫那天他都还在人群里呢，但天亮解毒之后，人却突然间不见了。魏深和魏海几人到处找都没有找到，这会儿正在太傅府里掀地皮呢。啊，我们也问了不少人，可就连太傅府的下人都说，从那晚出去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回府。哎，我觉得您那个祖父啊，虽说脑子有些不好使，还有些偏激，但除了这些，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我那便宜祖父应该没有太多银子去别处才对，毕竟他的老底儿都被我给偷光了。就我库房那些水晶，都是从他那儿偷来的。哦，我知道。主子，你还记不记得王爷曾经说过，贝家从前是干什么的？哎呀，海盗啊！这有什么可奇怪的？那些水晶不就是证据吗？海盗？你是说贝太傅还保留着老本行，回去当海盗去了？可4国境内并没有海盗和海岛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大。那贝太傅一定是看清了现实，知道现在不能跟您硬碰硬，也知道毒人事件过后王爷一定会清算他，所以就先逃走，找个地方想休养生息，然后再给您致命一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已经知道了主子的身份，或者那些人找到了他，跟他不谋而合，毕竟他们要做的都是要主子的命。你们那是什么表情啊？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4个人成亲的事情，至于贝太傅那老嘚儿，哼，只要我不死，他早晚会主动来找我的。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一个？只要他敢露头，凤千诀马上就能将他弄死。主子一直都这样直呼王爷的大名吗？对啊，不然叫什么？我觉得叫夫君、官人、郎君什么的也挺好呀。哼，魏泽，你给我死远一些，少在这恶心我。韵儿，以后你还是少跟主子他们2个在一起吧，毕竟跟什么样的人学什么样的事儿。
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温温柔柔的就挺好的。我和华善这样怎么了？我俩怎么了？你是觉得我俩不像大家闺秀啊？我觉得主子这样就很好，是真性情。你看看楼下那群，哪个不是娇柔造作、心口不一的？米风，你可不能胡说。看见没有？这就学会了。今早明明还叫我米公子的，这会儿就米风的了。你们4个想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就不用陪着薰儿了。我带她去个地方。你带我去哪儿啊？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是个好玩的地方。确实是个好玩的地方，不过也有些麻烦。太傅府？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贝太傅如今不知所踪，金陵因为贝梦香的死已经疯了。这里的下人见没人发月银，便都纷纷离开了，只有那些签了死契的人还留在这里。这里有什么不一样吗？凤千诀没有说话。这是地道。是。想不想进去看看啊？魏深已经进去过了，里面没有危险。大约走了小半个时辰，看见前面光亮之处，这是传送结界。不错，确实是传送结界，只不过才形成没多久。没多久？这个暗道已经有年头了，应该不是贝太傅建造的。本王派人去查了查，当年贝太傅被封为太子太傅的时候，先皇本想重新赐他个宅子，可却被贝太傅以念旧为由拒绝了，想必就是因为这个暗道吧。这里应该是贝家祖上给自家后世子孙留下的逃生之路，却没想到被人利用了。至于那贝太傅，应该就是从这里走的，能开传送结界的必不是一般人。这传送结界的另一边咱们尚不知道是什么，等咱们要离开的时候倒是可以走这里。那好吧，不过要离开还得2个月呢。华善和米风都要成亲，在他们成亲之后还得去给魏泽那家伙看祖坟，真的是要忙死了。反正他们成亲还有1个月，嫁衣也是让绣娘绣。魏泽那边本王也早就准备好了，等明日本王替米风去曹家提了亲之后，咱们倒是可以先去看看魏泽家的祖坟。这一去一回正好半个多月，误不了成亲的日子。这倒是可以，但是你能离得开吗？其他3国的使臣什么时候到？南疆基本已经没了，现在属于南境。至于其他2国，应该是在商量点什么吧。算算时间，应该在魏泽他们成婚之后才会到。主子，开门，我腾不出手敲门，快给我开开，烫死我了！哎呀，烫死我了，可烫死我了！我院中的托盘不知道到哪儿去了，竟然1个也找不到。我怕这养生汤凉了，只能这么给端过来。要不是就住在主子旁边的院中啊，我这手怕是得烫伤啊。你今日怎么想起给我做养生汤了？是王爷早上离开前交代的，说主子您昨夜累着了，怕是得中午才起，让我呀给您补补。就您俩这情况呀，看得见吃不着，王爷最多呀也就占占便宜，其实啊根本就用不着补。所以呢，我就给你做了个养生汤，快点啊，趁热喝了，这可都是好药材，我搂着睡过的。睡过的？您那是什么眼神啊？我可是沐过开水浴的人，干净着呢。王妃，王爷让我告诉你，哎，这什么汤啊？看着黑乎乎的，但是好香啊。香吧？这是老张头特意做的养生汤，刚送过来。不过我用不着，你下个月就要成亲了，还是你喝了吧，这里可都是好药材。嘿，属下谢过王妃。主子，咱们什么时候去给魏泽看祖坟呢？能不能快一些？能啊，王爷说今日要去给米风提亲，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咱们明日就走。对了，魏泽你进来的时候要说什么来着？王爷跟您说的一样，说让我告诉您，明日就出发呀，去给我看祖坟，说是怕我傻死，熬不到成亲那日。不是，你脑子不好使，你还挺自豪的呗。我从来都没觉得我脑子不好使，我觉得我挺好的呀。只不过呀，我怕连累华山和下一代，所以去看一下心里踏实。还
还下一代，你想的还挺多啊。我告诉你，在主子一切尘埃落定之前，我可没想着要孩子的事儿。没想就没想，你要是不想生，一辈子不生都行，我只要你一个就够了，孩子不孩子的无所谓。正好老张他不是给了避孕的丹药吗？说是对身体没有坏处，甚至还能保养，咱们吃上就是了。你是不是没事做了？话也传了，汤也喝了，现在该滚了。滚，您别生气，生气对身体不好。我现在就滚。滚应该够点呛，我蹦吧。咱们赶紧收拾东西，去给魏泽看祖坟，明日就出发。不然我真的怕自己后悔，不想将华山嫁给他了。我也要去啊！看祖坟这么好玩的事情，可不能落下我。叔子，明早记得等等我，你们可千万别悄悄的走了啊！你们两个也要一起去啊？韵儿说她从来都没出过远门，也想一起去看看。放心，我绝对不会玩忽职守，一定会保护好主子的。我可不用你保护，等到了魏泽的祖坟，你别让我保护你就行了。去跟管家再要一辆马车，韵儿不会骑马，如果他愿意的话，路上你倒是可以教教他。这次出来没什么正经事儿，就当是出去游玩了。不，还是当个正经事儿吧，不然我总觉得魏泽越来越傻。这是去给我看祖坟，不用这么兴师动众吧？难道我傻得很明显？可是我觉得还好呀。5日后，这地方给我的感觉有些不舒服，而且这里的人，你们看着不觉得哪里奇怪吗？如果非说有什么地方不同的话，咱们站在这里有一会儿了，可不管是过路的还是做买卖的，全都是年轻人。可是不应该啊，就算是在京都，路上也是男女老少皆有。可是在这里，为什么没有老人和孩子呢？小哥，买几个果子。来喽，您看看啊，我这果子又大又红，您一行人一看就是过路的吧，多买几个路上吃。小哥，实不相瞒，我们是来这里走亲戚的，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正要走呢。而且我那哥哥家还有个孩子2岁了，我还给他带了礼物。我们这里这几天正好是每年一次的祭神活动，所有5岁以下的小孩都被老人带去了城后那座山上的神庙里。如果你哥哥家里的孩子被选上，那可真是造孽呀！也不知道那神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就偏偏选上我们这里？那哪是神呢？那简直是要命的恶魔！你们几个干什么的？我们是路过的，这天色晚了，想在这里歇歇脚，明日再走。你们这车上没有小孩子吧？5岁以下的？没有，我们下个月才成亲，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就进去吧，明日一早赶紧上路，少逗留。你主子我听力好，不用你跟过去。这2个官差并没有跟后面要进城的马车要银子，只是问他们车上有没有5岁以下的孩童，如果有的话，让他们连夜就走，说是最近城中闹贼，专通5岁以下的孩子，就连怀有身孕的女子也不让进。是人是鬼，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属下打听到了，这陶城本来是个盛产瓷器的地方，原本非常繁华，来往的商人也多。但大约几十年前，这陶城后山的山顶上突然出现了一座神庙，一开始也没人在意，还以为是附近哪个有钱人家建的。毕竟他们这里做生意的人家居多，一些富商家里供奉些什么求财也是正常。可后来人们渐渐发现，这神庙似乎有些邪门。那神庙小小的，里面只供奉着一个神女像，从不见有人去打扫，却一直都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还有啊，原本住在那座山下的农户们，也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全部陆续搬走了。王爷已经带着米峰和魏泽出去了，说是先去骆家看看，再去后山。咱们在这等消息就是，慢慢吃，不着急。对了，张子时呢？这么半天怎么没见他来蹭饭啊？这不对啊。张神医说让咱不用管他，他就在楼下不走远。他也不是5岁以下的孩子，没人偷他，他就随便转转，
看一看，不买东西。也不知道这个老张头怎么就这么喜欢这些瓶瓶罐罐的东西，那一般不都是女子才喜欢的吗？虽说是都挺好看的，可价钱也好呀。再说了，他买那么老多，他有东西往里装吗？咱们就看着，看买完了在路上颠碎几个，他是怎么哭的。看他将银子都花完了吃什么，饿死他。对了，老张头的药炉买了吗？主子您后来不是让蜜蜂去给张神医买药炉吗？蜜蜂就多了一个心眼儿，趁着张神医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溜进他院中库房查看了一下，那可真是不转不知道，一转吓一跳。咱们回京的路上，张神医的药炉少说炸了也得有几十个吧，但蜜蜂说就他那库房中的药炉，大大小小的加起来竟然还有110来个。那些炸掉的药炉基本上就是他库房中那一堆药炉中小小的一个角落。后来张神医发现蜜蜂知道后，就让蜜蜂将炸了的药炉折成银子给他。蜜蜂给他了？没有，蜜蜂说让他跟主子要。不过既然这么久张神医都没有说，8成是不敢跟您开口的。你还是不了解老张头啊，这种亏他怎么可能吃啊？不信你就看着吧。话音刚落，小二来敲门，说门口有几个摊主过来找他。主子，那个就是让您说对了。我说什么说对了？就是您刚才说张神医不能吃亏这句话说对了。啊？主子，那些摊主全都是楼下和附近的，张神医在他们那里拿了东西之后，将他们全都带来了您这里，说您欠他银子，所以他买东西的银子让您给。那些摊主莫不是个傻的，这也同意啊？本来是不同意的，可张神医把他买的所有东西每样都多许了1两银子。给多少银子？全部给了人家。张子时，你可真敢啊！你给我等着，这次我非扒你一层皮不可，让你知道什么叫羊毛出在羊身上，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哼，张神医祝您好运，主子的仇一般不过瘾。第二日一早，王爷、王妃，你们醒了没有啊？该出发了。你这一宿没睡啊？怎么可能睡？昨晚听他嚎了大半宿，什么要死了，看见他张家老祖宗来接他了，什么抱不住树了，马上就要掉下来摔死了，还说什么知道错了，让我带他回来跟您认错，说再也不敢了，他将银子全都还给您。他就这么一直嚎，下半夜的时候嗓子都嚎哑了，我这才稍微眯了一会儿。他人呢？那货呀，今早回来的时候还在屋里哭唧唧呢，刚才我过来的时候路过他门口，听声儿应该是刚睡着。把他叫起来一起去，不许他坐马车，你带他骑马。你呀，真是一点亏都不吃。虽然我知道你是想锻炼他，但你就不怕他真的生气？你别看老张头平时跟个250似的，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但他喜欢犯贱，不长记性这件事儿也是真的。对了，昨晚我睡得早，落在那里怎么样了？一会儿是要去看祖坟吗？昨晚我去了骆家祖宅，里面已经没人了，破败不堪。一会儿我们直接去祖坟就好。至于那神庙，后日就是他们正式祭祀的日子，到时候咱们再去。那神庙留不得。主子，昨日让您破费了，这是320两，正正好好，您数数啊。我再多给你5两，您就放过我吧，我都赔死了。这华山姑奶奶，这小祖宗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嫌少吗？主子的意思是这一次就算了，但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你就直接在树上盖个房子吧。这哪个是骆家的祖坟？
不会是前面冒黑气的那一群吧？就是那里。这阴气，我从远处看还以为是天干物燥，他家祖坟着了呢。怪不得他越来越傻，要是咱们再不来，这货用不了几年就得痴呆了。这骆家人被满门抄斩，估计也不远。就这死了都还在做后代的样子，八成也不是群什么好东西。王妃，我……你什么你啊？要不是因为华善，我才懒得管你这破事儿呢。你堂堂一个魔尊，收拾这玩意儿还是挺容易的吧？你去收拾吧，我在这里等你。熊儿，你也知道我是魔尊，也并没有在地府生活过，所以我不能将灵魂送去地府，也不会开转世轮回之门。如果一定要我出手的话，就只能把他们打得魂飞魄散。非得是他？麻烦主子了。还是我的华山好，我就知道华山不会舍得不管我的。魏泽，要我出手可以，但是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有一天你要是对不起我的华山，我定将你也送下去，跟你这些祖宗们会合。我魏泽对天发誓。不用对天，对我就行，那老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魏泽在这里对王妃发誓，如果有一天啊，我做出了任何对不起华山的事情，就让我不用你立誓。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负了我，不用主子动手，也不需要什么报应，我自己亲手结果了你。要不我也去跟主子发个誓？跟主子发誓可是要言出必行的，他可是真神。不用，来桃城的路上我已经跟张神医要了毒药了。如果有一天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那毒药就是你最后的归宿。我本来只想要一粒毒药，可是张神医知道那毒药以后可能会给你用，给了我整整1小箱子呢。现在就在我的马车上放着，什么丹呐、粉呐，还有点的香，各种各样，应有尽有。他还说以后每次研究出来新毒药都会来给我送一份，不要银子的。昨晚的书还是低了点儿。王爷，如果主子知道您跟阎王大人刚刚串通好给他加了难度，您觉得主子会不会生气啊？哎呀，主子生气可是很严重的，比如说呀，昨夜把我扔到树上。如果对方是王爷的话，我觉得王爷您这几日啊，肯定得睡小榻没跑喽。嘿嘿，王爷是不是好奇为什么我会知道呀？嘿嘿，这还要说主子晋升半神时的金瓜呀。本来我张家后人就能看见神魂，这会儿呀，居然偶尔能听见你们在神魂里的对话。虽然只是极其偶然，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但如果王爷能给我点银子买琉璃瓶子的话，我保证啊，我什么都没听见，而且以后也不会听见。你觉得你刚才说的话，以熊儿那极佳的听力，他会听不到？况且本王刚才跟叶白的对话并没有背着熊儿，他知道，只是没有说话而已。哦对了，既然你能听到，那我们以后设下禁制就好了，不是什么大事儿。那个我刚才是说着玩的，其实我什么都没听见。我昨晚一夜没睡，这会儿在梦游呢。对，我梦游呢。老张头，我看你也是挺闲的，既然这样的话，你就将这片坟地上的野草全都拔了吧，也算是给自己积点善缘。可是我没有带锄头啊。锄头？用什么锄头？知道什么叫拔吗？华山，将你的匕首借我用用行不行啊？我的匕首不割草，主人说让你用手拔。我不用你匕首割草，我割衣服还不行啊？你说老张头都被主子罚去拔草了，有什么可得意的？应该是得意主子只罚他拔草，没罚他银子吧。魏巡走到骆家的祖坟中央，在站到那儿的一刻起，在外人眼中看来只是平地刮起了一阵风。王爷，属下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就是属下觉得脑子好像有些清楚了。明明从前觉得也还行，但是这会儿却是
就感觉脑袋里啊被水洗了一遍一样，舒服得很。骆家当年故意延误了修堤坝的时辰，想让百姓觉得这是老天在惩罚皇族，试图光复前朝，导致数千百姓遇难，被判了满门抄斩。可骆家的祖宗却不想去地府受罚，就带着跟他一样想法的人一直藏匿在祖坟里，想着有一天能逃避地府的惩罚，直接重入轮回。他们一直在祖坟附近盘桓，路过的人毕竟极少，不够滋养他们的灵魂，所以只能吸收血亲的精气神，也就是骆家唯一的血脉，你的。所以你的精神受到影响，才会蠢出天际。王妃，不用给我留面子，这样的祖宗啊，不要了！竟然连自己的子孙都想害，一点人性都没有。麻烦您啊，将他们打得魂飞魄散，最好连地府都不用去，直接消失就好。你是上了骆家族谱的，现在你当着骆家这些都快成仙的祖宗们说，让我把他们打得魂飞魄散，你可真是孝顺啊！你就不怕天上掉个雷下来，劈死你这个不孝子孙？还好你爹娘跟你祖宗不是一路人，早早的去了地府轮回，不然他们非得蹦出来把你脑袋拧掉不可。还将他们打得魂飞魄散，他们的灵魂里有你的精神气，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费事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不就是要成亲有媳妇儿吗？你们6个欺负我1个，还真是好意思啊！你们给我等着，我早晚有一天也会有媳妇儿的，而且还要比你们的媳妇儿都要漂亮。比主子还漂亮的？哼，那你这辈子怕是注定要打光棍了。第二日一早，哟，看来昨天这是没累着呀，今天这么早就起来了。我可是神医，回去之后呀，吃了丹药睡了一觉，今日一早神清气爽。别说呀，偶尔干干这种体力活还真是不错。昨晚睡得特别好，梦都没做一个，一觉到天亮。你可是一觉睡到天亮了，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啊？那呼噜打的，房顶都快被掀起来了。打呼噜？根本不可能。我从小睡觉，我祖父就说我不打呼噜，不然啊，早就被治好了。昨天应该是真的累着了。好了，咱们该出发了。华山和魏泽已经将早饭买好了，到那神庙的1个时辰，咱们路上吃。王爷、王妃，前面聚满了人，马车已经过不去了。姑娘啊，你家也有孩子吗？还是让家里老人带着来吧。如果真被神选中，你会受不了的。前几年就有人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带走，已经疯了好多母亲了。老人家，我还没有孩子，我是路过的，听说这里有个神庙，来看看。哎呀，这神庙没什么好看的，你们赶紧走吧，别沾染了一身的晦气。如果不把孩子交出去，会怎么样？那神使虽然说是自愿，如果有人不愿意，也不勉强。当初有人不愿将孩子送给他，可那孩子在第2天就意外的死了。对，就是这样的。还有啊，这神庙也不知道是谁盖的，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在那里多久了。其实一开始只有少数人去那里许愿，可谁成想那些愿望全都实现了。后来1传10，10传100，城里的百姓都会来的。就这样维持了1年之后，突然有一天，就在众人拜神像的时候，一个神使从天而降，说是神灵见百姓们祷告的诚心，特地赐了恩典，让他下来挑选小仙士的。一开始大家伙特别高兴，觉得自己的孩子如果被选上就能成神仙了。可被带走的孩子再也没有了消息。过了几年，有送了孩子的人家想孩子，就来了这神庙，看看能不能求求神，让他再看一眼孩子。可是天太黑，不小心走丢了，只能找个山洞过夜。哪知道一进去，借着月光，竟然看见了山洞里的皑皑白骨。看大小啊，
竟然全都是小孩子的。那人当时就疯了，几天之后才被家人找回来。后来有送了孩子的人家聚集起来，上山找那个山洞，最后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虽然没有找到，可是大家心里都明白，当初上来疯了的那个说的8成是真的。后面就发生了不愿意将孩子送来和孩子离奇死亡的事情。仙士，你们可知道仙士都是有仙职的，而仙职大部分都是天上的小神小仙，那些小仙和小神只有极其一少部分是靠修炼飞升的，其他全都是天生。可就算是修炼，但那也需要相当的机缘，不是谁都可以。这么说吧，就算你家祖祖辈辈都做好事，也只能让后世子孙下辈子投个好胎，去个富贵人家，绝不可能让自己的后辈直接混个仙职。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最多就是家里做些生意，银钱上富裕一些。那什么仙职不仙职的事儿，我们是真的不懂啊。见姑娘的仪态和见识，想必不是普通人吧？姑娘，您能不能帮帮我们呀？如果可以的话，求您帮帮我们吧。我贺家就这么一个独苗，他爹几年前病重已经走了，我就这么一个孙子了呀。你们快起来，然后带着孩子回去吧。这神庙的事情我会处理，保证你们的孩子绝不会有事儿。神使来了，快都别说话了。神使大人，神使大人，这人可不是我们找来的，是他自己要来的，还跟贺家老太爷串通，说要灭了您。啊，竟然还有这种事，让本使看看，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敢出口狂言要灭了本使。哼，本使可是真神的神使，如今看上你们的孩子，那是你们的福气，你们还身在福中不知福，有多少人想当真实的仙士都当不上呢。本神怎么不知道自己有个什么狗屁神使，而且还需要孩子做仙士这件事儿？本神自降世以来从来就不需要人伺候，哪来的什么仙士啊？你可真是笑死我了！大胆！哪来的小姑娘，居然也敢称自己是真神？你可知道，真神在这世间就只有一个。如果你是真神，那本神使侍奉的是谁？你这贼喊捉贼的本事还真是不错。你挑孩童的时候看的是他们的灵魂吧？既然如此，那你不如也看看我的，看看我能不能也去给你的那所谓的真神做个仙士之类的。就你？那就让本神使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能知道本神使看的是灵魂，估计你也不是个一般的，最多也就是个小妖小魔，也敢在本神使面前叫嚣。他说我是个小魔，还说我是个小妖。他说的对，你是魔，只不过是魔后。姑娘，要是一会儿那神使发怒了，您就赶紧跑，我们会护着您的。老爷爷，我已经成亲了，您这姑娘姑娘叫的我都要不好意思了。喂，我见你看了这么半天都没看出个什么，就把面纱摘了。现在呢？现在能看明白了不？我夫人问你话呢，还没回答就想跑，真没礼貌。这是真神？你竟然真的是真神？怎么这么半天都没看出什么？一看到本神的脸就认出来了？你也不行啊！魔尊，你是魔尊？这是魔尊本源才能化成的银色长鞭，这天地间只有魔尊有。这真是魔尊！这些都不是我主人让我做的，是我心甘情愿背着他做的。他是花，我是树，
我们本就算是一半的同源，都是我偷偷做的，是我趁他身体不好、熟睡不醒的时候，才将炼好的灵魂打入他的体内。你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你这术现在知道了，当时我也怕误会他，所以特意找大师兄借了关灵镜，没想到看到的就是这些。你也不要跟我说什么我在关灵镜中做了手脚之类的，你应该知道关灵镜是神器，任何人包括我这个真神在内都不能随意改变里面的景象。这可能也是那天道做的唯一的好事了，不会冤枉谁，但也不会放过谁。你还真是没用，还我装了这么久，结果你居然连这么一点事都办不好。原来你真的是装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凭什么所有好事都是他的？天生的真神，转世当领主的女儿，有叶白和崔家护着，就连魔尊都深爱着他。我呢？我有什么？我生来就在冥界，只是一朵不起眼的野花，就连修炼都比旁人困难许多。如果不是碰巧吸收了金光，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化形。我也喜欢你，为什么你就不能多看我一眼啊？他为你跳了幽潭，我也可以为你去死啊！你看我，你好好看看我3级修为，只为将你从神山上救下。我以为这样你就会爱上我，毕竟当时你们也只是普通的相遇。你能爱上他，就没理由不会爱上救你出来的我。别用那种恶心的眼神看着本尊，你这样恶毒的心，就算是没有薰儿，本尊也不会对你有分毫的心思。跟薰儿比，你怎么比呀？如果你一定执着于薰儿真神的身份，那本尊且问你，如果当年你降世的时候就是真神，你会不会为了3界，为了那些即将死去的生灵，甘愿散去天生的神力去救他们？薰儿跳下幽潭后，在地府生活了几千年，虽然喜欢捉弄鬼差，但却只是为了让他们好好工作。一直来到这人间，她不仅不知道自己是真神，还只是个普通的小姑娘而已。丧命薰儿手中的，无疑不是虐杀好人和拐卖儿童的。不管薰儿是否知道自己是真神，都没有主动害过任何一个好人。可如果薰儿经历过的一切事情放在你的身上，你又当如何？薰儿在救世的时候，你拉身旁的生灵当垫背，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你却为了去神界用恶毒的手段去陷害他们。你这种人，居然还妄想得到薰儿的一切？对了，本王还忘了告诉你，野花也好，仙树也好，都是各自的因果。既是自己的因果，你又凭什么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一切？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跟别人一样，不想被别人看不起。我只是想生活的好一些，我只是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只是这样而已。不想被别人看不起？从来都没有人看不起你，看不起你自己的人，从来都只有你自己而已。你在冥界当野花的时候，4季更替，那些野草哪次不是主动凑到你身边，将你护在中间？每次灵气最浓郁的时候，他们又有哪次不是远远地躲开，就怕抢了你周围的灵气吗？你有没有想过，降世之前，就算你没有将他们拽到自己身边，他们也会主动地去保护你？还有那些被你当垫背的仙草，虽说没有去神界，但却因为心善已转世为人。我相信以他们的心性，在人间也一定可以过得很好。至于你，这遭走完，怕是连个冥界里的野花都当不了了。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也并没有错，但也要对方跟你心意相合。感情这种事儿怎么可以勉强？你喜欢凤千诀，你可有当面问过他，对你有没有心？
就是你骗走了我们的孩子！将孩子还给我们，还给我们呀！我取你们孩子的灵魂，是他们的荣幸，你们可不要不知好歹。所以，你一直都是骗我的，我做的一切，从始至终你都是知道的。对呀，我想起来了，一开始我根本就不知道炼化孩子的灵魂可以滋养你的邪术，是你无数次的暗示我，是我错了，是我受你蒙蔽，犯下滔天大错。那些孩子，我愿意用自己的灰飞烟灭去换回那些孩子。我知道这很难，但还请真神成全。那些孩子的肉体已经损坏，不可能再复生了。但你灵力低微，并没有完全将灵魂炼化，还剩下一魂一魄。我只能杀了墨月，将孩子们的一魂一魄取出来，送去地府。等养好之后，再送他们去投胎。做梦去吧！就算我死了，也得拉个垫背的。就让你们的孩子一直陪着我吧。我不好过，你们谁也别想好过。墨尊，看在我费心救你的份上，你就放过我吧。我已经找到邪山了，而且已经将那结界阵裂。我愿意继续去打那结界，直到将你的神魂救出来。求你放过我吧。将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说我已经找到神山，还将那结界阵裂了。求你，王爷，他这种野花的话可不能信啊。虽然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我就是觉得不能相信。不错嘛，这祖坟处理完，效果还真是明显。你是说神山周围的结界有了裂缝？是，就是昨晚，我终于找到了神山的位置，并将结界。胡闹！你怎么可以做这么危险的事情？魔尊，为您做什么我都愿意，我没觉得危险。魔尊，您不必心疼我。对不起，你们继续。本尊没跟你说话。那魔尊您……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满嘴谎话。我没有。本尊问你，那神山结界上的裂痕是你打碎的吗？是，真的是我。就凭你的灵力，能找到神山就已经不错了，还想打破天间那些混蛋为了困住真神专门布下的禁制，简直是在痴人说梦。薰儿，本尊说的可对啊？魔尊，既然你还冥顽不灵，那本尊就让你死个明白。这个世上，如果说有人能打破神山的结界，那就只有薰儿一个人。所以本王再问你一遍，那结界上的裂痕是你震碎的吗？如果你再说一句谎话，本王马上让你魂飞魄散。这个世上，如果说有人能打破神山的结界，那就只有薰儿一个人。所以本王再问你一遍，那结界上的裂痕是你震碎的吗？如果你再说一句谎话，本王马上让你魂飞魄散。确实不是我。我昨晚找到神山的时候，那结界上已经有了裂痕。我这么说只是想让你们放过我，没有别的意思。真神，让我助您一臂之力吧，就当是我赎罪了。邪术，你居然背叛我！你忘了我们相依为命的时候了吗？我以为我们是朋友，是我错了。你这种人不配有朋友。我现在就送你们孩子的灵魂去地府滋养，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再次转世为人。
如果你没有缘分的话，他们会再回到你们身边的。至于那朵野花，在结束后就被凤千诀亲手打得魂飞魄散。好了，神庙的事情已经解决，你们以后再也不用将孩子送来了，都回去吧，我们也该离开了。这次他是真的气得不轻，虽然知道备询是想要救自己，可神山的结界岂是那么能轻易的打开？凤千诀，你别生气了呗，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你看我一眼啊，就看一眼好不好？你不看我，我可哭了，我嗷嗷的哭，让他们全都听见，然后丢你的人。你是不是真的不理我了？我好伤心啊！真的知道错了？知道了。那以后还敢不敢？还敢。哎呀，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个媳妇儿呀？现在胡姐已经死了，我是不是也能出去转悠转悠了？对，我得让主子没事的时候呀，也带我出去转悠转悠。魏泽娶的是主子身边的人，蜜蜂娶的是主子的朋友，跟他俩比起来，我差啥呀？我还得好好跟他们说说，我才20几岁，以后不许再老张头的叫我了，不然啊，就冲这称呼，也不能有人跟我呀。一行人一路游山玩水，终于到了京都。管家，您这是干什么呢？床、柜子、妆台、书架、矮榻、桌子、椅子。这不是魏泽要成婚了吗？本来王爷说这些东西都从府里出，可府中平日里跟他交好的侍卫们非要凑银子给他布置婚房。你们几个真是让你们破费了啊！我以为我总气你们，你们一定不会替我高兴的。等成婚那天啊，一定要多喝几杯喜酒。还有啊，那个随份子的银子。你别在这婆婆妈妈叽叽喳喳的，烦不烦啊？就是的，我们买这些东西又不是因为你少在这自我感动了。哎，快让开，挡着老子光了！赶紧让我看看这妆台合不合适啊？哎，对了，华善姑娘回来了没有啊？我看见了，华善姑娘也回来了，就在王妃身边。快去吧，他们等着你呢。华善姑娘，你看这妆台喜不喜欢啊？有哪里不满意尽管说，我们马上让工匠去改。哎，对，还有我这衣柜，你看看大小式样都还合适吗？还有我，这桌子椅子，你坐下来试试，看舒不舒服？你们是有什么事情吧？啊，那个华山姑娘，我们确实有事相求。你看你身边，还有没有合适的姑娘啊？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介绍？还有我们都知道你跟魏泽两人是你做主，以后华山姑娘你一定得罩着我们呀。兄弟啊，你就没好好看看那些家具吗？你现在好好看看也不是。那些哪是送给你的呀？那全是人家送给华善的。从床到桌子，全都是适合女子用的，而且是男人都不好意思往上坐的那种。看看，就连那喝水的茶杯都是带花边的。对不起，我实在是忍不住了。5日后，魏泽和华善大婚。我的华善姐姐，咱们真的不至于哈，咱就是从我的院子嫁到魏泽的院子而已，就在旁边。如果非要说距离远的话，可能就是你得坐在喜轿出府绕城转一圈，然后再回来的这段时间了。你要是哭，我敢保证啊，还没等你哭完就会回来了。这是我给你的天妆，你可得收好了，千万不能给魏泽那个抠门了。这几个箱子里全都是上好的天丝云锦，各种颜色的都有。这里面是专门给你做的鞋子、礼衣，都在里面，款式也都是最新的。
这里几个箱子里的一些金银玉器、琉璃茶盏，都是乌城阁里最好的。还有几个箱子，是我给你准备的钗环首饰，金的、玉的、水晶的都有。至于样式，你只管放心，全都是我亲自画的图，找了4国中最好的匠人赶制出来的，绝对不是魏泽那些稀奇古怪的造型，你只管放心戴。这里是我专门找墨家人给你定制的一些小玩意儿，上面每一样都有机关，有戴的有用的，我知道你喜欢。这3个里面，其中有2个是地契，一个是四海每一处大城镇里面的住宅，另一个相对地方的旺铺。最后一个小匣子里面全都是银票，你好好收着。啊，主子，虽然你不说，但我全都知道。这些年你的银子，不管是月银还是乌城阁的分红，都在我出嫁的时候偷偷给了我，就连后面这些日子，你每月也都会往里添。你呀，每次也不换个地方藏。虽说我可能不太识数，也从来不去数，但华善姐姐啊，那匣子满没满我还能不知道吗？我那小匣子里都已经要放不下了。好，那属下就收着，给主子存起来。我还准备了36台嫁妆，一会儿会跟在你的喜嫁后面，都是一些寻常的东西，不值什么钱。虽然你曾说过不在意这些，但我是绝对不可能让你受委屈的，别人有的你也有，只多不少。还有，一会儿让米峰背你出门。至于魏泽那里嘛，王爷也给准备了，还有他那些兄弟也都有准备。那些人呢，虽然嘴上说着什么都没有，但都是一同出生入死的，怎么可能没有啊？只是看他平时欠欠的，故意气他罢了。昨儿晚上还不是一个个的巴巴的去了魏泽的院子里送东西。华山姑娘，你是怎么看上魏泽的呀？这是我们所有兄弟都疑惑的问题。对啊，还请华山姑娘解惑，解惑之后我们马上就走。他呀，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我，不过据他说的，是因为他打不过我，我曾经揍了他一宿，后来他就隔三差五的过来找揍，还会送我一些造型独特的首饰。再后来，王妃加入王府，他就更缠着我了，经常在我眼前乱晃，要么就是休息的时候给我送一些汤汤水水，要么去街上买一些小点心。在刺客来的时候，虽然他打不过，但却依旧拼命护在我身边。慢慢我就发现，好像身边有这么个人也挺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你从来都没对我说过呢。我从小出生在魔族，父母早逝，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天生魔骨，在那弱肉强食的魔界，经常被人欺负的连饭都吃不上，就只能去树上摘些果子。后来无意间知道自己是天生魔骨后，就经常在死里逃生之后去魔界的门口休息片刻。每次一出来就不想再回去了，可是不回去又能去哪儿啊？第一次遇见寻儿的时候，正是我们打斗最激烈的一次，也是我杀了最多人的一次。我就躺在魔界门口的树下，不停地想着，天生魔骨又怎么样？魔骨想要修炼到大成，就必须将全身的骨头全部淬炼一遍，在魔界那种地方无异于登天。可就在我躺在魔界门口的大树下想要放弃的时候，遇见了寻儿。那个时候你小小的，就那么看着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么纯净的眼神。后来在我每次坚持不住的时候，都会出来看寻儿为我点亮的星空。如果非要问我什么时候喜欢你的，可能就是命中注定的第一眼吧。小小的你让我想要保护，后来长大的你便让我想要拥有。假如没有寻儿，也不会有现在的我。
我也不会成为魔界的魔尊。第二日，主子，你醒了？啊，不是给你和魏泽放了假吗？您还不知道我吗？根本就闲不住啊！再说，那货跟个狗皮膏药似的，我还是出来吧。主子您起了吗？我有事儿找您呀。米峰这一早上都来了好几趟了，也不知道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属下问他，他也不说。主子，不是我说啊，昨日明明是华善成亲，怎么您看着比华善还累呢？哎呦，但这么看来，还是王爷厉害一些啊。如果你今天不能将那簪子给我完好的拿下来，你这成亲的事情，好像明年还是后年来着，有个好日子，我觉得就挺好。主子，我错了，真的错了，我这就去拔簪子，保证坏不了。哎，那个，属下看过了，腊月初6是个好日子，正好在年前，那会儿使臣们也走了。您看，我只看簪子。这是，主子说要我将这水晶簪子完好的拿出来，就准我年前成亲，不然就得等到明年或者后年。就这？我能成亲了，我下个月要成亲了。主子说话算话。没想到啊，你家祖宗去了地府之后，你的智商简直就是直线上升啊。跟华善成亲之后，又变得更聪明了一些。这要是放到从前，你肯定会撅在这儿跟我一起挖。行，下个月成亲就下个月成亲，反正华善有的东西我也早就给你准备了一份。还有，跑什么？上哪去啊？给我回来！给我把墙上的洞补上再滚！10日后，今日怎么就回来了？我还以为使臣进了京都，这几天都会很忙呢。我已经放权给皇上，这次的使臣和宫宴也会让他自己去办。毕竟咱们过完年就要走了，他总不能一直依靠我。过完年就走，这么快吗？是，叶白说永墨古国那股神秘的力量可能会让你晋升为真神，所以我想早点过去看看。好吧，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喽。薰儿，这次其他2国之所以来得这么晚，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应该已经听说你是真神的事情了，所以这次多半是冲着你来的。冲着我来？来什么？总不会让我去他们2国当女帝吧？不会吧，他们的脑子是有什么问题吗？让我做女帝，不就等于将其他2国直接送给你？难道他们并不是想真的归顺，而是想借着我的名头挑起你和小皇上之间的争端，他们好坐收渔翁之利啊。玄儿分析的不错，这也是我能想出来唯一的结果了。那宫里的小皇上……无妨，我的意思太后和皇上都已经知道，至于结果怎么样，全看他们的选择了。明日就是宫宴，这应该是玄儿在南境过的最后一个年了。玄儿有什么想要的，或者是想去的地方吗？没有，有你们在我身边就够了。我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想要的。说没有，其实也有一件事儿，只是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就算我不让，你也会自己偷偷去。与其这样，不如明日宫宴之后我陪你走一趟，但是你得保证不能随便出手。好，我保证。真是憋死我了，你们有话直接说不成吗？这么半天看来看去的，真当我瞎了不成啊？薰儿，我听韵儿说，等年节过后你们就要走了，而且可能不回来了，是真的吗？是，本来这件事儿我准备过些日子再跟你们说的，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那现在告诉你们也无妨。我要回永墨古国了，那里可能有我需要的东西，至于会不会回来现在还不好说，但估计是大概率不会了。你说呀，你倒是说呀，真是急死人啊！
等我们走了，你哭都找不到地方。薰儿，我有件事想问你。那就问啊。你们几个真是要急死我了，不知道我是个急脾气吗？我想问那个。哎呀，他想问问张神医有没有家室，他看上人家了。这也没法热啊，怎么脑子就不好使了呢？你看上谁都行，怎么就看上他了呢？他有什么好的？他哪儿好了？如果不是非他不可，我回去就让王爷给你相看相看。你没见然儿和若儿都相看成了吗？王爷的效率还是很高的。啊，他是有妻室了吗？那倒是没有，那么能花钱的人怎么会有妻室啊？跟着他喝西北风吗？你要是嫁给他，以后怕是钗环都买不起喽。没关系，我不用他买，我有银子，这些年我攒了不少，可以全都给他。你告诉我，他是不是给你下药了？不管是我还是华善还是韵儿，从来都是将男人的钱攥在自己的手里的。我们这么多榜样在这儿，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倒贴的呀？哎呀，罢了。其实张子时这个人，除了能霍霍银子和比较惜命之外，也没什么其他不好的地方。既不饮酒也不好色，知根知底，长得也还算凑合。这样吧，等明日我且替你问问看。这天都冷了，你也不知道多穿些。可别忘了哈。有什么好笑的事情吗？是张子时，等回去以后，我得让他给家里写封信，问问他家里的祖坟是不是冒青烟了。既然今日众位大臣和使臣们都在，那本王就宣布一件事情。今日一早，本王已经向皇上辞去了摄政王的职位，并交还了所有政权和兵权。王爷三思啊！王爷，还请您三思啊！老臣不是说还政不好，也不是说皇上不好，而是皇上现在的年岁毕竟还小，需要人辅佐呀。对呀，那两国使臣的话，王爷千万别放在心上。我们都相信王爷的为人。这南境可以说是凤家一直在守护的，如果现在连王爷也离开，那南境危矣呀。本王不是因为两国使臣的几句话才做下的决定，毕竟本王也没将他们放在心上。这个决定是本王早就做下的，原本想着再等几年，等皇上长大后再离开。可这一年来，本王亲眼看着皇上飞速成长，现在他已经扛得起南境了。本王年走后，带着王妃去游山玩水，再不问四国之事，还请各位莫要再劝。摄政王，朕代表南境所有百姓，多谢凤家这么多年对南境的付出，朕永远都不会忘记您。虽然您要离开，但您永远都是南境的摄政王，摄政王府也永远都给您留着，希望您有一天可以再回来。皇上，现在虽说北海和东洋自愿为附属国，但他们的心思并不纯粹啊。您现在放摄政王走，要是万一这两国起了歹心，怎么？难道你们不相信朕能当好这个皇帝吗？还是说，你们这些拿着俸禄的大臣们，根本就不能辅佐好朕？摄政王有他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束缚他。本王相信，不出10年，北海和东洋两国一定会出现在南境的版图上。虽然本王要离开，但凤家军和魏深、魏海两人会留给皇上。王爷大义呀，我等羞愧至极。不想再多纠缠，知群离开了皇宫。你说话要算话啊，答应的事情不能忘记。知道了，会带你去其他两国拿东西的。还有一件事，你说今晚陪我去。好，本王记得。本王答应许愿的事情从不会食言。这晚
两人站在神山的不远处，这是凤千诀能到的最近的距离。说不让你跟来，让你在外面等着，你偏不，你就是个拖后腿的。无妨，我早已经习惯了。薰儿，以后没有我陪着，你自己不许到这里来。这本是专门针对你设下的结界，对你的神魂影响很大。我是真神，你只是魔尊，对我的影响大，对你岂不是更大？不是这么算的，我从小就在魔界里摸爬滚打长大的，经常受伤已经习惯了。喏，就你喜欢的这张脸，我小时候明里暗里不知道受了多少排挤，全都是因为他们嫉妒我的长相。雪儿，你告诉我，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你的脸皮可还真是厚啊！不过你没说错，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确实被惊艳到了。从小到大，我父亲、大师兄、崔哥哥，还有那些仙树仙草们，从来都没一个长得如你这般无可挑剔。但当时也只把你当成一个长得好看的哥哥而已，没想到后来，哼，把眼睛闭上。凤千诀闭上眼睛，还怕他够不着，特意将头低下。俊俏的小哥哥，你在这里等着我啊，我马上就回来。薰儿，你……凤千诀，凤千诀，你快看，这里居然被打碎了一个角，我看看能不能钻进去啊。薰儿，你们这群老登。好了，咱们回去吧，我答应你，等你休养好了咱们再来一次，这样可行？行，那可太行了，你说话算话啊。华山这已经是第无数次摸贝寻的额头试探温度了。我饿了。哎呀，我的小祖宗啊，你可终于醒了。我天快亮才睡，这会儿还没到中午呢。是没到中午，没到第二日的中午。啊？什么第二日的中午啊？您呐，整整睡了1天1夜，这已经是第2日早上了。就连米峰和张神医都来问过好多次，那俩人担心的，昨日饭都没吃几口。王爷也守了您1天1夜，这才刚出去没多久。我睡了那么长时间，怪不得会觉得饿呢。有没有饭菜啊？快给我端过来，什么都行。哦，对了，还有张子时和米峰，把他们叫过来，咱们一起吃。嘿，我有事儿。饭菜都是现成的，我现在马上就去叫人。还有20日就是你成亲的日子了，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昨日去见了韵儿，嫁衣已经绣完了，这会儿正绣盖头呢。老张头儿，跟你说个事儿。主子，您说。哎，有果子没啊？我填填缝。你先别想着填缝的事儿，我跟你说个秘密。什么秘密啊？我最喜欢听秘密了。你们知道吗？老张头家的祖坟冒青烟啦！我去拿果子填填缝。主子，你是说这个老张头？对啊，就是这个老张头。除了他，咱们府里也没有第2个老张头啦。见过王妃，我也让属下来看看王妃醒了没有。醒了醒了，你也进来吧。华善去拿果子了，一会儿就回来。刚才属下在门口听着，什么老张头？张神医是有什么事情吗？有啊，我们刚刚在说老张头家祖坟冒青烟了。啊，原来张神医不同寻常的行事风格也是祖坟的问题啊。这样可不好，别到最后跟我一样被祖宗呀差点坑傻了。他家的祖坟跟你家的可不是一回事儿，你家的祖宗是坑你的，人家老张头的可不是，人家的祖宗可想着自己的后世子孙了，生怕他打光棍儿。所以老张头，你到底要不要写封信回去问问你祖父，你家的祖坟到底有没有冒青烟啊？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冒了，不然你怎么可能有这种狗屎运？主子，我家祖坟冒没冒青烟我是不知道，但我知道您现在这样很不好。我是说啊，对我很不友好。
看您笑成这样，肯定是有事儿。您就直接说吧，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只要别要我银子，万事都可以商量。这样啊，那欢颜喜欢你的这件事儿，你肯定是不会同意了。那要不就算了吧，毕竟平日里相处啊，以后成婚呐，这些可都是要花银子的。算了算了，一会儿我就去回了他，说你不同意。我有银子，我有银子，这都是我平日里攒下的，相处应该是够了。如果以后成婚的话，我房间里的墙缝里面还有，要是还不够，我从今日开始，除了吃喝呀，就不买东西了啊！不，就算吃喝呀，我也吃最简单的。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来主子这儿蹭，去米峰去魏泽那里蹭啊。我觉得吧，让他俩相处之前，是不是应该先让张神医给人家看看眼睛？不然我怎么总觉得那季家小姐眼神不怎么好呢？哎，你不知道呀，跟王妃交好的这几个人，王爷曾经都让我去调查过。这季家小姐有个爱慕者，是高将军的儿子，也是个天生的将才，叫高松。这俩家的府邸离着不远，只隔着一条街。这不是现在四国已经不打仗了吗？那高松回来休假，好家伙，这一回来就开始3天2头的去季大人府上献殷勤。现在京都所有人几乎都知道，高大人家的儿子看上季家小姐，并极尽讨好这件事了。主子，我跟您说话呢，您听见了没有啊？什么？你说什么？主子，我说，您可不可以带我去见见那季家小姐啊？我听魏泽说已经有人去献殷勤了，若我再不去，我家祖坟的青烟不就白冒了吗？你见过欢颜吗？见过，就是那个喜欢穿嫩黄色衣裙的那个姑娘，对不对？瓜子脸，大眼睛，看着特别有灵气，见谁都笑眯眯的。对了，她左手的中指上还有一颗小小的痣。你老实告诉我啊，你是不是早就对人家有心思了？其实也不是，本来呢，我没往那方面想，可这不是米峰和华山都成亲了吗？我就开始想了。我认识的人不多，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这个姑娘。以前她经常跟邻家姐妹去百味居、牵衣房，我见过好几次。那几个人里，就属她笑得最甜，每次都会甜甜的叫我张大哥，而不是跟你们一样，成天老张头的。主子，我也不瞒着您，我这几日我做梦都能梦见个黄衣姑娘。主子，您就带我去吧。虽然我不知道我俩合不合适，但我愿意相处试试。就算最后我俩不成，也不枉我张家祖坟上的青烟白冒一场呀。行吧，就带你去一趟。不过不能去季府，毕竟你俩和米峰他们的情况不一样，人家俩是早就开始眉来眼去了。你这，我将人约到百味居吧，今晚上你请人家姑娘吃个饭，有什么话你自己跟她说。好，我现在就去沐浴更衣，我要挑件最好看的衣服。第一次见面，我可得给人家留个好印象。天冷了，要不要穿个披风啊？再给欢颜也带一件吧，万一要是他没穿，冻着可怎么办啊？哎呀，时辰不早了，我得赶紧。华山，告诉王爷，我晚上不回来用晚膳了。米峰，你亲自去百味居订个房间，要最大的套间。晚上咱们一起去看热闹去。对了，告诉掌柜的，不许给老张头免单。主子怎么了？是不是冷啊？这几天天气不好，看着好像是要下雪了。那骚包是张神医，老张头。他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他这是相亲来了，还是拒婚来了呀？或者有没有种可能，张神医是色盲？一会儿上来问问就知道了。那可真是冻死我了。主子，你们提前到，也不知道让马车回去接上我呀。整个王府里就您的马车最舒服，其他的马车简直四面透风。这热茶刚刚好，快让我喝2口啊。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老实告诉我，你身上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绿色的呀。
我特意挑的呢，好看吗？这身衣服可贵了，还是我当年找到您之前买的呢，一直都没舍得穿。我记得那掌柜的说呀，这绿色象征着生机和希望，一般男子呀都穿不出它的好，好多人想买它都没卖呢。所以呢，我就将它穿出来，希望能有个好的开始。那个大氅是什么颜色？嫩黄色呀。欢颜不是喜欢嫩黄色吗？我觉得这样穿，他一定会知道我的心意，一定会喜欢的。你最好祈祷你家祖坟再冒一次青烟，让欢颜突然变成色盲。主子，我们来了！今天可这……我去他大爷的！那盛着精的野花不是被王爷打散了吗？这怎么又来了一朵？老张头，老张头，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分不清颜色，不知道自己穿的是什么呀？我刚问过，他知道。我不行了，真不行了，我都憋半天了，就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本来没觉得他像那野花，刚才被你这么一说，简直越看越像。本来没觉得他像那野花，刚才被你这么一说，简直越看越像。你们懂什么呀？你们什么都不懂。你们看我这衣服，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呢。欢颜喜欢嫩黄色，就像花蕊一样，我穿个绿色，我是绿叶，我保护它呀。韵儿，你别站在门口笑，过来坐着笑。蜜蜂，你赶紧的带着那朵野花啊、绿叶儿的去旁边的牵衣坊，重新给它挑件成衣，银子算我的。主子，有位小姐说找您，要将人带上来吗？带上来吧。蜜蜂，你跟老张头身量差不多，你俩赶紧去里面的内室将衣服换过来。我不去，我觉得自己今天格外的好看，身上的衣服也好看。蜜蜂身上越白色的衣服不吉利，不适合今天这种重要的日子穿，还是我这绿色的好，又有生机，又有希望，又吉利。而且蜜蜂，你拎我干什么？快把我放下来！别，虽说咱俩都是男的啊，但你马上就要成婚了，我可能也许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也要成婚了，你这样对我动手动脚的不合适啊。快来坐，外面可是冷，赶紧喝杯茶暖一暖。这是怎么了？可是我今日不好看。好看好看，欢颜今日最是好看，我们没笑什么。见过张公子。曹韵等了半天也没有看见蜜蜂出来。抱歉啊，我只是一时没有忍住。哎呀，快出去吧，别在这里待着了。难道一会儿吃饭还要玄儿单独送一份进来给你不成？哎呀，好啦，你怎么样我都喜欢，行了吧？韵儿，是不是你俩成婚的日子近了，把米公子给高兴疯了呀？不然怎么穿的跟朵花似的？你们这样在街上走就没人看吗？内心还真是强大。要我是男子，穿的这么翠绿，简直不敢想。还是张公子好，这一身月白色长袍，将人衬的就如天上的明月一般。哼，韵儿，要不让张神医给你家蜜蜂把个脉吧，别到时候真高兴出点什么毛病了。来吧，张神医，来给我把个脉。哎，可别让我高兴过头了啊，毕竟我是要成婚的人。韵儿，你家蜜蜂就这么出门，你也不管管？这嫩黄配翠绿，要是张神医今日这么穿，我准保被吓得扭头就跑。要不说还是你们夫妻俩厉害呢。没什么事儿，虚火太盛，估计啊是快要到婚期，激动的上火了。等回去啊，我给你拿点去火的丹药吃吃，2天就好。再给你加点泻药，让你跑肚拉稀。好了，让小二将饭菜送来吧，今日咱们可以少喝一点。啊，蜜蜂，你回来，还是让华善去吧，你现在这样不适合出门。对了，一会儿再让掌柜的去趟旁边的牵衣坊，
让那边给米峰送件衣服过来，不然今晚估计他连饭都吃不下了。你们也别看我了，我尽量不笑就是了。张公子，张子时，叫我名字就好。你看华山他们也是米峰啊、魏泽啊的叫着。张大哥，我叫你张大哥吧。张大哥啊，我怎么觉得你今日这件衣袍有些略微宽大呢？那个，张大哥，是不是我的话让你不高兴了？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你别介意哈。其实，宽大的衣袍，穿着更舒服啊，对，更舒服。拉着还在看热闹的米峰就去了内室。我这个人吧，因为先前一些事情，并不怎么出门，所以身边也没有什么姑娘，就只见过主子身边的朋友，也就是你们几个。那日，主子对我说，你对我，在知道是你之后，我很欢喜，满心啊都是一身嫩黄色衣裙的姑娘。不怕你笑话，我今日不到50就开始沐浴打理自己，因为常年跟药材打交道，身上尽是药材的味道，怕你闻不惯，还特意熏了香，就是好像味道没有选好，略微有那么些呛人。你喜欢嫩黄色，我特意挑了这套翠绿色的衣服，一是因为买这衣服的时候掌柜的说这衣服的颜色是生机和希望，另一个就是你在我心中就像花儿一样，我想当绿叶保护你。就连那件嫩黄色的大氅都是我在来的路上县城去成衣店买的，就为了想讨你欢心，跑了好几个成衣店呢。虽说我们之前只见过几面，但咱们可以相处试试，如果不合适，我绝不会多做纠缠啊。对了，放心相处的一切费用全都我来出，绝不用你花费一个铜板。虽说我不像魏泽他们一样会武功，也不如那些追你的人们家世显赫，但我会医术我保证能让你无病无灾的活个大岁数，我会尽我所能的保护你。你的心意和重视我收到了。高公子，您的房间在另一边。本公子没走错。本公子听闻季家小姐在这里跟男子私会，怕她受人蒙骗，所以特意来接人。欢颜，你还小，不知道人心的险恶，还是跟我回去吧，我送你回府。如今你在这里跟别人私会，如果一旦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好。虽然我并不在意，但你也要为你爹娘想想。高公子还真是热心肠啊，就连本王妃在这里跟欢颜吃个饭，你也能巴巴的找过来。本王妃的小黑都没你这般好本事。王妃，原来你也在啊。是本王妃约欢颜来吃饭的，我为什么不能在？高公子对欢颜还真是一往情深，就连他的行踪都知道得一清二楚。那是自然。我喜欢季家小姐，对她的心意更是全京都都知道，自然是要为了她的声誉着想。高公子这用尽心机的心思我们都感受到了。不过就算今日欢颜是在这里私会男子，难道高公子为了欢颜的声誉不是应该偷偷前来吗？现在带着这么多人站在门口大喊大叫的样子，又是为何？还不是因为盼着欢颜的名声坏了，就只能嫁给足智多谋的你了。哎呀，本王妃觉得你带的人还是不够多。掌柜的，去给高公子找个锣来，让他好好敲敲，最好敲的整个京城里人尽皆知，然后再拿把大算盘，要最大的，越大越好，不然本王妃怕他这算盘珠子崩不远。王妃，虽然摄政王已经辞去了职位，还政给皇上，但本公子还是愿意尊称您一声王妃。我不知道您为何对我这般大的敌意，此事或许是我做的有些过，但我本意是好的，我是怕欢颜吃亏。这位高公子可能是将心思都用在了季小姐身上了，竟不知昨日一早皇上已经下旨封了王爷为靖王，摄政王府也改为靖王府，皇上亲自赐下的牌匾。圣旨上还说，虽然我们王爷辞去了摄政王的职位，但他永远都是这南境的王爷，所以您这一声王妃叫得不亏啊。
而且从刚才到现在，你见了我们王妃还没有行礼呢。见过靖王妃。快起来吧，我可受不起。这要是让有心人传出去了，该说我这个靖王妃拿大，故意刁难高公子了。现在事情已经清楚了，是本王妃约了欢颜在吃饭，高公子若是没事的话，可以走了。欢颜，我对你的心意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从我回来的这些日子，我几乎每天都去继府，就是为了想见你一面。我是真的很喜欢你，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机会？高公子，我对你并无心意。你去继府求见的时候，我也从未见过你。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3天2头往继府跑，弄得整个京都都乱传你我之间的关系，这对我和我的声誉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今日这么多人都在这里，索性我就一次性把话说清楚。高公子，麻烦你以后不要再去继府找我，我已经有心上人了。对，虽然他可能不如你有权有势，也不如你武功高强，可起码他心善，不会有那么多阴谋和算计。确实。你说怕我在这私会影响我的声誉，可你有没有想过，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你的所作所为早就已经对我的声誉造成了影响。可如果换成是他，定不会跟你一样如此做法，恨不得让全京都的人都知道我在这里和男人私会。没错，他根本就没长那个心眼子。我也不怕告诉你，我喜欢的人就是王妃身边的张神医，就是那个前段时间京都中毒事件研制出避毒丹的那个神医。就是他。华言，你好好看看，那个穿得花花绿绿的人，他哪儿配得上你？你我都是官宦之家，门当户对，在外人看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就连你的父母亲都对这门婚事特别的看好，就差你点头了。你死了这条心吧，等我点头，我就是把头拧下来也不会嫁给你。刚才说了那么多，那都是很给你高家留面子了。既然给你脸你不要，那下面你请听好了。你这个人可真阴险呢，居然在我府中收买人，不然怎么解释你能知道我去了哪里？要不就是跟踪我，更阴险，还妄想毁我声誉，逼我嫁给你，你可真是不要脸。等我回去，我定要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我爹娘，撕下你这张伪善的面皮。他不会报复我吧？或者报复张神医？他没那个机会了。见过摄政，不是，见过靖王。高宗克扣军饷军粮，强占边疆良家女，造成数名女子自尽。后来怕事情被朝廷发现，更是将其家人活活打死，丢失荒野。几个月后，被一女子外出务工回家的弟弟发现，历经千辛万苦，散尽家财，才在今日一早抵达京都，现在人已经在宫里了。高宗，此时你竟然还在这里费尽心机的想要娶季家女，赶紧回去等着宫里的传召吧。高家完蛋了。其实就算王爷不来，你也不用担心他会报复你。刚才我已经给他下毒了。什么时候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就刚才一阵风吹过去的时候。主子，那个，如果我家人给杀了，应该没事吧？不用我赔命吧？我还没跟欢颜相处呢。那种东西用不着你赔命，况且你现在才问这话，不觉得有点假惺惺吗？主子，您今日怎么起得这么早啊？是有什么事情吗？有，而且是重要的事。老张头儿，把你的衣服全都拿出来，我们帮你挑挑。昨日就算了，今日是去见人家父母，可得留个好印象啊，不然人家父母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女儿跟个神经病出去玩啊？到时候就算有我，估计也没有用。你可别连累我跟你一起被撵出继府的大门。走之前我可不想跟你在京都出这么一次大名，太丢人了。要不你还是穿那件绿色的吧，
毕竟好像只有那件衣服新一点了。老张头，我1个月也没少给你银子，你怎么就舍不得给自己买身像样的衣服呢？我以前基本都不怎么出门，就只偶尔出去买几个琉璃瓶子，成天在院子里摆弄药材炼丹。我这衣服能不破洞都已经很不错了，至于那些银子本来是攒着买，哎，算了，不说也罢，反正以后也不买了，得留着取还颜呢。好了，蜜蜂，你带着他去千衣坊挑衣服吧，1个时辰后我去那里接他。记得啊，挑件素净一点的，别整身花花绿绿的穿身上，跟唱戏的似的。继父，季大人，季夫人，这是我特意给你们2老准备的丹药。这一箱是季夫人的，里面啊都是些美容养颜的，还有沐浴洗脸的，长期用下去，保证您这皮肤呀就跟小姑娘似的，白里透红。这一箱是季大人的，这瓶是治疗跌打损伤的，这瓶是补气血的，还有这瓶我保证啊，您吃了以后老当益壮，再给欢颜生个弟弟都没问题，而且绝对没有任何副作用。季大人别在意啊，他这个人呢就是这样，没什么坏心的。这种丹药我们府中成婚的都有一份，就连我跟王爷也有。今日我的来意，想必2位也知道，是因为欢颜。如今我也不瞒你们了，张子时其实不是这4国的人，他是永墨古国的人。他张家是世代效忠古国女帝的，在古国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他虽在这京都无官无职，但如果真要计较起来，别说是这4国的官宦之家了，就连这几国的皇上都要对他礼让3分，奉为座上宾。他是我身边的人，他的为人我能保证绝对不会亏待的欢颜。况且现在只是让2个人先相处一下，并不是直接将婚事定下。对外就说我带欢颜出去玩一玩，不会对他的声誉造成不好的影响。王妃多虑了，只要欢颜愿意，我们并不会阻拦。那高松的事情我们已经听说了，多亏了王妃，不然欢颜的后半生怕是就被我们耽误了。我和我夫人都不是迂腐之人，非要将欢颜嫁得门当户对，只希望有人能真正疼她就好。我保证这一路绝不会对欢颜有过分的举动，保证不欺负她。我虽然咱们只接触这么一会儿，但我们也能看得出来你是个好孩子，欢颜跟你出去啊，我们都放心。出了季府大门，我还有事儿，你自己回去吧。对了，过完年咱们走的时候，你那些破衣服都别带了，去新买几身儿。虽说欢颜不会嫌弃，可我们会嫌弃啊。看看米峰和魏子德，不管多忙都会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没媳妇儿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现在有了，到时候你跟他们站在一块儿，你自己尴尬不？别老守着那些银子，该花就花。好了，赶紧去吧，这次你买的衣服的银子得自己出啊，我可不管。哎呀，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完的坎儿啊。被寻到了林府的时候，寻儿，事情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糟糕，咱们进去说。不用劝，你们认识的那个林安叔根本就没死。娘，爹娘，寻儿说三哥没死。啊，寻儿，你说的可是真的？舒儿他真的还活着？青爷，林安叔确实已经死了。其实我早就有感觉，我的舒儿在那年就已经不在了。寻儿，你刚刚不是说我三哥还活着吗？林家小哥在小时候丢过一回，这件事你们应该都知道吧？知道啊，但是后来不是被找回来了吗？寻儿，你是说这么多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三哥其实不是我们的亲哥哥？是，真正的林家三哥在当年掉落悬崖的时候应该就已经不在了。这么多年生活在你们身边的林家三哥本名叫聂宁，江湖人称百面杀手。虽说他不是林安叔本人，身上也有秘密，但我想
如果可以的话，他是愿意一辈子留在你们身边，当林家三哥的。也就是说，没有人见过他真正的样貌。聂宁这个人在江湖上杀人不眨眼，可却从未伤害过林家的一个人。青爷，您好好回想一下，这将近20年，他有没有做出对林家不利的事情？没有，舒儿对我们极孝顺。如果有一日你能见到舒儿，替我告诉他，不管怎样，他都永远是林家的三少爷，是我的儿子，是然儿和若儿的三哥。妍姐姐，是你吗？寻儿，寻儿，将你的神力注入进去，这样你的神力就能源源不断的在阵法中滋养它，虽不能长久，但足够你们说完话。想当初你还只是一个光团，数千年叶白没日没夜地抱着你，用自己的本源滋养着你。寻儿，你能再次化形，真好。妍姐姐，我记得你，虽然那时我只是一个光团，但你跟大师兄一起护我1000年，我记得你的气息。妍姐姐，你告诉我，你神魂的本体在哪儿？我这就去找，我一定会找到的。不用了，寻儿，我已经没有了本体了，只剩下这缕残魂。我本名颜柔，是3界4季之神的女儿，掌管仙界的霜雪，也就是冬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神，特别小的小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4季之神，也就是我的母亲，一共有4个儿女，我是最小的。据我母亲说，在我100天那日请赐天职的时候，突然下起了满天大雪，差点没将整个仙界冰封呢。可是当时是夏季啊。4季之神的子女就像是人间爵位的世袭一样，只不过他们的子女都有爵位。现在想来，还不如当初就将他们都冻死，也免得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我第一次见到叶白的时候，也是在冬季。他站在仙树林中，看着远处穿成球在雪中打滚的你，笑得宠溺。神界4季如春，从来都不下雪。我听下界上来的神师们说下雪很好看，就吵着要去看。娘说外面坏人多，将我看得很严。那次是我偷跑出来的，我还以为大师兄没找到我呢。从前觉得雪很好看，可初到这人间没有神力，差点被冻死。后来随着你慢慢长大，陪着你来的就变成了叶白和魔尊2人。所以寻儿，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你们不来了，不管我下再大的雪，你们都没有出现。等我回去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小小的你，竟然就是真神。我听我3个哥哥说，就在前段时间，那些畜生们逼着你跳了幽潭，还将魔尊骗去，将他的神魂压在了神山下，说崔家子为了保护你，陪着你一起跳下幽潭，说白夜为了去寻找你的本源不知所踪，说领主夫妻2人在生神回来之后，知道你跳了幽潭，和崔氏一族被灭之后，直接在3界杀疯了。听我2哥说完，我就坚定了一个想法，我要去找你们。天上那些混蛋们，姑奶奶不伺候了。我离开的时候，正好是冬季刚刚结束，他们忙着去灭你的本源，根本就顾不上季节的事情。走之前，我咽不下这口气，就将整个仙界冰封了10日。你就这么走了，4季之神不会被连累吗？你说我爹娘和我哥哥啊，他们几个其实早就可以升到下神界了，是我一直不肯离开，想在那里给你们下雪，他们才一直陪我留在仙界的。他们从来不反对我要做的事情，将我送走后就一起去了下神界。神界和仙界一样，
分为上神界和下神界。仙界之人不可以随意对神界之人出手，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只能在你跳了幽潭回归本源的时候才能杀你。我一转世就在上神界，跟看不看书没关系。仙界对我来说就像是别人家，但神界对我来说就是自己家。我自己家怎么回事儿，我还能不知道吗？用你在这暗戳戳的说我是文盲。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我跟叶白现在也一定能跟你们一样吧。叶白那里有个宝贝镯子，是你的吧？是啊，是我的。明知回不来，想给他留个念想。没错，我喜欢叶白，只不过我发现的太晚了而已。等我找到你们的时候，已经是1000年后了。其实在这1000年里，一直支撑着我的，就是我看见叶白站在雪中的那一眼。后来我跟叶白护着你的本源东躲西藏，但是这也给领主找到你增加了难度。可是没有办法，叶白一边要用自己的本源滋养着你，一边还要跟那些时不时找过来的仙界之人缠斗。神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甚至连神魂都已经开始不稳定。我们找到了一个不知道是哪个神陨落的仙洞，里面还有他留下来的神力，正好能够让叶白的神魂稳定一些。所以我们就决定暂时留在那里。很快到了冬季，虽然我已经不在天职，但是对季节天生的敏感是刻在骨子里的。那日我感觉到附近有人，不是以前那种3、2个，而是一群，一大群。